高考结束后，我第一个冲出考场。当老师问我考得咋样时，我冷哼一声说道：“考得怎样先不管，我急着去捡剩饭，不然爹妈都得挨饿。”老师知道我家境贫寒，不禁感叹：“唉，苦了这孩子了。”爹妈为了供我读书，老爹天天帮人洗车，老妈在餐馆帮人洗盘子，一个馒头一家人要吃3天。然而此时，爹妈正站在校门口，穿着靓丽的衣服，旁边还停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老爹向我招了招手，大声喊道：“儿子，快过来！”随后，老爹大手一挥，万发烟花腾空而起，无数个女仆向我鞠躬行礼。恭喜少爷高考圆满成功，恭喜少爷回归。眼前这一幕看得我是一愣一愣的，我连忙跑到老爹跟前：“老爹，咱家是啥条件？你这心里没个数吗？不就高考结束了吗？你搞这一出得花多少钱？万一我考上大学，学费还得去借。”此时，旁边的老妈笑着对我说：“傻儿子，你爹就是心里太有数了才会这样。高考都结束了，咱就不装了。今天咱摊牌了，其实咱家是魔都首富。”对，儿子，咱家的钱是你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老爹，你是不是又喝假酒了？早上出门我还看见你给人家洗车。老爹挠了挠头：“儿子，你看看是不是这辆？知道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所以昨天连夜去买了一辆，早上刚开回来。为了你，咱也没碰过这么好的车，咱也激动呀，肯定要亲自洗一洗嘛。”那老妈，你不是天天在餐馆帮人刷盘子，导致双手都快废了吗？而老妈也是笑了笑：“洗啥碗呀？那是我和几个姐妹天天搓麻将搓的。”一瞬间，我是小脑大脑全都给我干小了。捡了18年的剩饭，我居然是个富二代！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老爹一把就把我拉上了车。老婆，快走快走，咱回家。从来没在人前显摆过，有点不习惯。回到那个10几平米的出租屋后，一家人对面而坐。这些年苦了你了，爹妈也是为你好。有了这18年的经历，你的余生将有无尽的快乐。这快乐来得实在太突然，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一巴掌拍在脑门上：“爸妈，你们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担心我成绩考差了受不了，所以先给来点安慰？你们可不能这样骗我。”儿子，今天之前我们说的话基本都是假话，但是从你走出考场那一刻，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随后，老妈笑着掏出一张金色的卡，递给了我：“儿子，这张卡无限的，你使劲造。”我又连续拍了几下脑门，依然不敢相信这一切。不是，老爹老妈，这泼天的富贵来得太突然，你们让我先缓一缓。说完，我起身回到了里屋，留下一脸茫然的爹妈在风中凌乱。老公，我们是不是太猛了，把儿子给吓到了？对呀，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呢？不应该呀。给他点时间，这泼天的富贵是有点突然。那老婆，咱在这小出租屋住了18年，为了让儿子安心复习，这一片我早就买下来了，咱干脆花个1800万，简单扩建下吧。你自己看着办，我现在有点担心我儿子。半小时后，我换了一身衣服走了出来。老爹，桌上那包剩饭今晚上够你们吃了，我要出去吃。不是，你让我们吃剩饭，你却出去吃，是几个意思？不是的，老爹，班里同学早就约好了，考试结束我们要聚一聚。老爹闻言立刻来了兴趣。在什么地方？我叫司机开劳斯送你过去。在博悦豪庭。不送我现在都还有些无法接受，要是让我那些同学看到，更没法解释了。随后，我自己步行去了博悦豪庭酒店。我离开后，爹妈继续在风中凌乱。博悦豪庭，老公，这名字我怎么觉得这么熟悉呢？他能不熟悉吗？这是我上个月才新开的魔都最好的酒店。老爹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小峰，你来了。今天这酒店是谁订的呀？居然选在博悦豪庭，这个是魔都最好的。这我哪知道，我是来吃饭的。我只知道是秦阳同学通知我来这里的。当我走进酒店后，才听其他同学说，原来就是班里的富二代秦阳订的酒店。当我走在酒店走廊过道时，总感觉哪里不对，身后仿佛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各部门注意了，少爷已经到了，请做好迎接准备。收到，666号包厢已经清空，鲍鱼龙虾正在制作，随时可以上菜。82的菲拉50瓶已经全部打开，正在醒悟中。然而我并没有去666号包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为我安排了什么。我来到班里聚会的包厢，几个同学见我到来，开始对我冷嘲热讽。这不是班里那个每天放学都要急着去捡剩饭的赵晓峰同学吗？捡剩饭怎么捡到这里来了？我完全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因为和秦阳是铁哥们，所以他才会叫我也来参加今天的同学聚会。我扫视了一眼，很快就找到了我心中的女神，她的身边坐着的正是富二代秦阳。小柔，怎么样？感觉考得如何？小柔是班里的班花，也是我一直暗恋的对象。
3年时间里，我每天都要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留着给他买零食。由于他也家境贫寒，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俩人经常在一起互相学习，探讨不会的功课。现在高考结束，我决定向他表白。小饶，听说今天会上映一部很不错的电影，等下这边完事，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吗？票我都买好了。小柔小脸一红，露出一丝害羞的表情。旁边的女同学一脸不屑地看着我，说道：小峰同学，你都舔了我们小柔3年了，怎么今天这是准备表白了吗？此时整个包厢满墙都写满了尴尬。正当我还在期待小柔的回答时，坐在小柔旁边的秦阳，也就是今天请我来参加这场聚会的铁哥们站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大家听我说，尤其是你赵晓峰，我知道你一直想追小柔，所以今天我才把你也请来，把事情说清楚。从今天起，小柔就是我女朋友。铁哥们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般砸在我的脑门，砸得我脑袋瓜嗡嗡响。小饶，这到底什么情况？此时小柔的脸上也露出一丝尴尬，她也站了起来。小峰，对不起，我们不合适，感谢你这3年来对我的照顾，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一幕我万万没想到。小饶，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这一切不是真的，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难道就是因为我穷吗？此时的小柔一言不发，低着头，始终不愿意再看我一眼。而旁边的秦阳继续说道：小峰，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请你不要再骚扰我的女朋友，你可以吃完这顿饭再走，我们以后依然还是好哥们。其实我早就知道秦阳喜欢小柔，这小子家里有点钱，平时也总是对小柔嘘寒问暖。本以为我天天和小柔在一起互相学习，他不会有机会，不成想他略施小计，还动用超能力，没几天就征服了小柔。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身后的胖虎实在看不下去了：秦阳，亏你还是小峰最好的哥们，你就这样对他吗？我们真是瞎了眼，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我一把拦住胖达，不想让他掺和进来。秦阳脾气古怪，把他惹急了，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此时小柔终于开口了：都别吵了，小峰，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小柔，叫我苏柔。小柔这番话彻底点醒了我。是啊，之前我是个每天靠捡剩饭维持生活的人，怎么可能给得了小柔幸福的生活？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一个字：穷。胖虎，咱们走，留在这里只会倒了他们的胃口。今天我也疯狂一把，我请你去吃小龙虾。正当我和胖虎准备离开时，包厢的门突然打开，一排长相漂亮的服务员手里捧着各种看着就很贵的菜品，齐刷刷地站在那里。此时不少同学立刻掏出了彩虹屁。我就说嘛，还得是我们秦少面子大，这菜肴我是见都没见过呀。就连旁边的小柔也露出了一脸的得意，而秦阳却是一脸蒙圈。李马，这谁点的菜呀？尽挑贵的点，虽然家里有钱，但老爸每个月也就只给我那点，这不得把我给吃破产了。眼看同学都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秦阳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说道：大家使劲造，不够再点，服务员把菜放桌上，你们就可以离开了。然而面对秦阳的指挥，所有服务员没一个行动的，全部转头，眼里放光的看着我，似乎是在等待着我的命令。我爹身家100亿，却把我穷养了18年，所有同学都笑我是个穷鬼，就连患难与共了3年的女朋友也把我甩了，转身头。就在我拼命学习，发誓要靠自己改变命运时，在高考最后一天，爹妈突然摊牌了。他们告诉我家里是魔都，这突如其来的泼天富贵让我一时间找不到东南西北。儿子，咱家的真实情况你也知道了，现在高考结束了，我们决定明天就搬回上城豪庭1号，你有什么意见吗？爸妈，我没啥意见。18年了，你们为了我也过了18年的苦日子，你们也该享享福了。好，好，好，老妈也是这么想的。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就回到了上城豪庭。刚到门口，就被列队迎接的员工吓得一愣一愣的。欢迎上你家。那啥，我也刚回来，没啥准备。老爹老妈，你们帮我奖励一下他们。好好好，每人增发半年工资。听见没？还不快谢谢！谢谢少爷，少爷。儿子，有些不习惯吧？小场面而已，别害怕。随后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进了。吃完午饭，我突然想起来，高考结束，高中生涯也算是结束了。学校里还有好多东西要搬回家。老爹，下午我准备去趟学校，顺便也和老师同学简单告个别。好的，儿子。老王，把劳斯开到门口等着。别，老爹，我想一个人去，不想太张扬。过习惯了穷人的生活，这泼天的确实有些不适应。而且，这要是开次去学校，那肯定要引起轰动。儿子，老妈知道你在想啥。这样吧，还和以前一样，让你爸用3蹦子送你去学校，顺便让你爸带你看看咱家的产。对，老爹带你去转转。这主意不错，老爹，咱睡完午觉就走。
下午3点，老爹换上了以前帮人洗车时才穿的破衣服，骑着3轮车，很快就到了一片工业园区。看见没，儿子，这一片都是老爹给你打下的江山，全是做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的。此时我看着一个冒着白烟的工厂，似乎是一家食品加工厂。别往那边看，那边是做辣条的，老爹早晚给他不够了。随后，我和老爹来到学校门口，却遇到了几个同学。一群人看着我们父子2人穿着破衣烂衫的衣服，一个个都傻眼了。咦，那不是新鲜出炉的富二小峰和他那开老爹赵霸天吗？啥情况？怎么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就来了？是呀，劳斯也变3轮了。昨天那一出该不是演的吧？这你们就不懂了。他那劳斯肯定是租来的，现在的人为了壮比，啥都做得出来。此时，我那跟着我的前女友也走了过来，还冷嘲热讽的故意问道：“你们围在这里干嘛呢？看什么稀奇呢？”小柔，你来了，快看，小峰也来了，还有他那骑3轮车的老爸。小柔扫了一眼我和老爹，心中也不由得有一丝不解。这家伙难道是为了挽留我，所以昨天才故意装出来一个隐藏份吗？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赵晓峰，你太过分了。小柔一脸傲娇地走到我跟前，再次上下打量一番，确认后说道：“你还好吧？不要为了我再白费那些心思。你家里啥条件？你心里没点数吗？”是啊，我家里到底啥条件？到现在我都还是猛的。既然你要揭我伤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柔，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秦阳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此时，苏柔眼中露出一丝不悦，因为昨天的事情，秦阳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不再和我作对，所以他把小柔给甩了。所以小柔有些生气地说道：“还不是因为你，我们分手了。但是你和我也没可能了，我会。”没等苏柔继续说下去，我就打断了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既然当初你选择了和我分手，去和秦阳在一起，那就请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老爹，走，咱直接去宿舍。我离开后，苏柔独自在风中凌乱。随后，我们来到宿舍，却遇上我那死对头李铁蛋。他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找我麻烦。此时，他左脚踩在我的被子上，右脚还踩着我的课本，屁股下面坐的也是我的洗漱用品。小峰，你还敢来学校？你的富豪老爹呢？你的劳斯呢？难道都是假的吗？咦，这位破衣烂衫的老头是谁？他是怎么进来的？此时，老爹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宿舍里的其他同学惊得目瞪口呆。老爹缓缓俯下身子，问道：“你小子吃撑长大的吗？胆子这么铁，这么大？”老爹一脸煞气，恶狠狠地看着李铁蛋。俗话说得好，要尊老爱幼，尊老在前，你都不尊老了，我还爱个灯的幼啊！你敢对我动手？你个孤寡老登！我一个漂移又将李铁蛋踢出2米，而背后的老爹也被我这一举动吓到了。好儿子，知道维护你老爹了。原来你就是小峰的爹，你们这对贼父子！话音刚落，李铁蛋又喜提一巴掌。我不管你是李铁蛋还是张铁蛋，咱同学之间的恩怨咱自己解决，侮辱我的家人不行。此时所有人才反应过来，为了维护家人，现在的赵晓峰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懦弱胆小的赵小峰了。你们给我等着！你们敢对我动手，没你们好果子吃！说完，李铁蛋灰溜溜的连滚带爬逃离了宿舍。此时，真正的好哥们胖虎却为我鼓起来掌。好，可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这家伙仗着他爹李岗有些势力，之前可没少欺负咱班同学。对，这家伙平时没人敢惹，老师都要让他3分。咱不用怕他，我的好儿子，老爹没白养你18年。自己的儿子为了维护自己才出手，赵霸天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此时听说宿舍里有同学动手了，吓得校长连忙赶了过来。谁呀？到底是谁呀？敢在学校里动手，还有王法吗？当他看到眼前穿着破衣烂衫的赵霸天时，立刻弯曲身子，点头哈腰地说道：“赵董事长，你怎么来了？这，怎么还和你儿子在一起？我该不是说漏嘴了吧？”原来这是一所私立学校，而赵霸天就是学校的董事，整个学校都是他说了算。之前为了瞒着儿子，他很少来学校，有事情都是电话里吩咐。赵董事长，这么多年我可一直都替你保守秘密，今天我也可算见到你活人了。好了，我已经给儿子摊牌了，不用再保密了。我陪儿子来取点东西，马上就走。别啊！你来都来了，你不得去看看新修的几栋教学楼吗？那可都是你投资的。所有同学都看得目瞪口呆，
眼神惊恐。李马，这对奇葩父子到底啥情况？明明很有钱，却要打扮成穷光蛋，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峰哥，以后得照顾照顾小老弟了，我可是你最好的哥们。你谁啊？居然能叫我峰哥？我高3都毕业了，你才高1，我能跟你玩到一起吗？行了，儿子，收拾好了吗？咱还是快走吧，不然等下人越来越多。你老爹隐藏了这么多年，我也不太习惯这样的场面。此时，刚刚去教室取课本，回来路过校门口的胖虎跑了过来。峰哥走不了了，李二蛋他带着几10号人，手里还提着什么，把校门口都给堵了，说是要等你出去，给你点颜色。高考成绩出炉后，我第一个拿到了成绩单。然而我那每天要靠捡剩饭维持生活的老爹和在餐馆刷盘子的老妈，也终于不装了，被我摊牌了。他们告诉我，其实咱家是魔都首富，有100亿家产等我继承。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无法接受的我，本想继续过平凡的生活，依然穿着破烂的校服去学校和同学告别，不成想却被班里的同学嘲笑。大家快看，那个据说有个富豪老爹的赵小峰，他来了，他穿着破衣烂衫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孤寡老登，一看就是壮比把钱给花光了，露出原形了吧？峰哥，要不咱还是从后门走吧，对面人有点多呀。我扫视了一眼门口，冷静地说道：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走后门的道理？李铁蛋，学校门口你也敢闹事？你是不是脑袋瓜里进水了？刚在宿舍里还没把你教训够是吧？好你个赵小峰，我看你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刚刚你人多，父子2人欺负我一个，现在你睁开你的眼，好好看看我身后。正当我和老爹准备上前继续和他理论时，一阵突如其来的汽车发动机声音悠远而近，所有人都被这声音吸引，转头看去全都目瞪口呆。是谁在欺负我老公和儿子？站出来我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原来是我那平日里温柔贤淑的老妈，带着10几个彪形大汉赶到了现场。3秒过后，李铁蛋带来的那几10个人就被团团围住，剩下一个光杆司令站在原地瑟瑟发抖。你谁呀？我爸可是李……还没等李铁蛋说出他爸是谁，老妈一巴掌就拍了过去。我管你爸是谁，小子，我的儿子你也敢动？你有几条命？眼前这一幕，一旁的我和老爹直接惊呆了。我小声地问我老爹：老爹，我心目中的老妈不是这样的呀，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你妈以前是怕把你带坏了，在家都是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现在你人品端正，大学都考上了，她也就不装了。此时的李铁蛋犹如一只炸了毛的泰迪，同一天里居然被我们一家3口狠狠地给教训了3次。他实在气不过，继续嚣张地挑衅道：我就不明白了，明明就是一家子的穷光蛋，为什么要学别人租好车来冲牌面？还有，你这群人高马大的壮汉，一看就是从哪个建筑工地上请来的，花了不少吧？要知道你家小峰以前可是天天都要捡剩饭。听到捡剩饭，老妈就是一阵心疼，又给了李铁蛋一巴掌。你们这一家人怎么都不讲武德，每次都不等我说完就打。已经不成人样的李铁蛋连退3步，又继续开骂。好你个赵小峰，刚刚在宿舍里你还说我们同学之间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你却把你老爹老妈都给叫来，一家人欺负我一个弱男子。一旁的老妈听到这话，立刻说道：你也可以叫你爹妈过来，老娘一起揍。你们欺人太甚，还不滚，还想挨抽？这事没这么简单，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提到他爸，李铁蛋满脸自豪，得意洋洋。你姓李，难道你爸是李刚？你别乱说，我爸是李岗，花岗岩的岗，知道有多硬了吧？和李刚没有半毛钱关系。哦，有多硬？牵出来溜溜。此时一旁的老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爸就是那个世界500强第250名魔都最大的钢铁集团总经理李岗吗？对，就是他。其实我才是真正的隐藏2代，这么多年，老爸一直不让我在外声张他的身份。那就好玩了，小子，赶紧回家告诉你爸，有个叫赵霸天的人，他想吃酒了，叫他24小时内送酒来，否则……老爹还把我家的详细地址也告诉了他。李铁蛋听到这里，连忙问道：不是，你们这一家人到底混哪的？你管我混了？快滚，否则接着揍你！你们这一家人等着后悔吧，我才不怕你们路子有多野。半小时后，李铁蛋哭丧着脸，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来到他爹李岗面前。一旁李铁蛋的老妈第一个跳了出来：谁呀？这谁呀？我儿子他也敢动，老公这事没完。铁蛋老妈立刻掏出手机，叫来了一群手下。儿子前面带路，我倒要看看今天是谁把我李岗的儿子欺负成这样。一家3口和一群手下在李铁蛋的带领下来到我家门口。此时跟在后面的李岗似乎感觉这地方咋那么熟悉。另一边，我和爹妈也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回了家。管家老王着急忙慌地跑过来说道：
老爷，门口来了一群人，乌泱泱的一片，好像是来找事的。老爹，李铁蛋的老爸好像真的大有来头，咱们要不出去道个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老爹脸上没有一丝的惊慌，反而大笑起来。儿子，你就看着吧，这离岗看来是真应该离岗了。他现在有多嚣张，当下就有多痛苦。此时我心中依然有些担心，虽然以前不怎么了解富人的生活，但是魔都最大的钢铁集团我还是知道的，那可是真的不好惹，有钱又有势。儿子，爹妈知道你可能到现在都还不太相信你爹妈的身份，但是你放心，从高考结束后，你考上大学那一刻，我们就决定不再让你受到任何委屈。我不是不信，我是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一瞒就是18年？儿子，昨天就说过了，你不能怪我们呀，我们是过来人，见过太多的纨绔子弟，最后把家产败得毛都没有了。我的儿子可不能这样，所以一咬牙就是18年。真是无法想象，爹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家门口，李岗看着眼前的房子，越看越眼熟，于是问他儿子：“儿子，我问你，今天打你的人叫什么名字？”是我的一个同学，叫赵晓峰。那你知道他爸叫啥名字吗？他爸叫什么霸天来着，具体姓什么我给忘了。这李铁蛋看来是真被打傻了。李岗也是急了，一巴掌拍了过去。他儿子姓赵，他爹肯定跟他姓，也姓赵呀，他叫赵霸天。完了完了！听到这个名字，李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瘫坐在地上。而刚刚跟着来的那10几个手下，听到赵霸天这个名字，直接一溜烟的全跑了。不是老爹，他们一家人打我也就算了，你怎么也打我？对，我想起来了，他爸就是叫赵霸天，他还说他想吃酒了，叫你24小时内给他送来。李岗抬手看了看手表，还来得及。随后李岗也跑了，很快他提着几瓶酒又回来了，一脚将李铁蛋踢跪在地上。此时老爹笑嘻嘻的走到门口，李岗当着老爹的面又狠狠的教育了一次李铁蛋，然后转身弯腰。那啥，赵总，这是你要的酒，我买来了。原来李岗所在的钢铁集团只是老爹名下的产业的其中之一。下午我和胖虎去了城里的步行街逛了一逛，准备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而就是这一逛，让我找到了值得陪伴一生的人。此时她正和闺蜜一起喝奶茶。啧，现在的人还真能藏呀，一个大佬一藏就是18年，还有个这么好看的儿子。周思思看着手机里关于魔都首富有个爱穿破烂衣服的儿子的短视频，里面还配上了我的照片。她把手机里的照片对到了李婉如眼前，你看这小哥哥真好看。李婉如被照片里的男生形象瞬间吸引。这不是前几天在江边遇到的那个人吗？当时我还以为他想不开，特意聊了几句。他叫什么名字？李婉如居然问起了男生的名字。要知道她可是出了名的南大冰山女神，无数的二代追求她，她都从来不放在眼里。今天的太阳难道是打西边出来的吗？婉如，原来你对男性生物还是有兴趣的呀。哪有，你别乱想，我只是好奇。你就别装了，我俩从小玩到大，你啥脾气我还不知道吗？从小你就排斥男生，不管是谁。就在此时，我一个不小心撞翻了女神眼前放着奶茶杯的桌子。周思思看了看手机里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我就是那个爱穿破烂的二代。原来是你，我说你这二代还真是够新鲜，想要我家婉如的联系方式，你明说，居然用这种方式。我高考成绩725，老妈是黑帮大佬，老爸是全国首富。然而在高考之前，我每天都靠捡剩饭维持生活，只因爹妈瞒了我整整18年。得知家里真实情况的我，第一天出门就遇上了更离谱的事情。支付宝到账10万。坐在出租车上的我被这声音直接射死，司机大哥也是一脸茫然。哟呵，小伙子手机铃声整得不错嘛。还行，见笑了。我拿出手机定眼一看，手机里居然多了好几十个 W， 随后几条消息发来。儿子，是出去约会吗？老爸给你打了点活动经费，玩得开心点，使劲造。对，别在人家女孩子面前小气巴巴的，爸妈都等着抱孙子呢。我在步行街刚买了几套衣服，就发生了意外。对不起，是我走路不长眼。峰哥，你没事吧？哎，他叫你峰哥，你该不会就是电视里说的那个爹妈都是大佬，却被瞒了18年的隐藏二代吧？别提了，有个不靠谱的爹妈也是很烦恼的。那么你搞这出该不是故意的吧？老实交代，是不是看上我了？哼，告诉你，我可是有男朋友的。走了，思思。婉如，这小哥哥还不错，要不要考虑下？眼前这个高冷如冰的美女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算起来应该是我的学姐，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冰山女神。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从小就排斥男生，对男性生物不感兴趣。赶紧走，不然我就不理你了。把你绿泡泡给我，有空再聊。
短暂的相遇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回家刚坐下准备休息一下，手机突然响了起来。Hello， 二代小哥哥在吗？我要是说我不在了，会不会吓到你？哼，跟你说正事呢。30秒后，周思思发来一张林婉如穿着睡衣的照片，这可把我乐坏了，连忙点开准备保存。突然，屏幕上却显示消息已被撤回。学姐，我的好学姐，你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哼，谁叫你一开始就吓我的？咱俩扯平。周思思乐得像个孩子。捡到金子了吗？才没有，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周思思又发来一条消息，想不想要我家宛如的绿泡泡？你可不能忽悠我。只过了3秒，一条推荐好友消息就发了过来，我赶紧用我那颤抖的手点击添加。给我看看。林婉如一把夺过手机，发现又被闺蜜出卖了，这已经是周思思第 N 次这样了。你这个惯犯，老实交代，他出多少收买了你？没有啦，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单着也不是个事啊，每次我要去约会都得带着你，多尴尬啊！少废话，你那男朋友不也是我给你找的吗？其实我和林婉如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早在高考前，林婉如就在江边见到过我，当时她以为我想不开，所以聊了几句。这小子也挺有意思的，陪他聊聊，看他怎么说。刚点完添加的我，才过了不到1分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的盼望林婉如能快点加上我。加上了。我是个大直男，不会聊天呀。胖虎怎么办？胖虎可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笑嘻嘻的说道。峰哥，我说你发，我给你发个图片，你先把这张图片发过去，他肯定会回。随后我收到了胖虎发来的图片，居然是一只癞蛤蟆。这，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出丑吧？放心，哥们不会害你，听我的就对了。我咬了咬牙，硬着头皮把癞图片发了过去，不到3秒。对自己的定位挺清楚的嘛。你回，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问下你吃不吃这玩意。挺会说话嘛。下一句说什么？你说看了下你的朋友圈，照片很一般嘛。难道你近似2000度吗？怎么办？别急，你再回，我说的没错呀，那里面根本发现不了你的美。我不想再看到你发来的一个字。胖虎，你可别给我搞砸了。快，现在马上回2个字，但是什么？现在你慢慢回。现实中我见过你本人2次了，你的美已经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朋友圈的再好看，也没你本人美啊。你这嘴怎么就那么会说呢？现在回，我要不这样，怎么能引起你的注意啊？我确实注意到你了，然后呢？你回，我准备干件大事。什么大事？当然是准备约你啊。不好吧？会不会太快了？相信我，发出去你就知道了。你想啥呢？我没空。眼看这天就这样被聊死了，我一脸无赖的看着胖虎。峰哥淡定，马上就要成功了。现在你告诉他，好歹我也算个2代。一般来说，大多数女孩都会委婉的同意，而你却直接拒绝，你非常特别。原来你是个海王。怎么办？越聊越喜了。你再回，没错，我就是一个长得有点像癞蛤蟆的海王。那么现在有个绝世美天鹅拒绝了我，我该如何是好？我可不是什么绝世美天鹅。我说你是你就是，那你能告诉我，我要怎样才不会被拒绝吗？那就简单了，你要投其所好，说不定这只天鹅明天正好有空，又正好想吃火锅，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人陪。然后你说那好，正好我明天也有空，也想吃火锅，也是一个人，又不知道哪家火锅好吃。对了，我学过摄影哦，拍照技术贼好。行了，剩下的我自己来。这天晚上，比我知道我家是全国首富那天还兴奋。我们一直聊到深夜，兴奋的我直到凌晨5点才睡着。刚睡着就做了个梦，还梦到了林婉如。我们手拉着手走在街上，突然一群人就围了过来。小子，就你这样也配牵我们林女神的手出门望照镜子了吗？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这可是我们的冰山女神，就你也配？小胳膊小腿，小细狗该回家喝奶了。闭上你的嘴！哎呦！一声惨叫，我从梦中惊醒后发现，老爸正捂着脸瘫坐在地上，满脸写满了愤怒。好小子，这才告诉你真实情况几天，你居然就敢对我动手了！早知道我就瞒你道喜，把所有家产都带进棺材。完了，怎么打在老爸的脸上了？这可如何是好？老爸，你跑到我床边来干嘛？该不会是……你说干嘛？你看看太阳，马上都要落山了，你还不起床？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你这刚刚考上大学就这样，以后还得了？不是的，老爸，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
解释个毛线啊！我要收回家产，你还是去过你的苦日子吧。逆子啊！我妈是黑帮大佬，我爸是魔都首富，而我却捡了18年的剩饭。所有人都说我爹妈有事情瞒着我。我延3天3夜之后，他们终于承认有100亿。然而我那患难与共了3年的女友，却依然选择离我而去。赵晓峰，对不起，我们不合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认识林婉如之前，虽然我早就知道我这个女友和班长秦阳有些问题，但是听到他们亲自说出来，我还是有些不舒服。小峰，你可以吃完这顿饭再走。虽然小柔现在是我女朋友，但是我和你依然还是好哥们。正当我和胖虎准备离开包间时，博悦豪庭酒店的经理带着几个美女服务员，手里捧着各种看上去就很贵的菜品走了进来。所有人都以为这些都是班长秦阳安排的，还得是我们秦少，这些菜品我可是见都没见过。对了，这2个人麻烦你们把他请出去。就连旁边的小柔也是一脸的得意，而此时的秦阳却是一脸的蒙圈。李马，这谁点的菜呀？静悄贵的点，虽然家里有点钱，但是每个月也就那么点生活费，这不得把我给吃破产了。秦阳扫了一眼在场的同学，他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说道：大家别客气，使劲造，不过再点。此时一直没说话的酒店经理终于开口，而且还深深地弯下了腰。少爷，对不起，我来迟了。此时秦阳才反应过来，原来刚刚进来的除了服务员还有一个人。这不是博悦豪庭的刘经理吗？以前老爸带我来这里吃饭都要看他的脸色，今天他居然叫我少爷。秦阳赶紧走了过来。刘经理干嘛这么客气？我就来吃顿饭而已。这，请问你哪位？我是秦阳啊，那个我爸叫秦寿。啥玩意？看着挺正常一小子，怎么就是禽兽的儿子？刘经理，谢谢你送的这些菜肴，我感激不尽。刘经理满脸写满了尴尬。小子，谁说我要送你菜了？这些可是上等的菜品，只招待特殊的贵客。就算你父亲来了，给钱我们也不上。就在众人都还一脸蒙圈之时，刘经理再次喊道：对不起，少爷，是我考虑不周，没有第一时间迎接你。所有人全都被眼前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给他们100个脑花。他们也想不到，上一秒对秦阳爱答不理的刘经理，下一秒却对赵晓峰点头哈腰，一个劲的认错，就连赵晓峰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不是，我就一捡剩饭的，咋就成你家少爷了？我可不敢认错啊！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爸赵霸天为了不让你成为纨绔子弟，瞒了你18年。半小时前，你爸突然打来电话，叫我们都不用装了，高考结束了，他已经给你摊牌了。这家酒店就是你爸名下产业的冰山一角。此时，在场的所有同学都不淡定了，一个个跟傻了一样的看着赵晓峰，而小柔更是脸色煞白。怎么可能？一个捡了18年剩饭的人，他怎么就成2代了？完了，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赵董事长吩咐过了，666号包间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请少爷一步。一听小峰要走，所有同学不淡定了。小峰同学，你看我们平时关系也还不错，你就在这里吃吧，还要去别处麻烦。对，小峰你走了，我们也就散了，就在这吃吧。就连秦阳也厚着脸皮说道：是呀，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当我是个屁。赵晓峰看着这群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同学，满脸写满了失望。离开前，胖虎终于忍不住了：你们这群白眼狼，眼看我峰哥身份变了，你们的嘴脸也跟着变，现在知道抱大腿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此时苏柔再次说道：同学一场，没必要搞成这样。我根本没心思理他们，对胖虎说道：胖虎，我们走，我请你吃小龙虾去，顺便叫上李浩。李浩也是和我们玩得很好的一个好哥们，今天他没来，就是因为不喜欢秦阳。我走以后，刘经理一脸霸气地说道：刚刚是谁对我们少爷无礼了？给我站出来！刘经理，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呀，都是钱阳请我们来的。对，我就是来吃饭的。刘经理也不想再跟这帮人理论，转身离开。整个包间剩下的只有尴尬。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好好的一顿同学聚会，搞成这样子，秦阳，你这个班长怎么当的？是啊，没想到这个赵晓峰藏得这么深，连和他患难与共3年的小柔都不知道。该不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吧？我听说今天下午学校门口有个家长开着劳斯去接他儿子，而且在高考结束前，他们一直瞒着他家里的情况。这人该不会就是赵晓峰吧？短视频里有。随后众人全都掏出手机一查，全都傻眼了。短视频里的人就是赵晓峰。那啥，家里的老母猪早上刚刚产了崽，我得回家护理，这饭我就不吃了。我也是，家里美人鱼快生了，我着急回家接生。再见了各位。母猪的产后护理我也想学，我也去看看。很快，所有人像躲瘟神一样，全都不敢再和秦阳有任何关系，而苏柔却依然待在原地。怎么会搞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这下我们整个秦家都要跟着倒霉。此时的我并没有在酒店享受大餐，而是和胖虎还有李浩来到路边一烧烤店，点了些串和小龙虾。耗子，你可不知道，我们峰哥可不简单，他居然是个2代。
你才知道吗？知道为啥今天晚上秦阳请吃饭我没去吗？我早就看出来咱峰哥不一般。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咋看他也没有二代的气质啊。你以为我想啊？爹妈瞒了我18年，结了18年的剩饭，原来我既是个2代。赵晓峰心里全是委屈，18年了，也算是熬到头了。峰哥，现在苏柔估计肠子都悔青了。我把话放在这，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会回来找你。我想了想，现在我也成年了，既然苏柔成不了我的女朋友，何必在一棵树上吊着？于是，接下来我在江边散步时，偶遇冰山女神，又在步行街撞翻了她的桌子。在胖虎的助攻下，终于和冰山女神林婉如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还答应了我第2天的约会。小峰，第一次约会你就带人家来酒店嘛？很明显，林婉如心里有些害怕，继续说道：“那个，我家亲戚昨天刚来，还有几天才走。”我说你这脑袋瓜里装的都是些啥呀？别看这是家酒店，但是他们家还有火锅，今天只吃火锅。男人为了寻找刺激，居然点开了一个神秘链接，不成想却激活了无限刨冰系统，只要花费银元就能召唤士兵。本就是个富2代的他，欣喜若狂。几乎是在同时，缅北的一家园区也盯上了他。很好，又盯上一个龙国猪仔，居然还是个2代。这种人用钱无法诱惑。如烟，使出你的杀手锏，让他上当，然后把他骗到缅北来。好的，老板，你就等着收钱吧。几分钟后，男人发现一个陌生的美女主播给他发来一个带着致命诱惑的弹窗，男人立刻点开，两人立刻聊了起来。正当诈骗分子以为男人已经上当，准备收网时，突然不看，这明显就是诈骗分子玩的把戏。美女主播直接愣在原地，她被骗到缅北已经快1年，身经百战，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在中途突然中断聊天。你确定不再和我聊下吗？不聊，美女主播看得见却摸不着，没啥意思啊。正当小峰想把美女刚刚发过来的视频保存起来，准备日后再次欣赏时，屏幕上却突然显示视频已被加密，无法保存。想要保存视频，必须继续和我聊天。如果小哥哥觉得这还没啥意思，可以直接到缅北来找我。一听对方在缅北，小峰心头一紧，你该不会想嘎我腰子吧？小峰又转念一想，怕个毛线，家里有的是钱，而且我现在还有个刨冰系统，别说是小巷缅北，就是阴江我也敢去。你把地址发过来，我马上就去找你。随后，小峰带上2万银元，在系统的指引下，很快就来到了缅北。为了确保安全，赵小峰开始召唤系统。系统，我需要武装保护。恭喜宿主获得2名初级士兵，忠诚度100%，全身由钛合金打造，坚不可摧。同时，系统也已对宿主身体进行了升级改造，获得人类顶级特种兵王体质，直播权限同步开启。一瞬间，小峰全身感觉犹如脱胎换骨，浑身充满了力量。爽！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开启直播？开启直播可吸引更多人气。刨冰系统兑换士兵不但需要银元，还需要人气值。原来是这样，直播间的各位。大家好，我叫赵晓峰。哦不，来到这里，我应该取一个别名，以后我就叫赵小龙。美女主播邀我来缅北，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入诈骗园区，立刻开始我的缅北之行。尼玛，现在的主播为了点流量，真是啥都敢干呀！居然跑到缅北去了，这怕是嫌自己腰子太多，想去做点贡献吧？对呀，我邻居家有个傻儿子，大学刚毕业就被骗了过去，家里人花光了家产也没能救出来。我怎么看这场景都不像是在缅北，该不会是剧本吧？小龙并没有过多留意直播间的节奏，很快3人来到事先约好的园区门口。站住！园区重地，禁止入内。我是你们这里一个主播约来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一番沟通后，几名马仔确定了我的身份。你好，欢迎来到缅北最大的3T 园区，祝你玩得开心。别墨迹，我着急见美女。这就带你进去。不过园区内娱乐设施众多，为了设备的安全，我们要搜身检查。小子，双手靠墙，别动。正当几名马仔准备上前对我进行检查时，身后一名士兵一个瞬移，马仔立刻就飞了出去。好你个憨货猪仔，懂不懂规矩？啥规矩？兄弟们给我上！还没等几名马仔出手，身后的2名士兵就将他们全部撂翻在地。一瞬间，直播间人气暴涨。踩，真是精彩！这群诈骗犯的走狗，可算是给那些被骗的人出了口乐气。这人到底是什么存在？你看他都还没出手，仅靠2名保镖就制服了10几个马仔。我怎么看都觉得这2名保镖是部队出身，还是顶级的特种兵那种，这可不是什么剧本能演得出来的。完了，马仔居然有 AK， 赵小龙危险！几乎是在马仔掏枪的同时，2名士兵又是一个瞬移，缴下了所有马仔的 AK， 所有马仔全部倒地。还有活着的没？立刻去叫你们这里的头出来见我。老板您息怒，我这就去叫我们经理。几分钟后，园区头目来到门口，
一群废物，3个人就把你们全都干翻了，居然还是徒手。请问贵公子什么来头？这里是不是你说了算？当然。那好，我千里奔袭来到缅北赴约，你们就这样迎接我吗？原来是有人牵线，多有得罪。我姓苟，你可以叫我苟经理。请问公子怎么称呼？我叫赵小龙，龙国的龙。昨天晚上，你们这里一个美女主播约我来到。原来是来自龙国的龙少，还得是我们如烟的手段好，居然真把这2代公子给勾过来了。进了园区就是我的地盘，我看你还怎么牛！我要慢慢收拾你这头肥猪。我很清楚眼前这个狗经理心里在想什么，但他可能不知道我到底有些什么手段。磨磨唧唧的干嘛？我赶时间，立刻带我去见他。马上带你进去，请跟我来。随后，在狗经理的带领下，小龙来到一个豪华大厅。我们这有几百个美女主播，你随意。我只要如烟。如烟，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龙少你好。你就是如烟，我可是说话算话，真来找你了，你就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原来是你，你怎么真来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之所以那样说，都是被胁迫的。你想来倒是简单，想出去，原来他也是被骗来的，居然跟我说了实话，还算有点良心。如果有机会，就把他解救了吧。此时，狗经理看我们还在聊天，走过来说道：“怎么还没开始？这里什么项目都有，不知龙少想玩什么类型的牌？我无所谓，什么都行。”等等，为了你等下能顺利体现，我们需要先看看你带了多少钱。什么？没人告诉我来这里需要带钱来啊！况且我龙少身上从不带钱。啥玩意？我看你是来搞笑的吧？啥也没带你也敢来？我连夜千里奔袭，图的就是一个开心。说吧，有没有其他什么玩法？当然有，可以拿你身上的零件做抵押，腰子30万，心肝50万，眼镜也可以。行吧，你看我这全身上下能换多少，你给我来多少。不多时，一个马仔举着一个行李箱递给了我。此时，直播间的人气已经来到50万加，可兑换的人气值也有30多万。检测到宿主准备娱乐，为宿主开启全息透视技能。有了这项技能，我看这诈骗园区所有人的腰子，怕是要都归我了。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看好了，今天就是这群诈骗犯的末日。不到半小时，场内所有的筹码都被我收入囊中。哼，赢得再多有什么用？你有命花吗？来人！男人为了约见美女主播，不但偷偷的跑到缅北与柳如烟畅聊人生，还跑去赌钱。正当他将场内所有筹码收入囊中之后，园区头目突然叫来一群马仔，将他团团围住，并告诉他想离开必须留下腰子。哼，好小子，居然敢在我3T 园区耍花样！这里可是缅北，来人，把他给我绑了，2个腰子都得留下。啥玩意？玩不起是吧？检测到宿主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请问宿主是否开始召唤士兵？召唤，立刻给我召唤！成功召唤武装士兵500人，消耗银元35万。随着我一声令下，我那无线爆兵系统直接召唤无数武装士兵，不到1小时，整个3T 园区就被彻底控制。狗经理，不好了，园区被人占领了，外面密密麻麻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对，所有人都被干掉了，就剩我们2个了。这怎么可能？哪里冒出那么多士兵？完了，3T 园区彻底完了！快给亨利打电话！一个士兵立刻瞬移夺过手机。拿来吧你！现在给谁打都没用。很好，统计下园区里有多少人是从龙国被骗过来的，都解救出来。如烟，你等下直接跟我走。好的，龙少，谢谢龙少。赵小龙，你别嚣张，这里可是缅北，就算你把我拿下了，我上面的人也不会放过你。管你上面还有谁？说，园区里有多少钱，都在哪里，统统交出来，我饶你不起。不到500万，都在保险柜里。啥？据我了解，如烟来这里快1年了，她每天的都在100万以上。你们这里面有上百个美女主播，你居然告诉我只有不到500万，你说我信吗？真的只有这么多了？其实我也只是个马仔，我上面是白氏集团，每次园区骗来的钱超过500万，就必须上交给他们。原来如此，你们这群欺骗龙国人的祸害，今天我必须把你们连根拔起。只要你答应我，放我一条生路，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答应你，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不嘎你。我之所以这么爽快的答应他，也是因为我刚来缅北，人生地不熟，正需要他这样的助手帮我引路。随后，我用在3T 园区收缴来的450万召唤出系统。450万可以爆兵多少？5000士兵消耗300万，另外人数超过1000以后需要建造兵营，每个兵营可容纳1000人，5个兵营消耗150万。请问宿主是否召唤和建造？建造，立刻建造。建造完成。士兵每次战斗需要消耗大量武器弹药，请宿主尽快提供相应的矿产资源。还需要矿产资源？狗经理，附近哪里有金银铜铁矿啥的？
随后，在狗经理的指引下，新召唤的5000士兵很快就占领了附近所有的矿产资源。恭喜宿主已完成士兵补给供应链，现在可发动大规模战役。立刻按照狗经理标注的点位，对附近所有的电站园区进行清剿。如果发现被骗过来的龙国人，一律遣送回去，交给当地警方处理。长官，附近20公里范围内几乎已被我们全盘控制，并缴获大量资产，粗略统计3亿左右。不错不错，这可都是我龙国人的血汗钱。系统继续报兵，这破地方的诈骗团伙远远不止这些，通通都给他剿灭了。恭喜宿主获得打击诈骗第1人称号，奖励2级兵营和3名指挥级军官。祝宿主早日踏平缅北，荣归故里。李马，原来你这系统就是要我彻底消灭这群诈骗分子呀！有了3名指挥官的指挥，我也轻松了不少。然而，作为缅北集团的控制者，白氏家族可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毛头小子，居然搞掉我4、5个园区！父亲，听说这小子是从龙国来的，看样子他的实力不在我们白家之下，要不我去和他谈谈。也只能这样了，如花，你立刻去谈，不管结果如何，立刻向我汇报。很快，白如花来到我的营地，刚来就被我的手下给绑了。龙少，你这是几个意思？我可是带着10分的诚意来和你谈判的。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这些年来，你骗了我多少龙国同胞？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不就是一些猪仔吗？你的最终目的不也就是为了钱吗？我们出5亿，你立刻离开缅北。5亿？你家族有多少个5亿？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等我拿下你们白氏家族，全都是我的。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胃口！你以为我们白家就到头了吗？实话告诉你，我们上面还有人，而且是你根本惹不起的存在。哟呵！这层层分包的套路被你们玩的是明明白白吗？你的上面居然还有人，以我现在的兵力，你认为我还能怕谁？此时，一名指挥官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报告长官，龙国大使在门外等候多时，说是有急事求见。怎么不早说？如烟，他就交给你了。小龙，你的事迹我们有所了解，但是什么？难道我做的不对吗？不，打击缅北地区的诈骗犯已经刻不容缓，也是我们最想做的事情之一。那几位过来到底有什么事情？关于各方给到的压力，我暂且不告诉你，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来的目的是需要求助于你，很多事情我们不方便出手。还没等大使说完，突然，你只是随便放了个屁，女人就追着你闻了3条街。你随手丢了个破水瓶，却被校花瞬间捡走，并视如珍宝，每天用它喝水解渴。原来这是一个女多男少的世界，一个有上千万人口的地区，却只有100个男人，男女比例已经来到了恐怖的1比10万。女人想要讨到老公，不但要有车有房，还要有100万彩礼。没钱的女生只能梦里寻他。广大市民请注意了，尤其是男性市民，昨天傍晚时分，一名独自外出的男子被几名女生强行拖到路边，目前男子已被解救，生命体征平稳，但意识模糊，全身无力。施暴的几名女生也已经被抓捕，面临他们的将是终身监禁。天黑路滑，请广大男性市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出门随身携带防羊喷雾和2斤香蕉。而此时，你正是这100名男人中的其中之一。李马，啥情况？我不是在缅北打击诈骗犯吗？怎么又回来了？小龙，今天可是大学开学第1天，你作为学校里唯一一个男生，你可得小心了。老妈亲自送你去学校。随着脑花的一阵剧痛，大量信息涌入，原来你在缅北打击诈骗时遭遇了核打击，一瞬间穿越回了龙国。不多时，你来到大学学校门口。哇，如痴姐，快看，男人是男人，学校里居然来了一个男人，这也太帅了吧！我真想和他生一堆猴子。臭不要脸，你也就想想算了。上个月有个女明星结婚，不但给了男人100万，还搭上了一整个小区的房子，听说那个男人还极不情愿。是啊，现在要是没个千把万，想要讨到老公，那简直就是黑天鹅想吃金蟾蜍，比某足进世界杯还难。还好我特意找食堂大妈借了3斤面粉化妆，你看我多美。如痴姐，要是你能把这个男生追到手，能不能借我看上那么1天？就1天，我只看看就好了。你倒是想得挺美。他来了，他拖着行李箱，迈着小步伐向我走来了。学弟，行李箱给我就行，这粗活累活怎么能让你来干？不太好吧？拿来吧你，我叫白如痴，他叫白如雪，以后你就是我如痴的男人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对我说。不，学姐，我们还不熟。此时又有几名女生向我走来。白如痴，放开那个男人，有事你冲我来。李如花，
怎么在学校门口没堵到人，现在想到我手里来抢是吗？白如痴，你要点脸行吗？开学第一天你就勾引男人，瞧你脸上的面粉比校门还厚。那可不，本姑娘敢做敢认。你要不想男人，你干嘛去学校门口等？没想到吧，人家从后门进来了。你给我闭嘴！两位学姐，别打了，我谁也不要，我一个人挺好。说啥呢？我白如痴看上的男人，别人休想。搞啥呢？瞧你们没见过男人那死样子，作为稀缺物种，男人享受一级保护，你们这样争来争去，懂不懂规矩？请问这位学姐又是哪位？我可是本校4大校花，不，应该是4大校花之首柳如烟，我可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跟我走就知道了。如花如痴，还有如雪，你们去学校门口迎接其他新生，他就交给我了。走，姐带你去宿舍。好你个柳如烟，哪都有你，还次次都抢人家男人。我说如烟学姐，咱这手能不能别拉这么紧？你弄疼我了。小龙同学，你可是享受一级保护的男人，我这样是一松手，我怕你瞬间就没了。那你走慢点行不行？到了，这就是你的宿舍。由于你是全校唯一的男生，所以给你专门安排的一个单间。不是学姐，这床单被褥的怎么都是粉色？还有这大号的创可贴，是怎么回事？而且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着女生宿舍楼，你确定没来错地方？你难道不知道，这学校已经10几年没来过男生了？除了骨瘦如柴的校长，你是唯一的男人。男生宿舍楼早就被那群花痴给吃了，而且外面的超市全是卖女生喜欢的，很难买到适合男人用的。那啥，那我只能勉强接受了。对了，我特意叫保安阿姨给你多装了几个门栓，晚上6点以后一定要把门反锁好了，否则你可能会像15年前那个来到这里的男生一样，不到3天他就消失了，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找到。这还得了？听说学校里有2、3千女生，这是妥妥的要被榨干呀！老板给我来10斤枸杞，10斤生蚝，20斤狗王酒，全部打包，我着急带走。哟呵，小姑娘看不出来吗？你买这些家里是有男人了吧？少废话，赶紧给我装起来，我要拿回家给我男人好好补补。什么？还真让我猜对了。那啥小姑娘家里缺不缺保姆啊？我啥菜都会做，保证给你伺候的妥妥的，还接受24小时随叫随到服务哦。行了，别拼了，一个柳如花我都差点抢不过，这再带个保姆回去，那不更完了？还是自己亲自下厨做吧。如是，还是你脑袋瓜机灵，知道学弟刚到学校一定饿了，你这买的可都是上好的食物，学弟肯定喜欢。要想拴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拴住他的胃，就凭这点，他柳如烟就不配和我抢。小龙学弟，忙了一天了，你肯定饿了渴了吧？这是学姐给你泡的枸杞茶，还有这10斤生蚝，再配上这个王酒，包你立刻精神焕发。谢谢学姐。学姐，你以后都会给我送吗？只要你喜欢，我隔半小时给你送一趟。好你个白如痴，你果然在这里，知不知道孤男寡女不能共处一室？我在哪关你屁事？再说了，这都天黑了，你跑来踢开学弟的门，你几个意思？你这嘴！终于清静了，这2个小祖宗，我实在受不了。哇，男人，好帅的男人！姐妹们，快出来看呀，咱宿舍楼来男人了！男人为了打击诈骗，居然偷偷跑到缅北，只用了2天，不但清剿了6个电诈园区，解救了大量龙国同胞，还一举拿下了整个小猛拉的控制权。原来他有个无限暴兵系统，只要花费1元就能召唤士兵，就连龙国的特种兵也要靠他救援。小子，别过来，大不了我来个鱼死网破，大家都活不成。整个小猛拉已经被我控制，你逃不了的。放了他们，我保证给你留条命。被绑架的是2名龙国特种兵，2天前遭遇当地军阀围攻，被当地军阀势力绑架。原来这几天把缅北搅得天翻地覆的人，居然是个毛头小子。我可以放人，但是你必须保证让我安全离开。好，没问题。园区里有架直升机，你可以用它离开。白小双不知道的是，直升机的内部早已被我安排手下安放了遥控炸弹，只要他赶上飞机，他肯定活不成。你只能一个人上飞机，人质和你的手下必须留下，否则你别想起飞。你们给我退后，我安全上飞机后就立刻放人。好的，我们退后。阿万，对不起，我只能抛下你了。白主管，阿万的命永远属于你，你赶紧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阿万，动手！绝不能让这小子继续活着留在缅北。办。此时，阿万掏出一个手雷，想要与在场的所有人同归于尽。大佬不但出枪快，还打得那么准，这项危险彻底解除了，又可以回龙国继续钓鱼了。可惜让白小霜那女人给跑了。放心，她跑不了。王五引爆直升机上的炸弹。遵命主人。随着一声爆炸，白小霜殒命，整个小猛拉的战斗也算告一段落。攻占下来的地盘也正好用来安置3万士兵。下一步，进攻缅北4大家族和亨利集团，彻底清剿所有诈骗分子。恭喜宿主成功踏平小猛拉，缴获50亿银元。请问宿主是否升级兵营到3级？升级，必须升级，立刻马上。恭喜宿主花费15亿银元，兵营升级成功，开始为宿主打造更高级的武器装备。王五有什么吩咐主人？把所有解救出来的龙国人全部送到龙国大使馆，让他们进一步核实他们的身份。至于那些他国人员和俘虏来的军阀士兵，通通送到金矿给我挖矿，只要他们赚够一定的银元，就让他们回家。立刻就办主人。缅北的这一番腥风血雨，在网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龙国高层更是喜忧参半。但是有一群人，缅北4大家族和亨利集团，他们绝对是瑟瑟发抖。一群吃白饭的废物！你们这群盘踞在缅北数十年的大军阀，居然被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打得落花流水，害我损失接近50亿。这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还突然就组建了几万人的部队，个个人高马大，武器装备精良。我驻扎在小猛拉的一个团，几乎全军覆没，一个活口都没回来。你这算什么？我白家虽然没有与他正面交战，但是我的侄女白小霜已经被他干掉，我女儿白如花被他控制，目前生死未卜。说这些也没有，这小子有眼不见，不但没把你们4大家族放在眼里，就连我亨利的名头，他似乎也不买账，没有一点谈判的余地。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必须兵合一家，不管我们之前有什么恩怨，目前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把这个赵小龙赶出缅北再说，否则大家都没好日子过。你说的很对，我身后的西方财阀大佬们也这么认为。我命令你们4大家族现在必须团结，军队的指挥权都交给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回小猛拉。据我了解，这个赵小龙有3万余人的兵力，还有坦克大炮。我们4家目前剩下的兵力一共也就不到2万，寡不敌众，这仗没法打。我现在非常怀疑这小子背后是不是得到了龙国的支持，不然他哪来那么多的兵力和武器弹药补给？我李家出兵不是不可以，但是东边的瓦邦王他必须也要出兵，这样我们就有大概4万来人，可大大增加胜算，同时也不能让他瓦邦王做山关武斗，坐收渔翁之利。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会立刻让他出兵，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的，毕竟小猛拉有一部分地盘也是他瓦邦王的。这片破败不堪的土地曾经是西方帝国的殖民地，直到现在，当地军阀的背后依然还有他们的影子。然而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明争暗斗，除了当年想要在此立国的坤沙以外，能让他们如此团结的，也只有赵小龙一人了。主人，根据卫星照片显示，在小猛拉的西北面有大量的部队正在集结。有多少人？都装备了什么武器？根据无人机抵近侦察发现，几乎是缅北所有的军阀势力全都出动了，包括瓦邦王的部队也在其中，兵力接近5万，都是一些常规武装，有少量重武器。不用多说，这肯定是冲我来的。王五立刻动员部队，准备出击。我们要先发制人，把他们消灭在进攻的路上。检测到宿主目前兵力不足，请问宿主是否再次报兵？你还真是个贴心的系统，立刻开始报兵3万。随后我带领着6万大军直扑缅北联军营地。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居然也学人带兵打仗！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叫赵小龙的龙国人。男人被美女主播骗到缅北，不但占领了8个电诈园区，还救出了钓鱼佬表弟。随后就遭遇缅北4大家族和瓦邦王4万多武装士兵的围攻。不料男人居然有个无线报兵系统。小子，缅北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劝你交出园区控制权，立刻滚回你的龙国。我瓦邦王可以当你没来过。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毛头小子，怕他作甚？命令部队全军出击。面对瓦邦王的威胁，我丝毫不慌。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踏平缅北，彻底清除祸害我龙国同胞的电诈园区。李马，跟我比人多是吧？检测到宿主正处于极度危险中，已为宿主报兵5万，花费20亿银元。宿主目前拥有7万兵力，踏平缅北指日可待。由于报兵系统的不断报兵，瓦邦王和4大家族的4万多人很快就溃不成军。他到底哪来的这么多兵力？不是说他赵小龙只有2、3万人吗？
将军不得了了，四面八方都是龙国士兵，密密麻麻，火力还猛得不得了。将军，前方快顶不住了，派上去的4万人，目前没剩几个活的了。不好不好，我们好像被包围了。什么？这个赵小龙到底什么来头？连我瓦邦王都被他包围了。对面火力太猛，风景扯呼。张震天，你个废物，你给我回来！王五，有人想跑。明白，主人。救我！救救我！我想妈妈了，我要回家。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还有口气的就我们几个了，快跑啊！经过坦克大炮的轮番炮击过后，佤邦军所剩无几。随后，地面部队开始进一步清剿残余。很快，佤邦王的指挥部也被我方占领。你们谁是佤邦王？一群废物。不错，我就是佤邦王。小子，我劝你别这么嚣张，我身后可有西方鬼佬为我撑腰。你都成这样了，你还不低头？成王败寇，我确实被你打败了，但我身后的势力，你却不是他们的对手。我管你身后有谁，我现在要接管整个佤邦，你没啥意见吧？你做梦，你想都别想！想我佤邦王来到这缅北快20年，整个佤邦集团已经被我经营的铁桶一般，要是没了我，下面的人没一个会听你的。你这意思就是在和我谈条件哦？想要我放你一条生路，你明说。是又怎样？只要我一死，整个佤邦就会立刻陷入无尽的内战之中，到时候你有再多的兵力也无法收拾残局。据我所知，你手下最大的军阀是鄂昂集团，只要你不在了，他很快就会替代你。你到底想要怎样？我可以让你不死，但是你必须听我安排。你手里拥有整个缅北所有军阀以及他们控制的电诈园区的详细资料，这些你都必须交给我。你居然有这么大的野心！控制小猛拉和我佤邦后，你还想控制整个缅北？到底是谁给你的底气？别再跟我废话，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就行了。我特么能不愿意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命要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保证我家族成员的安全。这点你放心，现在还没人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随后，佤邦王向我交代了整个缅北的一切。什么？居然还有个黑寡妇？是的，她叫程婷，势力庞大，就连亨利6世都要给她面子。亨利6世又是谁？其实他就是西方鬼佬安插在这里的人员，他掌控着整个地区的经济分配，所有军阀手下园区诈骗来的钱财，大部分都要上缴给他。那这么说，这次你们组成缅北联军来围攻我，也是他指挥的哦？是的，没错，最终指挥权在他手里。经过佤邦王的交代，我终于明白，原来这片土地被搞得乌烟瘴气、破败不堪，这一切都是亨利集团操控的。知道亨利6世藏在什么地方吗？这家伙神出鬼没，很少人知道他具体落脚点，但上一次他召见我们是在附近的一个庄园。想要彻底铲除亨利集团，需要从长计议。随后在佤邦王的带领下，开着直升机来到佤邦司令部上空。不好，有敌机入侵，全员戒备，准备击落敌机。哟呵，这就是你的手下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你在飞机上吗？居然还敢开炮！主人，下方有防空火炮，是否需要清除？立刻清除。收到，主人。这群混蛋！下面是谁在开炮？没看见我在飞机上吗？对不起，司令，我立刻下令停止射击。刚才到底是谁开的火？给我拉出去枪毙10次！对不起，司令，那几个人没必要枪毙了，已经被炸死，现在连灰都找不到了。龙少，你里边请，这里就是我的司令部，以后这里你说了算。这什么情况？不可一世的佤邦王居然对一个龙国来的毛头小子俯首称臣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当佤邦手下一脸蒙圈的时候，我的后续部队全面开检，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他们根本惹不起的存在。系统在司令部安放3个兵营，以便后续刨冰和建造武器装备。系统明白，立刻安排。从今天起，我的部队正式命名为龙腾军，佤邦司令部改名为龙腾司令部。安顿好士兵，现在应该和佤邦王谈一谈银元的问题了。这到底什么情况？你一个大名鼎鼎的佤邦王，怎么只有不到30亿的银元？说你都把银元藏哪了？冤枉呀，龙少！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们的园区虽然每天会骗几千万，但是绝大部分都上交给了亨利集团。严格意义来说，我也只能算是一个大马仔而已。又是亨利集团。随后我没收了这几10亿银元，用来刨冰，同时还有几座矿山。经过几天的刨冰，我的1级士兵数量已有5万，2级和3级士兵也达到2万。兵营研究所也制造出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这龙腾军的实力简直就是逆天啊！以前的佤邦军和他相比，那简直就啥也不是。佤邦王惨败一点不冤。王五集结部队，出兵6万，目标亨利6世的庄园。记住，我要抓活的。
另一边，亨利六世正在他的庄园内，向他远在大西洋对面的金主鬼佬们汇报缅北的情况。没错，我们这边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不过请老爷们放心，目前的局势我还能控制。此时门外传来一声巨响。男人每天闲着没事干，居然跑到了缅北建国称帝，只用了3天，不但活捉了打腰子的诈骗分子头目，解救了大量龙国同胞，还轻松缴获了几十亿银元，就连有上万军队的佤邦军阀也被他消灭。原来男人有个无限暴兵系统，不料这一切却引起了西方财阀鬼佬们的强烈不满。赵小龙，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这样做必将引起外交风波，后果很严重，你承担不起。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头，就是西方财阀鬼佬们安插在缅北操控电诈园区的幕后黑手。此时他的几十名保镖端着 AK 冲了过来。王五，除了亨利六世，其他的一个不留。明白，主人。随后，我的几个2级士兵直接赤手空拳冲入人群。这些到底是人还是机器？报告主人，所有保镖已经彻底清除。我再说一次，我是不列颠高贵的贵族老爷，到底是谁给你们的雄心豹子胆，居然敢这样对我？不列颠是吧？贵族老爷是吧？王五，给他点甜头尝尝。遵命，主人。不是，这就是你说的甜头吗？停！我知道错了，求你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哼，你也配自称为人？刚刚你不是很嚣张吗？这么快就怂了吗？我认怂，我不是人。行了，王五，把他带过来吧。你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抓你？你心里没点数吗？你都联合缅北所有的军阀围攻我了，难道我就不能反击吗？尽管亨利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但他心里依然不服，又继续威胁道：小子，我劝你到此为止，否则西方的财阀老爷们绝不会放过你。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彻底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和你拼命。哟呵，你都这样了，还在叫嚣是吧？在我眼里，人人平等，什么狗屁财阀贵族，通通啥也不是。从今天起，缅北我说了算，你控制的那些诈骗集团和贩毒集团，通通都是我打击的对象。不，你错了，想要和整个西方权贵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就连现在蒸蒸日上的龙国也没这个能力，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区拥有几万兵力的地方军阀。狗叫的，真是烦人！不给你点颜色，你就不听狗叫是吧？你还敢动手？今天我要是少了一根头发，那就是你的末日。此时的亨利表面看起来非常害怕，但他心里依然还抱有幻想。好人不吃眼前亏，现在要想办法尽快脱身，然后回到母国，让财阀老爷们发动战争。一个区地方军阀敢和我不列颠抗衡，真是痴心妄想了。赵小龙，你现在放了我，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而且以后在电诈和冰糖方面的生意，我可以和你合作，你占大头都行。你想什么啊？把我刚刚说的话都当没听见是吧？王五把他装进猪笼，抬上直升机带回基地再说。不，我不进猪笼，那玩意实在太可怕。我有钱，我愿意给你钱，你说个数就行，千万别把我关猪笼。果然，打击土豪，抢占他的资源，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打击完亨利，龙腾军继续对剩余的电诈园区进行一一清剿。听说缅北来了的龙腾军，各大势力为之震动。几天前，这片土地还是电诈的乐园，而短短几天时间，就成了他们的地狱。兵，恭喜宿主，目前已经拥有300亿银元，可以升级兵营到4级。立刻给我升级！我这下彻底激怒了西方权贵，他们肯定会上门找事。恭喜宿主完成升级，已经开始为宿主打造领先全球的武器装备。系统能不能给我召唤一个女性机器人做我的秘书？王五就是个木鱼脑袋，除了打仗，其他的他啥也不会。当然可以，为宿主召唤了一个 T800人形机器人。不错，以后我就叫你爱丽丝，马上汇报最近打战况。好的，将军。目前缅北90%以上的电诈园区已被清除，剩下的也逃进了深山躲了起来。另外，果敢地区的黑寡妇最近购买了大批武装装备，似乎是想和我们开战，不过他只有1万余人。这个黑寡妇他想干嘛？区1万人，敢和我的10万大军抗衡吗？通知王五，立刻派兵清剿黑寡妇，我要活的。好的，将军。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拥有10万兵力和大量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我，完全可以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抗衡。爱丽丝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佤邦和果敢地区已经被我全面攻占，我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并立刻开始筹建国防部、外交部等国家体系，以发展高科技产品为主。成立独立国家的消息刚刚发出，第一个有强烈反应的就是缅国当局。欺人太甚，占我领土也就算了，他居然还敢宣布独立，这明显是在搞分裂。统领大人，果敢和佤邦一直都是高度自治区，
我们政府军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失去了对那片土地的掌控。那也不能让他龙腾军如此嚣张。他宣布独立，就是明摆着要与我们为敌，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要给他点颜色，立刻全国动员，把龙腾军赶出去。万万不可！根据投靠过来的军阀头目报告，这个龙腾军不但士兵个个英勇善战，而且配备了火力强大的各式武器装备，总兵力10余万，能在2到3天的时间内就彻底剿灭了缅北。我们的军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难道我就只能这样眼巴巴地看着他，在我眼皮子底下称王称霸？我还拿他没一点办法吗？办法倒是有，只是什么？别吞吞吐吐，我不想做懦夫。听说他还把亨利集团给得罪了，我们可以立刻求助西方势力，并且添油加醋，火上浇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激怒他们，只有他们才能打败龙腾军。这办法不错，你立刻去趟霸国。至于怎么做，我想你应该明。男人为了寻找刺激，居然跑到缅北打击诈骗，不但成功踏平了几10个电诈园区，活捉了所有嘎腰子的诈骗犯，还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立国称帝，横扫了缅北所有军阀。原来男人有个无线刨冰系统，不料却引起西方霸国的强烈不满。什么？一个小小地方军阀居然敢立国称帝？他这是一点不把我们西方霸国放在眼里呀！没错，将军，龙腾军虽然占的是我们面粉国的土地，但他这明显是在打你们霸国的脸。据我推测，这个赵小龙的背后一定有龙国的支持，否则他没那么大胆子。又是龙国，这个龙腾帝国的建立不仅侵害我们西方财阀和贵族的利益，更是对我们西方霸国的挑衅。所以将军，你们无论如何要出兵援助，必须灭掉这个龙腾帝国。此时，一向心眼比漏勺还多的霸国将军，居然想出了一个出卖友军的损招。一个小小地方军阀，哪轮得到我霸国出手？这样，我给你们提供武器装备，为你提供技术支持，有我们的支持，你们很快就能将龙腾军剿灭。此言一出，面粉国特使坐立不安。要知道，缅北地区已经混战了几10年，以政府军内拉胯的战斗力，连打一个佤邦军都费劲，而龙腾军却是凭借强大的武装力量，横扫了缅北所有军阀，统一整合了整个金三角。这将军，如果你们只给装备，我们恐怕根本不是龙腾军的对手。求你劝劝各位财阀贵族老爷，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行了，先这样吧，我再给你们10架最新研发的 F-32-5代半战斗机。这款战机有超强的隐形技术，能轻松进入他国领空，能瞬间摧毁他的地面部队。此时，面粉国特使心中突然就有了底气。要知道 F-32战斗机可是霸国最新生产的高科技战斗机，有了它，刚刚成立的龙腾国瞬间就会被灭国。另一边，我正听着爱丽丝汇报着战况。将军，目前缅北地区没了军阀势力，局势非常稳定。但是什么？别吞吞吐吐。根据情报显示，昨天下午，面粉国派出1名特使去了西方霸国，很有可能是去求援了。该来的迟早会来。我强势扫荡了诈骗园区和金三角毒枭，断绝了缅北黑色产业链，早就得罪了西方霸国的利益集团，被他们报复也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将军下一步有什么安排？告诉王我，密切关注霸国军队的动向，24小时卫星监测，随时汇报。好的，将军。与此同时，面粉国司令部中有了10架 F-32战斗机的空军总司令，正洋洋得意，远程指挥着空军作战。有了这10架 F-32，他龙腾军的所有地面部队分分钟就会被全部歼灭。到时候我看他赵小龙还拿什么与我们较量？是呀，区一个小小军阀，居然也敢在金三角建立帝国，到底是谁给了他勇气？这个赵小龙的背后一定是得到了龙国的支持，命令飞行员打击完龙腾军后，顺便进入龙国领空，打掉他们几个军事目标。警告一下，龙国不要再支持龙腾军。由于 F-32战机是蓝星目前最先进的5代战机，其隐身性能更是强的离谱，龙腾军根本没有侦测到任何敌机来袭的迹象。几番轰炸后，园区内的兵营都被炸飞。随后，面粉国的2架 F-32战机进入了龙国领空。大事不好，主人，面粉国不知道从哪里搞了10架5代隐形战机，速度6马赫，我们的战机连对方的尾气都追不上，对我们军营进行疯狂打击，我方损失惨重。与此同时，龙腾防空司令部内，王司令正满脸愤怒地看着电脑屏幕。司令，面粉国用霸国给他的 F-32战机大摇大摆地进入我方领空，还摧毁了我们一个防空基地。立刻起飞战机拦截，把他们全部给我打下来。已经起飞了，但是霸国的这几架战机说是5代机，但实际上已经接近6代，速度达到了6马赫，想要追上它需要点时间。司令，根据情报显示，这几架战斗机在进入我国领空之前，对刚刚成立的龙腾国进行了疯狂打击。什么？我明白面粉国什么意思了。随后，王司令立刻直接联系到了赵小龙。小龙，听说你遭到面粉军方的打击，损失惨重，我看你要不就回来吧。你一个区地方军阀，不是西方霸国的对手。王司
司令，谢谢您的关心，但是我居然已经立国，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被打击是必然的。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我们龙国在背后支持你，他们的战机都跑到我们领空，还开火了。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我的6代战机已经研制完成，马上就可以投入实战，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们龙国争回这个面子。挂完电话，王司令也是一脸无赖。要知道，龙国花费举国之力研发6代机数十年，目前依然还在理论阶段，他赵小龙怎么可能会有6代机？王五，立刻统计下还剩多少兵力，另外命令空军不要再起飞现有的战机拦截了，没用的，给我点时间，我会给他们最先进的战机。发生这样的事情，赵小龙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觉很欣慰。没有不长眼的敌人，又如何让全世界明白我龙腾军的强大呢？这是立国第一战，必须打出国威。我龙腾国要整顿全球，那些习惯了滥用霸权的西方霸国，末日到了。检测到宿主目前急需一款新型战机，请问宿主是否开始建造？你这系统这次反应有点慢呀，我都快全军覆没了，我不叫你你还不出来？行啊，立刻给我建造，速度要20马赫以上，带全息隐形，用可控核聚变动力推进，能做到吗？不就是6代战斗机吗？只有宿主想不到，没有系统做不到的，分分钟给你搞定。下一集我已经提前放在左下角了，大家可以去提前观看哦。再次感谢男人只是去了趟缅北，剿灭了所有诈骗团伙，简单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就遭到西方霸国的全面围攻，就连龙国军方也瑟瑟发抖，也跑上门来找事。赵小龙，缅北的诈骗犯已经被你清剿完了，所有的军阀也被你消灭了，现在你回国吧，否则西方霸国不但要灭了你，甚至可能牵连我们龙国和你们西方霸国开战，这样的后果是我们不想看到的。王司令，从我宣布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那天开始，我就回不去了。因为我在缅北打击诈骗集团，侵害了西方财阀和贵族的利益，西方霸国为了报复我，派出10架F-32隐形战机对我的基地进行疯狂打击，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进入龙国领空，龙国的飞机拦截，结果由于对方的6代机速度达到了6马赫，根本追不上，所以龙国的王司令才会这么着急地找到赵小龙。王司令，他霸国不就仗着自己有先进的 F-32第6代战机吗？现在我也有了，而且比他的更先进，我马上起飞，把进入龙国领空那几架战机给你打下来，把他们打服了，这样他们才能老实。随后几人来到停放飞机的跟前，眼前的这一幕彻底惊呆了龙国的王司令。小龙，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6代机的研发难度非常大，我们龙国用举国之力研发6代机几十年，目前依然还在理论阶段，你这才立国几天，怎么可能会造出6代机？你这就是个模型罢了。王司令，你别不信，这绝对不是什么模型，我先给你看看数据参数吧。当王司令看到厚厚的参数信息手册后，震惊不已。垂直起飞、全息隐身、雷达隐身，更恐怖的是，动力推进居然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最高速度不强。这开什么玩笑？这些技术我们龙国攻克了40多年，除了雷达隐身已经实现，其他的基本都还在理论论证阶段。我不信，赵小龙，你不可能可以做到这些。其他的我还能理解，他这个最高时速不详到底是什么鬼？动力都用上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了，他这速度至少应该8马赫左右了，怎么就不详了？正当龙国司令和他的手下依然不信眼前这架飞机的信息参数时，飞机驾驶舱内忽然传出了一阵机械提示音。黑豹战机已完成所有系统自检项目，目前已经具备起飞条件。司令，这好像真不是模型，都开始自检了，下一步他可能真的要上千了。此时我那无线爆兵系统也跳了出来。恭喜宿主，你要的蓝星最强6代战机已经全面建造完成，目前可立刻起飞打击霸国和樱花国。那就立刻起飞，你还在等什么？没看见龙国的将军们还在质疑我吗？想要起飞，必须要有一名身体承受能力超强的飞行员，系统已经对宿主身体进行了强化改造，请宿主立刻登机。尼玛，飞机你给我造出来了，还要我自己来开是吧？我来就我来。随后驾驶舱的液晶屏上，所有指示灯都亮了起来。系统侦测到周围不适合滑行起飞，自动切换为垂直起飞模式。随后整架战斗机一连串的启动提示音响起，然后开始缓缓起飞。巨大的机身忽然爆发出沉闷的轰声，就像是一头被惊醒的野兽。所有引擎已经启动，预定飞行高度21000米，请飞行员确认参数信息。确认信息，可以起飞。此时的龙国司令和他的手下依然还是半信半疑。司令，我怎么感觉这玩意儿它真有可能是一架6代机？你看它的整个气动外形和我们正在研发的6代机非常相似。开什么玩笑？如果这是一架真正的6代战机，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岂不都是白费？就算是霸国自称是6代机的 F-32，也只不过是对它上一代战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升级改造，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的6代机。6代战机在眼下根本没有研发出来的可能。此时，驾驶舱内的机械提示音再次响起。机翼已经展开完成，核聚变反应堆充能完成，动力输出为1，开始起飞。随后，地面人员连看都没看清楚，眼前的黑豹战机就已经瞬间爬升到了1000米的高度。当前高度1000米，正在继续爬升。当前高度2100米，4000米。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此时的赵小龙大脑一片空白。我记得目标高度是21000米，照这个速度，估计很快就能达到了。
这我该怎么办？他真的上天了！看着战机快速升空，龙国司令也逐渐清醒过来。快，立刻给赵小龙的飞机打开星链通信权限，我要与赵小龙取得联系。经过一番折腾，终于用卫星找到了赵小龙的飞机。司令，链接好了，只要赵小龙的飞机同意链接，就可和他通信了。此时，黑豹战机的高度已经来到2万米，离预定的高度只差那么一瞬间了。检测到龙国的星链系统，请求与飞机链接，飞行员可选择同意链接，或者拒绝并反向监听。这很有可能是王司令想和我取得联系，接通吧，听听他说些什么。司令，对方同意了，可以通信了。赵小龙，请立刻报告你目前的位置。目前已进入龙国领空，高度21000米，速度。当赵小龙看到屏幕上的数字时，着实惊出一身冷汗。尼玛，还好系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改造，不然这谁受得了？目前速度8马赫。什么？都进入我国领空了？怎么我们的雷达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一点也不科学呀！要知道，龙国现在的雷达技术，那可是全蓝星最先进的量子雷达。几小时前，霸国的那2架自称是6代机的 F-32，进入龙国领空后不到10秒就被龙国的量子雷达发现了。黑豹，我在，请问有什么指令？立刻搜寻霸国的那2架战机的位置。收到，开始对周围200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面扫描。叮，发现目标，距离1300公里，速度6马赫，还有5分钟飞出龙国领空。这群西方霸国横行霸道惯了，大摇大摆进入他国领空，每次都是扔完导弹就跑，但是这一次想跑没那么容易了。黑豹，你的最高时速到底是多少？我要在他们飞出龙国领空前追上那2架霸国飞机。最高时速确实是不详，我也不知道，但是目前速度是8马赫，属于低速巡航。那就给我开加力飞行，立刻追上去，越快越好。区1300公里，不需要开加力，根据计算，中速巡航就足够在他们离开龙国领空前追上他。依附们，想提前看下一集视频的依附，可以到主页观看置顶作品哦，提前欣赏下一集。男人每天闲着没事干，居然带着美女，驾驶自己研发的第6代战机，准备去击落进入龙国领空的霸国隐形战机。然而，霸国战机不但不投降，他居然还疯狂的挑衅和反击。王大强，你搞什么？2架战机被无部击落，你们防空司令部到底干什么吃的？说话的这位是龙国的国防部长，听说有2架战机坠毁，他坐立不安，立刻前来询问。刘部长，我正要向您汇报，霸国的2架飞机突然进入我方领空，我方起飞拦截，随后就失去联系，坠毁了。这群嚣张跋扈的西方霸国越来越疯狂了。2架霸国飞机目前在什么位置？距离领空边缘不到500公里。目前我们还有1架飞机正在追击，一定要在他们飞出我方领空前把他们拦截，让他们降落到指定机场，接受我方审判。 2架去拦截的龙国飞机坠毁了，没啥好说的，一定是霸国飞机干的。检测到霸国飞机还有2分钟飞出龙国领空，给我加速追上去。收到，已经从低速巡航切换为中速巡航，预计20秒内追上2架霸国战机。听到黑豹的播报，我不禁一愣。低速巡航8马赫，中速巡航就到了17马赫，这要是开启高速或者超速，那该是多少？龙国防空指挥部内，王司令正目瞪口呆地看着卫星图像。 司令，赵小龙的飞机速度居然达到了13马赫。什么13马赫？这个赵小龙他到底怎么搞出来的这飞机？没错，而且他好像是不应该是我确定他还在加速15马赫、17马赫，这马上就到20马赫了。 此时的指挥部里鸦雀无声，飞行器的速度到达20马赫，到底是什么概念？要知道，赵小龙正在追击的那2架霸国的6代机，最高速度才6马赫，而目前蓝星最快的高超声速导弹也才10马赫，单凭这20马赫的速度，那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与此同时，我的黑豹战机已经成功用反隐身量子雷达锁定了2架霸国战机。请问是否开火击落？ 先不要开火，能抓活的回去最好。此时，2架霸国隐身战机的2名飞行员正得意洋洋地聊着今天的战果。报告长官，拦截我们的2架龙国飞机已被击落，我还拍到了他们2名飞行员弹射出驾驶舱的画面，估计他们也活不了。我们正在返航，预计还有10分钟到达航母战斗群上空。 很好，这次有了影像资料，我要让龙国彻底丢脸。敢挑战我们西方霸国的霸权，这就是他的下场。我命令你立刻将拍到的影像资料用加密信道传回母舰。好的，明白，马上操作。正当霸国飞行员手忙脚乱地操作着飞机上的按钮，准备回传信息时，突然头顶出现一个黑影。他抬头一看。 一股暖流顺腿而下，没错，他的头顶正是赵小龙驾驶的那架黑豹战机，2架战机的距离不到3米。下面的霸国飞行员，竖起你的耳朵听好了，立刻按照我指引的航线飞行，否则立刻将你们击落。听到是熟悉的龙国语言，霸国飞行员立刻反应过来。
原来又是龙国的手下败将。不过你这飞行技术倒是挺不错的，你可要小心，你这样飞，很快就会和你刚刚那2个队友一样坠落大海。说完，他一通操作飞机，想要摆脱。然而，黑豹战机高超的飞行系统早就锁定了他的飞行轨迹，无论他怎么挣扎也逃离不了。我第2次警告你，立刻按照我指引的航线飞行，如果敢再继续反抗，我立刻开火。此时的霸国飞行员见无法摆脱，立刻呼叫亨利舰长，请求指示。报告舰长，我可能没办法返航了，我被龙国的战机盯住了，无法脱身。此时的亨利舰长依然还是嚣张跋扈地说道：“看你那怂样，龙国的战机都是一些老旧的4代机，你驾驶的可是目前蓝星最先进的6代机，你怕他做甚？一个机动甩开他！还有，尽快把龙国2名飞行员弹射出驾驶舱的画面给我传回来。”不，你不知道我现在面对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架飞机。龙国有太多的武器没有公开，这应该就是他们最先进的一款战机，我用了所有办法，根本摆脱不了。目前你距离母舰只有5公里，我命令你立刻降落。航空母舰是行驶中的领土，你只要降落在霸国的领土上，他龙国的飞机就不敢把你怎样。我太了解他们了，你只管继续往前飞，他们绝不会开火。说完，霸国飞行员突然一个猛烈的向下俯冲，直奔福寿螺号航母而去。而赵小龙并没有丝毫意外，这是他故意把他放到前面去的。黑豹想要把他们带回去，几乎不可能了，直接让他们葬身大海吧。明白，火控雷达已经打开，锁定完成，导弹已出舱，请问是否发射？赵小龙，你想干什么？他们已经离开我方领空，我命令你停止开火，立刻返航。驾驶飞机的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命令？听到2位领导同时向我下令，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取消发射吧，再追到他们前面去试试。与此同时，霸国的飞行员看着驾驶舱屏幕显示被锁定又撤销的画面，立刻张口大笑起来。我说龙国的飞行员，你倒是开火呀，怎么就怂了？另外，我劝你不要再做这些危险的动作，否则就跟你那2名队友一样，掉进大海了。我都拍好视频了，等我降落，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件事情。说完，他继续朝着航空母舰的方向飞去，眼看马上就要降落，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音爆声音：“欺人太甚，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原来是赵小龙按下了导弹发射按钮，一枚速度高达25马赫的导弹，只用了半秒就将霸国飞机炸成了灰烬。霸国航母战斗群根本没来得及反应。什么情况？他在哪里开的火？我们的雷达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舰长，他应该是开启了某种先进的隐身技术，我们无法探测。没错，黑豹战机早已开启了雷达隐身和全息隐身，目前没有任何一种雷达可以探测。黑豹，关闭隐身，让霸国看看到底是在和谁战斗。舰长，我发现他了，距离我们只有30公里。正当下方航母准备开火还击时，赵小龙立刻命令黑豹战机：“黑豹，弹舱内的所有导弹全部发射，目标福寿螺号航母。”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男人只是简单造了一架6代隐形战机，起飞后又发射了几枚导弹，不成想一不小心击落了霸国的2架 F-32隐身6代机，随后又将弹舱内的所有的导弹全都瞄准了霸国的航空母舰。赵小龙，你千万别冲动，击落霸国2架战机，后果已经非常严重。你现在还要击沉霸国航母，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冷静。小龙，淡定，千万别再发射导弹了，我害怕。此时的赵小龙心中积压着无尽的怒火，他看着海面上嚣张的霸国航母，心中的怒火瞬间就被点燃。可恶的西方霸国，占着他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但天天在别人家门口耀武耀威，还经常进行疯狂的挑衅。今天我一定要把这艘航母给他炸了，灭了他霸国的威风。此话一出，王司令和刘部长全都震惊不已，倒吸一口凉气。赵小龙是吧？算我求你了，千万别开火，打掉2架霸国飞机，这时还有回旋的余地。毕竟是他们先击落了我们的2架战机。是啊，赵小龙，千万不要冲动，这要是再把霸国的航母给炸沉了，这事可就闹大了，无法收场了，必将引起龙霸2国开战。另一边，霸国航母指挥室内，亨利舰长还在等待着他的2架战机返航。舰长，不好了，我们的2架 F-32战机在雷达上消失不见了。别一惊一乍的，2架飞机肯定是已经降落到了航母甲板上了，都降落了，雷达上肯定看不到了。不，舰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们的2架 F-32并未有降落在甲板上，他们是在离航母还有5公里左右的地方突然消失的，估计是掉进大海了，现在估计连渣都找不到了。你说什么？你再重复一次。雷达士兵满脸写满了恐惧，整理了一下心情，继续说道：我怀疑他们应该是被龙国那架奇怪的战机击落了。闭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作为一位军人，胡说八道可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早就吓得瑟瑟发抖的雷达士兵直接待在原地，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另一名负责检测卫星图像的士兵继续说道：
舰长，找到了，我找到我们的2架 F-32的踪迹了。我说什么来着？你个下等兵，大惊小怪，你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立刻链接通信，我要知道他们的状况。舰长，通信可能无法建立了，因为他们目前状况不是很好，不过也没有雷达兵说的那样糟糕，连渣都找不到是不可能的。那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在航母西北角4.5公里处，我们发现了几块飞机残骸，经过确认就是消失的2架 F-32的机翼，其余部分估计沉入大海了。得知这个消息，亨利舰长两眼冒花，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嗝屁。作为蓝星最强的军事霸国，横行霸道了几十年，一直都是将他国摁在地上摩擦，可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大的打击。怒火中烧的亨利舰长过了好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来：到底是谁干的？舰长，根据卫星侦察显示，在我们的飞机坠毁前遭到了导弹攻击，应该就是雷达上的那架龙国战机发射的。原本赵小龙驾驶的6代战机是有全息隐身和雷达隐身的双重技能，目前蓝星没有任何雷达可以发现它，但当他开火击落2架霸国战机后，就关闭了隐身功能，目的就是故意让霸国航母发现它。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他霸国疯狂的挑衅我龙国，今天给他来个倒反天罡，我要让他们尝尝被挑衅的滋味。你们这群废物都是干什么吃的？龙国飞机都已经贴到我们航母脸上了，为什么我们的宙斯防空系统没有任何反应？打开所有导弹发射井，立刻马上把那架龙国飞机给我打下来！然而几个士兵却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丝毫要去执行命令的想法。我说话你们是没听见吗？为什么不执行命令？舰长，我们的宙斯防空系统已经启动，航母上的所有导弹都发射出去了，但是什么？别吞吞吐吐的。但是我们的导弹已经发射了快5分钟了，到现在连龙国飞机的尾气都还没追上。你又在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真把你送上军事法庭？我们的防空导弹速度高达10马赫，怎么可能追不上一架战斗机？舰长，不信你自己看吧。与此同时，赵小龙本想一颗导弹把霸国的航母炸沉大海，但看见对方居然发射了导弹，顿时心中有了想法。哟呵，想不到这霸国的宙斯防御系统也不过如此嘛！既然都发射了，我就陪你玩玩。黑豹，计算下霸国导弹的位置。霸国一共发射了12枚防空导弹，距离我们120公里，速度10马赫，我方速度20马赫，没有任何威胁。赵小龙又叹了一口气，把速度降到5马赫，等等霸国的导弹吧，别让他们输得太难看。黑豹有悬停功能，已经把速度直接降为0，悬停等待霸国导弹中。此时龙国防空司令部中，王司令和刘部长早就已经看得目瞪口呆。王大强，这飞机你们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先进的飞机？为什么没有上报？而王司令也是一脸蒙圈的回答：刘部长，这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我对这架飞机也不了解啊。什么？你也不清楚？先不管这些，这么先进的飞机绝不能让它出任何意外，立刻让它返航。另一边，霸国航母内，亨利舰长看到大屏幕上的龙国飞机速度显示为0，顿时大笑起来。我说什么来着？他龙国哪有什么先进的飞机？这不过是用他们的4代机改了一下而已，这速度都减到0了，这肯定又是发动机出问题了，这是他们飞机发动机的致命缺陷，我太了解他们了。说完，舰长继续笑着：太好了，目前看来用不了1分钟，这架飞机就会被我们的导弹击中。与此同时，赵小龙的黑豹战机悬停在空中，等了老半天，才等来了霸国的那些导弹。尼玛，我都要睡着了，可算是追上了。黑豹以和霸国导弹同样的速度飞行，和导弹保持500米的距离，然后发射弹舱内的所有导弹，先把霸国的航母给炸了。收到，目标已锁定，弹舱已打开，准备发射。随后几颗导弹咆哮着呼啸而至，霸国航母根本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直接就被击中，沉入大海。命中目标，霸国航母已被击沉，身后的10几枚导弹怎么处理？计算一下最近的霸国军事基地离我们有多远。经过计算，最近的霸国军事基地位于开塞露岛，距离300公里。调整航向，目标开塞露岛，霸国军事基地，把身后的几十枚导弹引过去。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男人每天闲着没事干，居然发射了1枚导弹，直接炸沉了霸国的航空母舰，随后又将飞机身后的几十枚导弹全部引导到了霸国的空军基地上空。就连龙国军方也吓得瑟瑟发抖，要求男人立刻停止行动。完了，先是击落2架霸国战机，现在连霸国的航母都被炸沉，要出大事了。王大强，这件事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立刻让赵小龙和他的6代隐身战机返航。刘部长，赵小龙目前已经在缅北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国家，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归我们龙国管，我的命令他也根本不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霸国军方认为是我们龙国在背后支持他，而且他现在已经闯下了大祸，霸国不但要灭了他，还很有可能要和我们龙国开战。我再想想办法。
与此同时，杀气腾腾的赵小龙开着他的6代隐身战机，身后还追着霸国航母发射的12枚导弹，来到了霸国空军基地的上空。防控警告，所有人员注意，导弹来袭，请做好拦截准备。到底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敢向霸国的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立刻启动宙斯防御系统，拦截来袭的导弹。将军，根据侦查显示，朝我们飞来的12枚导弹，全都是我们的福寿螺号航母发射出来的。先不管它哪里来的，立刻给我拦截。随后，基地里发射出无数枚防空导弹，朝着赵小龙和他身后的导弹呼啸而来。黑豹战机已被防空导弹锁定，需要立刻开启全息隐身规避导弹，并启动激光拦截系统。提示音刚完，只见黑豹战机机鼻下方一束刺眼的激光光束，只用了不到半秒时间，所有来袭的防空导弹全部灰飞烟灭。而看到这一幕的赵小龙立刻又有了新的主意。不错，有点意思。黑豹，侦查一下他们的防空导弹还有多少枚没有发射。霸国基地内一共有防空导弹车7辆，共112枚导弹，已经发射了28枚。居然还有这么多，好吧，我就再陪他们玩玩。黑豹，保持速度和高度，别让身后的导弹跟丢了。赵小龙身后的导弹原本是霸国的航母在被他击沉之前发射的，用来击落赵小龙的战机的，但由于霸国导弹最高速度只有10马赫，而赵小龙的6代机一个中速巡航就接近20马赫，后面的导弹根本追不上。又由于导弹已经锁定了赵小龙的飞机为目标，所以是10几枚导弹一直追着赵小龙的飞机来到了霸国的基地上空。与此同时，基地的指挥部中已经乱成一团。将军，发射出去的28枚导弹全都被一架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战机给拦截了。什么？居然还有来历不明的战机？今天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毛熊要和我们霸国开战了吗？正当几人还在一脸蒙圈的时候，一名士兵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报告将军，出大事了！一个个都什么素质？你们可是霸国的军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你如此慌张？刚进来的士兵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们的福寿螺号航母被击沉了，目前正在沉入大海，上面的几千名霸国军官和士兵全都遇难了。话音刚落，雷斯将军先是原地一惊，然后立刻反问道：你刚刚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你再说一遍。几分钟前，我们得到消息，福寿螺号航母被导弹击沉了。目前我们的卫星正在进一步侦查证实。将军，卫星照片传过来了。一名士兵将几张新鲜的卫星照片传到了雷斯的电脑里。照片显示，霸国的航母已经断成了几截，正在缓慢地沉入大海，整个海面都飘着霸国军人的尸体。这怎么可能？想我霸国的航母，那可是有400公里的防御圈，一般的武器别说击中航母了，就连这400公里的防御圈都很难靠近。难道是？将军，你注意看我给你的另外一张照片，那是航母被击中前星链拍到的。在离航母3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架若隐若现的神秘战机，还发射了1枚导弹。雷斯仔细看了看照片，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目前正在基地上空盘旋的那架战机和击沉航母的战机是同一架。马上给我查清楚，这架飞机到底是毛熊的还是龙国的？如此先进的战机，只有这俩货能造出来。不用查了，将军，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说着一口流利的龙国语言，所以他大概率是龙国的飞机。就是龙国，看来几10年以来，我们霸国对他的打压还是不够，居然敢到反田杠，欺负到我霸国头上了。气急败坏的雷斯将军本想立刻命令再次发射导弹将飞机击落，但一瞬间他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命令防空兵立刻停止发射导弹。这么先进的飞机，它应该属于我霸国，不过我们也要学龙国，给他来个先礼后兵。由于龙国和霸国之间一直都在明争暗斗，为了避免擦枪走火，两国一直都有独立且通畅的联系通道。随后雷斯立刻命令手下接通了龙国国防部长的电话。刘部长，我是雷斯，你们胆子长大了吗？居然敢击沉我霸国的航母，你们这样做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雷斯将军，我想你可能搞错了，关于这架飞机，它并不是我们龙国所有。我们要是有这么先进的战机，要被灭国的可能就是你们霸国了。通完电话，两边的将军脸上都充满了杀气。随后刘部长命令手下立刻给我通知3军将士一级战备，随时准备和霸国开战。听说要开战，士兵们兴奋不已。王大强，我最后再给你10分钟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赵小龙返航。这么先进的飞机绝不能落入霸国的手中。刘部长，我会尽力。另一边，在龙国部长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的霸国雷斯将军正气急败坏地命令手下立刻给黑宫大楼打电话，就说龙国要和我们开战，让他们准备好向龙国发射末日导弹。将军，万万不可！虽然龙国那些落后的武器不是我们霸国的对手，但是经过多年的对抗，我们发现他们那些武器的精度虽然非常低，但是杀伤力巨大，而且明明射程只有299公里的火箭炮，误差高达2000公里。对呀，还有他们的那什么东风
锋快递，那玩意据说只要几枚就能将我们霸国在地图上抹去。雷斯将军听了两个手下的一番话后，慢慢的也开始认为与龙国开战得不到任何好处。难道我们的航母就这样白白的被他击沉了吗？还有龙国的这架战机，我们必须把它弄到手，立刻给我想办法。此时，几个手下开始苦思冥想。另一边，赵小龙的飞机在霸国基地上空已经盘旋了10几圈。黑豹，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让身后的12枚导弹全部落在霸国的基地上，然后调整航向去上位移岛。可恶的西方霸国，这次一定要把他给打疼打服。男人只是造了架6代战机，直接炸沉了西方霸国的一艘航母，随后又将霸国空军基地夷为平地。现在他又杀气腾腾地飞到霸国上位移岛的附近。西方霸国并不在意，但龙国的军方却吓得瑟瑟发抖。赵小龙，算我求你了，立刻离开霸国领空，回到龙国。你这样会引起龙霸两国开战的。刘部长，几十年以来，西方霸国在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都快骑到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了，为什么要一再忍让？这次我要让他们彻底屈服。正当刘部长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赵小龙时，一名士兵跑了过来，报告刘部长，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难道是霸国宣布要和我们开战了吗？士兵吞了一口口水，继续说道：我们一艘远洋游轮在西太平洋靠近霸国海域一次航行时，被霸国海盗劫持了，上面有2000多名我们的同胞。你说什么？不可能啊！霸国海域不应该有海盗呀！就在刘部长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另一边，霸国黑宫大楼一办公室内，报告奥罗斯将军，海狗突击队那边传来消息，任务已完成。做得不错。龙国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打我战机，炸我航母，还空袭我的空军基地。要不是考虑到他们的那些东风快递，我早就和他开战了。将军，我们下一步怎么做？你立刻联系他们的刘部长，告诉他他们的游轮被劫。我们深表遗憾，由于事发在我们霸国海域，目前我们已派部队全力营救，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得知消息的刘部长满脸写满了愤怒，瞬间明白了奥罗斯的心思。我就说嘛，那片海域一直是霸国在管控，别说是海盗了，就连偷偷进去捕鱼的渔民都会被他们的军队清理出去。我们的游轮被劫，就是他霸国的阴谋，他们就是冲赵小龙的那架飞机来的。对，奥罗斯说，目前在他们领空游荡的那架6代战机，他们想进来看一看，就是简单的看一看，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他霸国屁股一翘，我就知道他要拉屎还是屙尿。你问他，要是我们不同意会怎样？他们说，要是我们拒绝，他们会对游轮进行强攻，到时可能会伤及无辜，请部长不要责怪。太可恶了，也只有他霸国才能想出如此损招。随后，刘部长把游轮被劫的事情告诉了赵小龙，并再次劝他尽快离开霸国领空。赵小龙，游轮被劫的背后肯定是霸国在操控。现在事情越来越复杂了，你尽快返航，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你一个人是没办法和霸国对抗的。听到有2000多同胞被劫持，赵小龙心中无比愤怒。刘部长，你想怎么处理游轮被劫的事情？这个你就别管了，我们在那边海域早就隐藏了大量的兵力，他们会想办法营救。你的飞机绝不能落入霸国的手里。想不到龙国还留着这么一手，但赵小龙想了想，对刘部长说道：刘部长，这件事是因我而起，所以我有责任营救他们。说完，赵小龙陷入沉思，想要营救2000多人，哪怕他的飞机再怎么先进，也很难办到。到底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黑豹有个想法。哟呵，看来黑豹的 AI 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独立思考的阶段了。说来听听，你有什么好办法？在我们正前方300公里处，有一架被4架霸国战机严密护航的英波747。我明白了，你要以牙还牙，劫持霸国总统。没错，那架747正是霸国总统的航空1号，配备了目前蓝星最先的净防御系统，坚不可摧，被称作为无法被击落的飞机。早就听说过航空1号的大名，黑豹立刻追上去，看看它到底有多先进。明白，20秒内到达。随后，黑豹战机一个加速，同时开启了全息隐身和雷达隐身，立刻侵入他们的通信系统。我要和他们的飞行员通话。与此同时，航空1号机舱内，霸国总统奥普登正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享受着他的这趟旅行，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靠近。总统先生，我们还有半小时就要降落了，祝您旅途愉快。到了目的地，我要先好好睡上一觉。作为蓝星最强的霸国总统，实在是太累了。就在此时，飞机突然一阵摇晃，这该死的飞行员在搞什么？去看看什么情况。此时，一名飞行员跑了过来，总统先生，实在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的飞机上方突然冒出一架不知来历的飞机。胡说八道！我们不是有4架战机护航吗？怎么可能会有来历不明的飞机靠近？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飞行员惊慌失措地继续说道。更可怕的是，他说是来劫持我们的，他还侵入了我们的通信系统，要我们立刻按照他指定的航线飞行。什么？你是不是没睡醒？奥普登完全不相信他说的一切，并开始仰头大笑起来。此时，黑豹正以翻转飞行的姿态倒挂在航空1号的上空几米处。由于距离太近，负责护航的几架霸国战机不敢对黑豹开火。
下面的航空1号飞行员给我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劫持，立刻按照我指定的航线飞行，否则我立刻开火。总统先生，那家伙说要开火击落我们。听到这话，奥普登和助理立刻又笑了起来。有点意思，这到底是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徒？他难道是来逗我开心的吗？赵小龙呼叫了半天，对方没有任何回复，赵小龙也急了。黑豹，给他们点甜头尝尝。收到，锁定敌机一架，导弹发射。一瞬间，一枚导弹呼啸而去，霸国战机内的飞行员吓得瞬间年轻了好几十岁，在释放了干扰弹和紧急阻力后，才暂时逃脱了导弹的攻击。各位，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对方飞机已经向我发射了导弹。还没等霸国飞行员说完，刚被摆脱的那枚导弹瞬间击中了他的飞机，4架护航机只剩3架。航空1号内的奥普登看到这一幕，恶狠狠地怒斥道：“你们到底干什么吃的？都不知道还击的吗？立刻给我开火还击！”随后，航空1号猛的一个向下俯冲，摆脱了黑豹。另外3架护航战机也立刻发射了多枚导弹，立刻开启全息和雷达，隐身躲避，开启激光拦截。一瞬间，霸国战机发射的导弹全部爆炸，黑豹战机也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中。奥普登和他的助理立刻大笑起来：“不知死活的家伙，敢劫持世界上防御系统最先进的飞机，到底谁给他的勇气？这下好了，灰飞烟灭了吧！”正当几人还在开怀大笑之时，3声爆炸声，霸国的3架护航战机全部被导弹击中。有这么好笑吗？我想问一下奥普登总统，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吗？此时的奥普登望着窗外，焦急地询问助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刚刚明明看见那架飞机消失了。”总统先生，不是对方的飞机消失了，而是我们的4架护航战机都消失了。我们好像真的被劫持了。各位衣服，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衣服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男人暑假闲着没事干，一不小心居然炸成了西方霸国的航母，还把西方霸国的空军基地夷为了平地。就连世界上防御能力最强的霸国总统专用飞机航空1号也被他劫持。这次轮到霸国总统瑟瑟发抖了。总统先生，为我们护航的4架 F-32全都被击落了，我们好像真的被劫持了。你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作为世界上防御能力最强的飞机，机身由高强度的钛合金打造，坚不可摧，还有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就算没了护航战机，也照样没有任何武器能把航空1号击落。你怕它作甚？卑鄙无耻的西方霸国，为了得到赵小龙驾驶的核聚变动力战机，霸国的奥罗斯将军下令劫持了龙国一艘巨型游轮，上面还有2000多龙国同胞。居然敢绑架我龙国同胞，那你们的总统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下面的航空1号，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按照我指定的航线飞行，否则后果自负。航空1号机舱内，霸国总统奥普登依然完全没当回事，简直就是不知死活的亡命徒！立刻联系空军司令，让他派飞机过来支援。已经被吓成孙子的飞行员这才反应过来，立刻将通信频道切换到了卫星通信模式。几乎是在同时，黑豹战机立刻做出了反应。侦测到一天卫星通信数据链，应该是航空1号在联系霸国空军，呼叫支援。立刻侵入霸国卫星，并进行反向监听。收到，数据连接中。空军指挥部，这里是航空1号，我们在上唯一岛上空遭遇武装劫持，4架护航战机已被击落，请立刻支援。赵小龙听到后冷冷一笑的回复道：“你们的增援可能来不了了，离你们最近的空军基地5分钟前已经被我夷为平地了。告诉你们的总统，想活命就照做，最后再给你们20秒时间考虑。”此时的霸国总统依然还是一副嚣张跋扈的样子，恶狠狠地怒斥着飞行员：“我说你的脑袋瓜里装的到底是啥？我叫你呼叫我们的空军，你跟他通话作甚？你个叛徒！”总统先生，我们的卫星通信系统好像也被他入侵了，除了那架飞机，我们现在联系不到任何人。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吃白饭的废物！霸国每年给你几千亿军费，现在居然连人家龙国的1架飞机都搞不定。与此同时，赵小龙见航空1号依然没有按照航线飞行，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黑豹，调整飞行姿态，进入攻击模式。收到，目标已锁定。总统先生，那家伙把我们锁定了，他好像真的要开火了。我还年轻，我不想死。总统先生，要不我们投降吧？废物！我堂堂霸国总统，横行霸道是我们的专利，怎能说投降就投降？这，总统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投降至少还能保住一条命。他要是真开火了，恐怕连上帝来了也救不了我们。这家伙如果他真想要我的命，他早就开火了。他劫持我，肯定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我敢断定，他肯定不会开火。
就在此时，身边的助理也连忙说道：“总统先生说得很对，就算他开火，我们也不怕。我们这架飞机每年都要花费上100亿维护改造，可是世界上防御能力最强的飞机，机身由高强度的钛合金打造，坚不可摧。就算是小型的核弹在身边爆炸，也最多就是摇晃几下。”听到这里，奥普登总统瞬间就有了底气。对，差点把这事给忘了。护航飞机只是摆设，没了他们，我们照样安全。去告诉驾驶员调整航线，往我们最大的空军基地飞行。到了那里，他龙国一架飞机轻松就会被击落。随后，嚣张的奥普登一把抓过飞行员的通信耳机，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而一旁的助理也立刻掏出了手机，拍起了视频。奥普登嚣张地说道：“喂，能听到吗？我是霸国总统哈士奇奥普登。自从我们霸国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先例。几十年以来，只有我们霸国的武力能让他国屈服。你一个只有一架飞机的小卡拉咪，是谁给你的勇气挑战我霸国的权威？就是今天我被你炸死了，那也是为了维护我霸国的形象。霸国自由万岁！”总统先生不愧是演讲天才，在这危急时刻还能说出如此振奋人心的话来。对，这段视频要是传播出去，奥普登总统的形象会立刻得到大大的提升。眼看就要大选了，原来这家伙是来给我送竞选素材的。说完，几人又开始仰头大笑起来。而黑豹战机驾驶舱内，赵小龙听到耳机里传来的嘲笑声，心中无比愤怒。一群只知道追逐利益的家伙，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看来必须要给他点甜头尝尝了。黑豹，向航空1号开火，但不要把它击落了。龙国游轮上的2000同胞还要用它来换。收到。随后，黑豹发射了几枚小口径的导弹，然而几枚导弹爆炸后，居然没有对航空1号造成任何伤害。你这是在给我们的飞机挠痒痒吗？继续开火，你别停下，我看你到底有多少导弹。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徒，钛合金机身，你这导弹根本没用。黑豹，计算一下，用什么方式的攻击，既能震慑对方，又能让航空1号保持稳定飞行？可以使用 EMP 电磁脉冲炮破坏航空1号部分电子设备。随后，黑豹发射出一条光束，航空1号就开始剧烈摇晃起来，紧接着就是开始向下俯冲。机舱内的奥普登被这一幕吓得一股暖流顺腿而下。报告总统先生，我们飞机的大部分电子元件已被损坏，目前只能下降高度，以获得更多的升力。与此同时，我故意打开与航空1号的通信，对黑豹说道：“黑豹，看来电磁脉冲炮似乎对他们有些效果，准备再次发射，并加大能量。”别再开火了！你要是再来一次，估计我真要去见贝三儿子了。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服了，我投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刚刚我还认为你还有些骨气，现在看来只是个贱骨头而已。想要成功营救2000同胞，单靠我一个人劫持霸国总统，显然不太可能完成，还需要龙国军方的配合。刘部长，我要准备返航了。赵小龙，你可算是听劝了，你可千万不要再捅什么娄子。目前的局势非常紧张，稍有不慎，龙霸两国就会开战。你放心，刘部长，我有办法让霸国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大大的惊喜。什么？还有惊喜？你这架核聚变动力的6代战机能够安全返航，我们已经够惊喜的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惊喜？霸国总统奥普登被我劫持了，我正押送着他的航空1号回到龙国。听到这里，刘部长和所有人直接愣在原地，倒吸一口凉气。霸国总统奥普登被你劫持了，还正在往龙国方向来，你这哪是什么惊喜？你这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惊吓呀！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哦。男人暑假在家啥事不干，居然玩起了导弹，一个不小心居然炸成了一艘西方霸国的航母，还绑架了他们的总统，这可吓坏了龙国军方的高层，一个个都吓得瑟瑟发抖，不知所措。刘部长，我还有5分钟进入龙国领空。另外，西方霸国欺负了我们龙国几十年，是时候让他们看看龙国真正的实力了。我这次回来，给你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什么惊喜？你可别再给我捅娄子了，该不是什么惊吓吧？此时，国防部刘部长和空军王司令突然发现赵小龙正押解着一架鹰波747飞机。什么情况？赵小龙怎么会和一架747一起飞行？不是，这架747怎么有点眼熟？刘部长，这架747我怎么感觉像是霸国总统的那架专用飞机航空1号呀？话音刚落，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老半天，刘部长才缓过神来说道：“赵小龙，你这不是胡来吗？那可是霸国总统，你怎么敢劫持霸国总统？”刘部长，他西方霸国嚣张跋扈惯了，为了得到我的这架6代核聚变动力战机，居然敢劫持龙国的巨型游轮。我只是给他来了个以牙还牙，他们要是再不放人，我就慢慢的折磨他们的总统。可
可是。没什么可是了，刘部长，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为了避免霸国和龙国开战，我决定将霸国总统劫持到我刚刚成立的龙腾帝国的机场。你可以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刘叔，我刚新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你帮我签收一下。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像我换下来的旧笔记本、手机、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价格满意现场打钱，特别靠谱。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由于赵小龙干扰航空1号的所有通信系统，下令劫持龙国邮轮的奥罗斯将军还全然不知他们的总统已经被劫持。他还想着用龙国的邮轮上的2000多龙国同胞换我的6代战机。龙国那边有答复了吗？将军，他们没有任何回应，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转机。这群龙国人办事总是拖拖拉拉，你立刻去邮轮上拍个视频，然后发到网上，就说龙国邮轮遭遇恐怖袭击，邮轮上的2000多龙国人生命垂危。还是奥罗斯将军足智多谋啊！这条消息一出，我想他龙国军方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肯定会做出妥协。与此同时，赵小龙和霸国的航空1号降落在缅北一个机场。原来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毛头小子，我可是霸国的总统，我劝你立刻放了我，否则我轻轻按下一个按钮，你的龙国就会在地图上被抹去。对，赶紧放了我们，否则没你好果子。你们这些俘虏都成为阶下囚了，还这么嚣张，信不信我马上送你们去西伯利亚挖土豆？行了，玩我，他毕竟是霸国总统，给他留点面子吧。小子，你绑架我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奥普登总统，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是否知情，你的国防部长奥罗斯几个小时前下令劫持了龙国一艘邮轮，上面有2000多龙国人。不用我再多说，为什么绑架你吧？不可能，我霸国是不会干这种厚颜无耻的事情。是吗？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几乎是在同时，龙国的刘部长打来电话，赵小龙，霸国的奥罗斯已经把我们邮轮被劫的事情发到了网上，还添油加醋，说我们龙国不管不问，目前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听到这里，赵小龙心中的怒瞬间被点燃，简直就是欺人太甚。这个奥罗斯应该还不知道他的总统目前的处境。既然你要制造舆论，那我也会玩我。去拿个手机，开启直播，我要当着全世界的面折磨他们，让他霸国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我抗议，你不买。没你抗议的份，我就是要这么对待你们这些西方列强！混蛋，我们可是霸国！办个头啊！你们这群欺软怕硬的贱骨头！主人他们毕竟是霸国总统的手下，这还开着直播呢，给他们留点面子。我把镜头挡一挡吧。你给我让开，要的就是这效果。除非他们今天给我跪着唱征服。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霸国总统和手下全都震惊。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是阶下囚，肯定会遭受一些折磨，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赵小龙居然如此变态。同时，直播间也炸开了锅。哦哟，这个直播间看起来很串的样子哦，居然霸国的总统也在。阿表，你怎么也在？这是在拍电影吗？赵小龙是吧？我有必要提醒你，你这样做严重违反国际法。不好意思，这里是新建立的龙腾帝国，没有签署什么国际法。就算如此，你也要尊重我们的基本人权。我们的身体不准你这样践踏。很好，霸国总统奥普登是吧？不准践踏你的身体是吧？话音刚落，赵小龙就掏出一条罗非鱼，直接在奥普登的腿上疯狂地扎了起来，惨叫声响彻云霄。什么情况？这好像不是在拍电影。管他是不是在拍电影，这些该死的西方霸国就应该这么对待他们。西方霸国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网络直播漂洋过海，传到了霸国。当奥罗斯看到这一幕时，开始并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直到一名士兵跑过来说道：将军，大事不好了！我们总统乘坐的航空1号10分钟前突然在雷达上消失了，目前下落不明。这怎么可能？难道画面里的那个人真的是我们的总统奥普登先生？奥罗斯将军吓得瞬间一股暖流顺腿而下。另一边，我的刘部长也看到了这一幕。赵小龙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多年以来我们亿万龙国人都委屈，但是他毕竟是霸国总统，意思下就行了，别太过了，把镜头挡一挡吧。刘部长，我就是要让他霸国付出代价，在他们放回邮轮上的那2000龙国同胞之前，我会不停地折磨这群人。说完，我命令王五拿出道具继续开工折磨。而另一边，龙国军方收到一条消息，报告刘部长，西方霸国联合他那10几个儿子，组建了一个联合舰队，有6艘航母和20几艘军舰，气势汹汹地朝着我方海域驶来，而且对外宣称要和龙国开战。男人只是造了架核聚变动力战斗机，卑鄙无耻的西方霸国为了得到他，居然绑架了龙国2000多同胞。一气之下，男人只能劫持霸国的总统。不料霸国联合他那10几个儿子，组成联合舰队，要与龙国开战。命令部队一起战备，既然他霸国想要开战，我们奉陪到底。另外，立刻给我准备飞机，我要去趟缅北，见一见绑架霸国总统的赵小龙。此时的赵小龙为了给龙国同胞出气，正开着直播，当着全龙国人的面，手里举着一条冻鱼，疯狂地折磨着霸国总统。
赵小龙，你别太嚣张，我可是霸国总统。今天要不是出门太着急，忘记带核密码箱，我早就按动按钮，将你的龙国从地图上抹去。此时，奥普登的保镖愤怒地跑了过来。你敢这么对我们？还这么嚣张是吧？看来你还是不服啊！主人，你简直太帅了！咱龙国人忍气吞声几十年，今天你可给咱龙国人出了口恶气。你们这群低贱的霸国列强，给我安分点，否则我会让你们在这里的每一秒都仿佛在地狱。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霸国人全都震惊了。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他们欺负别人，万万没想到他们也会有今天。此时，龙国的刘部长和他的几名手下也赶到了缅北。当他们看见眼前的6代机后，全都惊呆了。这难道就是目前蓝星最强的6代机黑豹吗？虽然和刘部长一起来的王司令和他的手下之前见过这架飞机，但是当赵小龙开着它击落2架霸国3-2，再炸沉霸国航母，又将霸国的空军基地夷为平地，现在居然把航空1号和霸国总统都给压回来后，王司令对眼前的赵小龙早已是刮目相看。赵小龙，我可算是见到你真人了，居然还这么年轻，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咱龙国隐忍了几十年，今天你算是给我们出气了。刘部长，快别这么说，我听说霸国和他那10几个儿子组成联合舰队，直奔龙国而来。我知道我这次会闯大了。别怕，有强大的龙国在，他霸国不敢把事情闹得太大。走，去看看曾经不可一世的霸国总统。说完，几人来到室内，只见奥普登和他的几个手下早已被吓得满身大汗，不知所措。见龙国的刘部长走了过来，奥普登一眼就认了出来。刘部长，你还说这是和你们龙国无关，立刻放了我，这是还有回旋的余地，否则我霸国和龙国没完。奥普登先生，发生今天的事情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多年以来，你们长期在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肆无忌惮地挑衅我龙国，导致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一步，责任在于你们西方霸国。你问下你的奥罗斯部长，是不是劫持了我们一艘民用游轮？然而此时的奥罗斯正在气急败坏地和10几名将军商量，要用强大的武力压制，救回他们的总统。居然真敢绑我们的总统，立刻联系龙国高层，看看他们怎么说。你好呀，奥罗斯将军。李马，我想问下，是谁给了你们龙国雄心豹子胆，敢劫持我们航空1号？我们6个航母战斗群已经开到你们家门口，立刻放了我们总统，否则我立刻下令将龙国从地图上抹去。奥罗斯将军，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一步，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想要你们的人安全，立刻释放我们游轮上的2000同胞。该死的龙国人，你们凭什么威胁我们？我们霸国横行霸道了几十年，你敢和我们作对，只有死路一条。2个部长唇枪舌战了300回合，依然没有个结果，这可把一旁浑身是伤的奥普登气得2眼直瞪。奥罗斯，你个废物，你到底做了什么？你看看我现在的处境，这都是你害的。我回去后，第一个就解雇你的部长职位，简直就是个废物，啥也不是。此话一出，霸国奥罗斯部长吓得冷汗直冒。总统先生，你先消消气，我这不是正在和他们龙国谈判吗？刘部长，你可以把那几个飞行员和总统助理当作人质留下，先放了奥普登先生，然后我方会立刻释放你们的人。是个明白人都知道，他们的总统才是最大的筹码，一旦放了他，霸国肯定会疯狂报复，想要再救回龙国同胞，那几乎不可能了。你简直就是在做梦。刘部长，这群卑鄙无耻的西方霸国，看来是还没有被打服，我看没什么必要继续跟他们磨嘴皮子了。既然他们要开战，那就干就完了。我一架6代机就能灭了他们所有的航母战斗群。屏幕那边的奥罗斯一看见赵小龙，就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命令手下立刻启动全球定位系统，锁定这小子的位置，发射一颗末日导弹过去。他现在没在那架战机上，先灭了他再说。说完，手下士兵立刻按照命令执行，一颗末日导弹从一艘核潜艇中发射，腾空而起。而奥罗斯似乎忘了，霸国的总统奥普登正和赵小龙在同一位置，这可把奥普登再次吓尿了。奥罗斯，你个废物，你到底想做什么？居然敢向我发射末日导弹！你脑子都装的些什么？你个废物！而此时的龙国部长也被吓得不轻。奥罗斯将军，你难道不知道发动核大战根本没有赢家？我龙国6000多颗核弹，全天24小时都处于1级战备状态。我劝你立刻启动自毁程序，给你10秒时间考虑。时间一到，你还没启动自毁程序，那就只能连同蓝星一起灰飞烟灭了。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
看不到左下角的衣服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男人只是绑架了西方霸国的总统，并对他进行了疯狂的折磨。气急败坏的霸国部长立刻下令向龙国发射核导弹，要把龙国从地图上抹去。这可把龙国军方吓得瑟瑟发抖，立刻联系了霸国部长。奥罗斯部长，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立刻启动你方核弹的自毁程序，否则我方会立刻发射100枚东风快递。将军，启动自毁程序吧。根据我们窃取的情报显示，龙国的东风快递是蓝星杀伤力最大的导弹，只要6枚，我们霸国就会彻底在地图上被抹去。龙国居然一次要发射100枚，这玩意一旦发射，就算我们成功拦截，那也足以将整个蓝星毁灭。此时的奥罗斯部长满脸写满了愤怒，咬牙切齿地说道：启动自毁，我就是想吓唬他龙国，没想到他们居然来真的。颜面扫地的奥罗斯立刻开始了他的疯狂报复，命令樱花、棒子、猴子、袋鼠还有那头母牛立刻组建联合舰队，全部驶入龙国的西海海域，并对外宣布进行实弹演习。听说霸国带领的6国舰队要在龙国家门口举行实弹演习，赵小龙实在忍不了了。刘部长，西方霸国实在太嚣张了，我们不能一忍再忍，这都跑到家门口开炮了，必须狠狠地教训他们。没错，是要给他们一些教训。王大强，查一下对方来了多少军舰。卫星侦察显示，霸国来了3个航母战斗群，樱花、棒子、猴子、袋鼠，还有那头母牛，都派了军舰，一共有36艘军舰，阵容不小吗？王大强，立刻派出我们所有军舰，他们宣布军演，我们也宣布军演，而且也要发射实弹。我倒要看看最后认怂的到底是谁。此话一出，可把一旁的王司令吓得瑟瑟发抖，老半天才开口说道：刘部长，这样做太危险了。虽然咱的海军现在非常强大，但是对面是我们数量成倍的6国联合舰队，这要是和他们正面交锋，我们刚刚强大起来的海军将会损失惨重。王大强，你怎么如此胆小？眼看刘部长和王司令就要争吵起来，突然赵小龙那多日没有出现的无线炮兵系统跳了出来。检测到宿主目前急需一艘高性能军舰，系统已为宿主打造完成。一艘能绝对碾压6国舰队的军舰，目前停放在龙国的红岛军港内。听到这一切的赵小龙立刻兴奋起来。要知道，炸沉霸国航母，空袭霸国基地，最后又绑回霸国总统的那架6代机，也是系统为他专门打造的。现在居然又来一艘军舰，这下消灭6国舰队肯定易如反掌。同时，龙国刘部长也收到了消息，刘部长，家里出事了，我们的军港内突然冒出来一艘顶着几个白色大球的奇怪军舰。什么？难道是霸国的军舰偷偷进入了我们的军港吗？立刻把它给我击沉！霸国简直是太嚣张了。一旁的赵小龙听说刘部长要击沉他的军舰，立刻上前说道：刘部长，别激动，那不是什么霸国的军舰，那是我的军舰。听到这里，所有人原地一惊，都不敢相信赵小龙人在缅北，他的军舰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龙国的军港？而此时的赵小龙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李马，你个狗系统，上次给我飞机，还给我送到缅北，这次的军舰你怎么就给我突然放到了龙国？随后赵小龙转念一想，也对啊，缅北没有军港，一艘庞大的军舰总不能直接放在陆地上吧？然后他又想到6代机的那些先进的隐身功能，立刻给刘部长解释道：刘部长，其实这艘军舰很早以前我就有了，但是我发现你们龙国海军已经很强大了，根本用不上，一直没有告诉你们。这次我来缅北也没办法带过来，所以就先放在你们军港了。那为什么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这艘军舰的存在？一旁的刘部长也是一脸疑惑地问道：对呀，赵小龙，这你怎么解释？嘿，这个嘛，都是一些基本功能，和我那架6代机一样。这艘军舰不但有雷达隐身，还有全息视觉隐身，所以你们发现不了它。今天突然出现，是因为我马上要用它和6国舰队对抗。早就见识过赵小龙6代机先进程度的龙国军方，听了赵小龙的解释，简直就是深信不疑。刘部长立刻命令手下马上安排飞机和赵小龙一起回龙国，去红岛军港。几小时后，一行人来到红岛军港。当看到眼前的军舰时，所有人都傻眼了。这个头，这造型，头顶4个球，连个防御型的舰炮都没有。赵小龙，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吧？这就是你说的能和6国舰队对抗的军舰？你这该不会是用泡沫船出来的模型吧？是呀，赵小龙，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就你这艘破船，要是真的遇上霸国舰队，估计要被打得连渣都找不到。面对王司令的质疑，赵小龙也是一脸无赖。眼前的军舰看起来确实有些不太靠谱，不但个头很小，排水量大概也就2到3千吨，而且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武器。正当众人还在疑惑的时候，赵小龙的系统再次跳了出来。请宿主心中不要有任何疑惑，系统出品必是精品。这是一艘性能强大到你无法想象的电子攻击舰，俗称海上接6子船。只要一艘，别说是3国的3个航母战斗群，就是再来6个，他们也只能灰溜溜的掉头回家。刘部长，王司令，我的6代机你们已经见识过了。我说这艘军舰能和6国对抗，那就肯定可以。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上舰，去好好教训一下霸国？几人先是一愣，随后转念一想，也没什么好怕的，并且他们也想见识一下这艘奇怪的军舰到底有什么强大之处。随后几人一起来到电子攻击舰指挥室内。
816号电子攻击舰已完成所有自检项目，请问是否出港？出港，立刻出港。目标6国演习区域。收到。核聚变动力充能完成，动力输出10%，启动低速巡航，航速160节。此时的刘部长和王司令听到提示音，彻底傻眼了。这见过核动力军舰，这核聚变动力是什么鬼？航速160节，这到底又是什么玩意？816，我在，请问有什么指令？立刻搜寻霸国和他的5个儿子的军舰在什么位置？收到，开始对周围3000海里范围内进行全面扫描。发现目标，距离12海里有36艘军舰。这群西方霸国横行霸道惯了，居然大摇大摆的在他国海域进行实弹演练，每次都是搞完就跑，实在可恶。但是816，你这一艘没有任何攻击性武器的军舰，你到底拿什么攻击人家庞大的舰队？你可别搞我！头顶4个球，天下我最牛！我最大的攻击武器就是可以给霸国的军舰放葫芦娃。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可恶的西方霸国，为了打压龙国的发展，不仅开着航母到龙国海域进行武力威慑，甚至还妄想发射核弹将龙国从地图上抹去。而我只用了一艘815号电子侦察船，成功潜入霸国演习海域，把他们的联合舰队搅得天翻地覆，甚至还在他们航母的指挥屏幕上放起了葫芦娃。报告奥德彪舰长，联合舰队已经进入龙国海域，但是龙国那边似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旁的航母指挥官奥德彪不屑一顾地说道：哼，慌什么？没发现龙国军舰，这不是好事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群龙国人除了能抗议，他们啥也不敢做。此时，航母甲板上的一名士兵跑了进来，结结巴巴地告诉奥德彪舰长：报告舰长，我在甲板上看到了一艘龙国的军舰，正大摇大摆地向我们的航母靠近。别一惊一乍的，雷达兵刚才报告过了，附近没有发现龙国的军舰，你居然告诉我用肉眼看见了？你看到的应该是我们霸国的军舰。不，舰长，我在航母甲板上工作了10几年，我们霸国的每一艘军舰我都认识。这是一艘我连见都没见过，长相非常奇怪的军舰。闭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作为一位军人，胡说八道可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早就吓得瑟瑟发抖的甲板兵直接待在原地，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与此同时，815号指挥室内立刻开始对霸国舰队进行电子干扰，入侵他们的加密通信频道。我要知道他们的一切动向。收到。为了缓和气氛，先给他们放段葫芦娃。先等下，多年以来都是他霸国在挑衅我们龙国，今天可算是轮到我们龙国扬眉吐气的时候了。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必须拍个视频留作纪念。咦，老刘，你这手机拍的视频不行啊，怎么这么模糊？用我的华为 Mate 60试试。嚯，王大强，你怎么也舍得买这么贵的手机？嘿嘿，我去左下角免费领的，现在左下角出了5000台华为 Mate 60，还有不限量苹果15配套送，都全新顶配机。我之前不信，懒得下载，后面试了一下，结果这苹果15真领到了，其他人看到了也都一起跟着抢了。没义气这种好事不告诉我，急啥？链接在就是还能领，你现在赶紧点左下角链接下载，呱呱即生升级，领到就给你送到家。那我也去试试。就在此时，联合舰队的加密通信频道内，还有电子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葫芦娃，葫芦娃，你在台上听。一声声的葫芦娃，连续数分钟都回荡在霸国联合舰队的加密通信频道内，这可把奥德彪舰长气得直跺脚，立刻跑到甲板上拿起望远镜一看，彻底傻眼了。这该死的龙国军舰，它到底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面对这根本没有任何杀伤力但侮辱性极强的挑衅，奥德彪立刻回到了指挥室内，立刻给我加大雷达的功率，仔细搜寻附近海域，连一只小鸟都不要放过。另一边，815电子舰指挥室中，原本赵小龙的这艘军舰是有全息隐身和雷达隐身的双重技能，目前蓝星没有任何雷达可以发现它，但当他进入霸国联合舰队内部后，就关闭了全息隐身功能，只开启了雷达隐身，目的就是故意让霸国航母甲板上的人发现它，这对霸国舰队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他霸国在我们龙国家门口耀武扬威，疯狂的挑衅。今天让他们也尝尝被挑衅到底什么滋味。你们这群废物都是干什么吃的？龙国军舰都贴到我们脸上了，为什么我们的宙斯系统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我们的雷达发现不了它？打开所有导弹发射井，立刻马上把那艘龙国军舰给我击沉！舰长，这艘军舰实在是太奇怪了，严格来说不应该叫它军舰。我们已经派无人机对它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侦查，我们发现除了甲板上顶着4个白色的大圆球，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进攻型武器，就连用来保命的近程舰炮都没有。听到雷达兵这么一说，舰长奥德彪突然仰头大笑起来。
连个舰炮都没有。从他那个头来看，那应该就是龙国的一艘大号的渔船。这些可恶的龙国渔民，肯定是又打捞了我们的电子设备，所以才入侵了我们的加密频道。对，还是舰长有见识，分析的有道理。但我们的雷达为啥就看不见呢？正当奥德彪还在纳闷之时，另一边赵小龙立刻命令815关闭雷达隐身，是时候让八国看看我们的真正实力了。与此同时，法国航母上的雷达兵立刻兴奋了起来。报告舰长，我发现它了，离我们只有几海里。立刻给我锁定它，立刻发射导弹击沉它。然而，雷达兵却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丝毫想要执行命令的想法。搞什么？我说话你们是没听见吗？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舰长，我们的雷达确实发现它了，但是什么？别吞吞吐吐的。雷达显示，这艘该死的龙国军舰，它居然在1000海里的范围内反复来回横跳，一会在东，一会在西，甚至还跑到了天上，位置难以确定。我们的火控雷达根本没办法锁定它。你又在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真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这是军舰，不是飞机，它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速度，在1000海里内来回乱跳，还跑到天上？我看你是没睡醒吧。小龙啊，没想到这么一艘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军舰，居然能对霸国的几个航母战斗群进行疯狂挑衅。而王司令也是一脸兴奋地说道：是啊，刘部长，这样的军舰要是能给我们的海军来上几艘，我保证以后谁要敢再到我们的海域耀武扬威，我第一个开火还击。此时，刘部长立刻将目光投向了赵小龙。小龙啊，咱能不能商量一下，我们搞个合作呀？你这军舰还有你那6代机，我们都想要，你开个价吧，高高的开，咱龙国有的是钱。面对龙国高层的要求，赵小龙并没太在意，立刻说道：合作的事情先不谈，我们还是先解决掉眼前的问题吧。这西方霸国我太了解了，你要是没有他强大，他就会天天欺负你，跑到你家门口来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如果你比他还强大，他们的认怂速度比孙子还快，所以我今天必须把他们给彻底征服了。对，赵小龙，你说的对，只有征服他们，我们龙国才能得到和平。赵小龙，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我全力支持你。随后，赵小龙命令815再次入侵霸国的加密频道。奥德彪舰长，我是赵小龙，就是那个炸了你们航母和空军基地，又绑架了你们的奥普登总统的赵小龙。你给我听好了，按照我说的要求，立刻执行，如不照做，我立刻让你们的联合舰队葬身大。西方霸国为了得到我的黑豹战机，居然组成联合舰队，上百艘军舰进入龙国海域进行疯狂挑衅，而我只有一艘815号电子侦察船。为了给他们致命一击，我决定去趟月球。而刚被放回国的霸国总统奥普登却满脸愤怒：就是这小子打我战机，炸我航母，空袭我们的空军基地。最可气的是，他居然还绑架我，还对我进行疯狂的折磨。现在我回国了，我宣布悬赏500亿，活捉赵小龙，还有他那架黑豹6代机。爸爸说的对，我樱花国强烈支持。另外，我认为我们要连同龙国一起制裁，因为这个赵小龙他之所以如此嚣张，背后肯定有龙国军方的支持。对，樱花哥说的有道理，我们棒子集团也强烈支持。随后，霸国的其他几个儿子也纷纷表示支持。当龙国军方高层看到霸国的悬赏公告时，简直是哭笑不得。没想到啊，我龙国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居然让不可一世的霸国开出了500亿。赵小龙，你现在可是全蓝星最值钱的人了，当年的白虎寺关灯都没你出名。刘部长，快别这么说，我知道我这次会闯大了。别怕，你身后有强大的龙国。这群可恶的西方霸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为了给他们致命一击，我决定去趟月球背面。随后，赵小龙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了大屏幕上。我准备在月球上搞几个导弹发射基地，从那里发射导弹，速度可高达30马赫以上，这个速度无法被拦截，而且哪怕是一颗普通导弹，在如此高的速度下，也会产生巨大的杀伤力。此时，龙国的几个教授望着大屏幕上的月球导弹发射基地，满脸嫌弃地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先进的高科技，早在20多年前，西方霸国就进行了理论论证，最后证明想要在月球上发射导弹根本不可行。对啊，西方霸国都搞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肯定也不行。赵小龙，请你不要打着科研的幌子骗取龙国的经费。哼，西方霸国在我眼里啥也不是，他们搞不出来的东西，我赵小龙必定要把它搞出来。此时一旁的刘部长也看不下去了。王教授，请你理性看待和霸国的差距。霸国搞的6代机到现在都还没个影，人家赵小龙1个月就搞定，这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赵小龙，放心大胆的去干，龙国是你坚强的后盾。感谢刘部长的支持。发怒，这个赵小龙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刘部长这么相信他？王教授，我看咱还是回办公室吹空调去吧，在这显得有些多余。我可是来要研究经费的，拿不到经费，我怎么换大房子？真是气死我了！我跟他赵小龙没完。就在赵小龙
去了月球后，另一边，霸国带着他的儿子们再次来到龙国西海海域，正耀武扬威地搞着实弹演习。一艘樱花国的军舰飞速往龙国领海驶去。报告俄罗斯将军，我已进入龙国海域。干得不错，立刻释放伪装信号，把龙国军舰引过来。龙国国防部指挥室内，报告部长，樱花一艘军舰已经闯入我国领海，信号显示为一艘大型驱逐舰，携带大量攻击性武器。这小日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命令我们的驱逐舰立刻前去拦截。随后，一艘万吨大驱华东舰立刻追了上去。樱花军舰，这里是龙国海域，请立刻驶离，否则后果自负。想让我离开，门都没有，继续全速前进，直奔龙国沿海。面对警告，樱花军舰不但不理会，还发射了一枚导弹。报告刘部长，敌方已经开火，请求立刻开火还击。立刻还击，把它给我击沉大海。随着华东舰几枚导弹的发射，远处的霸国航母也派出狙击，发射了拦截导弹，将华东舰发射的导弹全部拦截。而樱花军舰却突然猛地一个掉头，马力全开，准备逃离。龙国海军也不过如此，想跑没那么容易。正当华东舰还在追击樱花军舰时，它的前后左右突然冒出20几艘霸国军舰，将龙国的华东舰团团围住，所有霸国军舰的导弹发射井也全部打开。完了，我们好像上当了。报告刘部长，发现霸国军舰26艘，我们好像被包围了。龙国国防部指挥室内，所有人员全都惊出一身冷汗。刘部长，这简直就是侵略！我请求我们的东风快递立刻向他们开火。不能用东风快递，我们的华东舰还在包围圈内。华东舰指挥员，我命令你想尽一切办法突围，实在不行就立刻弃舰逃生。就在同时，卑鄙无耻的西方霸国封锁了华东舰的所有退路，还不停地向华东舰军舰周边几十米区域发射导弹，故意不击中军舰，疯狂的戏耍和挑衅。刘部长，突围恐怕是不可能了。作为龙国军人，弃舰逃生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是死与军舰共存亡。在我樱花帝国面前，一切的不顺从的反对势力就是这个下场。刘部长，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龙国，交出赵小龙和他的黑豹6代机，我可以让你们的军舰安全离开。刘部长，华东舰全舰人员反对交出黑豹6代机。说完，华东舰指挥员立刻下令全速前进，直接撞向正前方的霸国航母，与一艘霸国航母同归于尽。部长，华东舰和霸国的肯顿号航母一起沉没了。向华东舰上的所有战斗英雄敬礼。指挥部内气氛骤然紧张，所有人悲愤不已。然而军情紧急，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王大强立刻命令附近队所有军舰立刻前往事发海域，歼灭所有西方霸国军舰。随后，正在附近海域的10几艘军舰与霸国军舰迅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小龙国区10来艘军舰，居然敢和我们上100艘军舰的联合舰队对抗。由于其他舰队的军舰赶过来需要一定时间，很快龙国的10几艘军舰就被击沉，但大部分军舰是在发射完最后一枚导弹后，就直接撞向霸国联合舰队的军舰，与他们同归于尽了。刘部长，我劝你不要再做任何无用的反抗。我们本来就是来搞演习的，没想到你们却自己送上门让我们打。交出黑豹，否则我就向你们的沿海城市发射导弹。发怒，简直就是卑鄙无耻！为了一架战机，你们居然一点脸都不要了。只要我龙国还有一个军人在，也要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厚颜无耻的西方霸国。此时，没有任何战斗力的815电子攻击船突然以160节的航速冲进霸国联合舰队内部。刘部长，是赵小龙的815来了。早就吃过815亏的霸国舰队看见海上街溜子815的到来，立刻汗毛直竖，全都吓得瑟瑟发抖。各国军舰请注意，海上街溜子815，他来了！所有军舰立刻关闭所有雷达，除了动力系统所需要的电子设备，其他电子设备全部关闭，并立刻掉头，赶紧撤退回家。对不起，刘部长，为了给霸国联合舰队致命一击，我刚刚去了躺月球，所以来晚了。震惊！这小子居然去了躺月球，他该不会又搞出了什么高科技武器吧？赵小龙，你可要小心了，我们10几艘军舰都被他们击沉了。刘部长，我的月球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打造完成，我立刻送霸国舰队上天。说完，处于月球背面的2座月基发射井已经缓缓打开。815，立刻传输霸国舰队坐标信号，发射地月导弹。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男人只是去月球玩了下泥巴，就引来西方霸国联合舰队的围攻。不料，男人直接从月球发射了2枚导弹，将霸国36艘军舰全部击沉。杀鸡给给，我好像看到流星了，好美，好美呀！另一名霸国的飞行员也兴奋了起来。我也看到了，想不到这辈子不用上太空，也能看到这么美的流星。正当2名飞行员还沉浸在欣赏美丽的流星之时，突然耳边却传来剧烈的警告音：警告！警告！舰队已被来历不明的导弹锁定。一声声的警报音吓得西方霸国36艘军舰瑟瑟发抖。一群废物，慌什么？肯定是那该死的宙斯系统又把流星错误识别成了导弹。奥普登总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真是废物！立刻启动高氢纳米
米量子卫星，立刻给我搞清楚，天上飞的到底是流星还是导弹。20秒后，报告总统先生，那玩意根本不是什么流星，而是几枚导弹。什么？真是导弹？立刻发射拦截弹，把它给我拦截在大气层以外。敌方导弹速度太快，雷达无法完成锁定，就算发射防空导弹也追不上。胡说八道！我霸国的宙斯导弹速度高达15马赫，是蓝星最快的导弹，怎么可能追不上龙国的导弹？因为这导弹就不是来自蓝星，而是月球。赵小龙，你可算回来了！我们10几艘万吨大驱都被霸国击沉了，气得我手机都摔坏了。刘叔，别生气，手机坏了，我给你推荐的地方再买一部。最近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几双球鞋了。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上面的 iPad 9也只要1400，推荐你也转转。可恶，又是这个赵小龙，我要扒了他的皮。报告总统先生，龙国导弹速度高达32马赫，拦不住，根本拦不住。32马赫的导弹，这要是击中我们的联合舰队，估计整个舰队连渣都找不到了。不管拦不拦得住，立刻发射所有导弹，运气好的话，总有那么一颗会击中它。随后，霸国联合舰队发射出无数导弹，随着导弹的爆炸，之前霸国飞行员看到的陨石也消失在了空中。我就说嘛，就没有我们的宙斯系统拦不住的导弹。就算一枚拦截弹的拦截几率只有10%，老子一次发射20枚，拦截率高达200%，怎么可能拦不住？对，还是奥普登总统懂得多，我太崇拜你了。太好了，危险解除了，我又可以回家看樱花了。这群该死的龙国人，我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招数？真是可笑！地月导弹，我们霸国早就研究过了，要把导弹运到月球上发射，不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就算发射成功，打击精度也非常低。地月导弹发射系统根本就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眼前这一幕，不但霸国这边疯狂的嘲笑，就连龙国国防部内也是一片不满的声音。我早就说过，地月导弹根本无法实现。这下好了，龙国花了1000亿，赵小龙就搞出这么一个东西。对，这个赵小龙拿着龙国的科研经费肆意挥霍，根本不考虑事情结果。此时，一直支持赵小龙的刘部长也瞬间感觉非常失望，看了看周围的人，说道：“王大强，前来支援的军舰，让他们返航吧，不要再过来送死了。这一战，龙国彻底败了。”刘部长、王教授，你们一个是龙国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家培养多年的高级人才，你们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吗？你们看那是什么？与此同时，霸国舰队和天上的飞行员耳边再次响起了无尽的警报音：警告！警告！导弹来袭，预计10秒后击中舰队中心。该死，那些像陨石的导弹，他们又回来了，而且我不。此时，霸国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几十个导弹飞行信号。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刚不是说只有2枚导弹吗？现在怎么突然出现了几十枚？快，继续拦截！总统先生，已经拦截不了了，太多了，而且速度都是32马赫以上。话音刚落，几十枚弹头由于雨点一般击中霸国舰队，一瞬间，霸国和他那几个儿子组成的36艘联合舰队被炸得连渣都不剩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赵小龙，你这地月导弹到底发射了多少枚？我就发射了2枚，从月球背面发射的，绕过月球一圈后形成引力弹弓效应，速度被加速到32马赫，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由于速度太快，又形成水漂弹道，所以在大气层内会看到出现后又消失的景象。那为什么发射了2枚，最终击中霸国舰队的却是几十枚？那是因为这2枚导弹都采用了分导式多弹头技术，一枚导弹有32个分弹头，会在进入大气层后分离，然后分别攻击各自的目标。另一边，霸国黑宫大楼内，奥普登看着大屏上连渣都找不到的霸国联合舰队，气得浑身颤抖。赵小龙，你别高兴得太早，别忘了我们西方霸国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卑鄙无耻，我早就留了后手。随后，奥普登看了看手下的士兵后说道：“命令夜鹰1号释放毁灭者1号。赵小龙，你接2连3的痛击我霸国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这次我们也要你付出代价。”此时，奥普登身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架2战时期的老式战机，而它的位置显示却是在龙国一座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上空。早就知道你们龙国的雷达先进，但是我们专门做过测试，像这样的老飞机，你们的雷达根本侦测不到。那又怎样？这种老飞机，我们的雷达虽然发现不了，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攻击力。你错了，你看看它的肚子下面挂了什么？一瞬间，那架老式战机的下方，一颗传统的滑翔式航空弹缓慢地落了下来。知道炸弹里面有什么吗？
也没多少，就几公斤铀235而已。不过你们放心，我故意将炸弹的爆炸时间设定为落地后5分钟。奥普当，你疯了！你知道这样做什么后果吗？你这简直就是在屠杀！这下完了，几公斤的235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这毁伤力简直不要太恐怖。或许还有救，算上毁灭者1号的落地时间，大概还有7分钟左右才爆炸，时间完全够用。随后，赵小龙立刻驾驶他的黑豹战机再次起飞。黑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毁灭者1号的落地坐标，然后进行捕捉，把毁灭者1号带到樱花国去，让他们重温一下70多年前的那股热浪。收到，启动中速巡航，速度20马赫，预计30秒内到。男人只是从月球发射了2枚导弹，一不小心击中了西方霸国的36艘军舰。不料，卑鄙无耻的霸国总统奥普登居然向龙国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扔了一颗核弹。黑豹立刻前往霸国投放核弹的城市拦截他。没用的赵小龙，这是一颗老式的航空核弹，里面有15公斤铀235。就算你把它成功拦截，爆炸所产生的毁伤力也会将你们的城市毁灭。奥普当，你完全是疯了！看来上次绑架你还没把你折磨够，你给我等着！处理完这枚核弹，我立刻去你的黑空大楼活捉你，继续折磨你。此时的赵小龙正驾驶着他的核聚变动力战机，以20马赫的速度朝着落下核弹的城市飞去。已经到达核弹上空，开始捕捉，距离核弹爆炸时间还有2分钟，捕捉完成。黑豹立刻开启高速巡航，把这枚霸国的核弹送到他的儿子樱花国上空，让小日子们重温一下70多年前的那股热浪。收到，高速巡航已经启动，速度47马赫。随后，赵小龙的黑豹战机只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就来到了小日子领空，离核弹爆炸时间还有1分15秒。已经到达樱花国上空，正在计算最佳投弹时间。关闭雷达隐身，让小日子的雷达能发现我们。我要先调戏一下他们。随后，樱花防空司令部的雷达瞬间就发现了黑豹，但他们全然不知他们的末日即将到来。报告官方长官，一架龙国战机已经进入我国领空。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下等兵，不就是一架龙国飞机吗？他隔几天就会来一趟，每次都是拍几张照片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这次好像不一样，这架战机肚子下面挂了1枚炸弹。随后，士兵将卫星图像投到的大屏幕上。还真挂了一颗炸弹！快，给爸爸打电话，请他们授权我们起飞 F-36拦截。很快，小日子得到爸爸的授权后，立刻起飞了2架 F-36战机。报告，我已发现龙国战机，是否击落？不对劲，龙国飞机明明就在我的正前方，为啥我们的雷达却侦测不到这架飞机？给我咬住它，找准机会发射空导弹，把它击落。报告长官，龙国飞机速度为0。这怎么可能？那可是2万米高空，他是怎么做到悬停的？他这是在悬停等待我们的到来。终于追上来了，我都快睡着了。黑豹，保持和小日子飞机同样的速度巡航，别让他们跟丢了，然后入侵小日子的通信系统，我要和他们通话。收到。小日子飞行员，给我听好了，我劝你们立刻开着飞机，能飞多快飞多快，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你们仔细看看，我飞机下面挂的是一颗什么弹？我们驾驶的可是蓝星最先进的 F-36战机，不管你挂的什么导弹，一旦让我锁定你，我会立刻开火。好啊，我马上关闭雷达隐身，来吧，发射导弹击落我吧。正当小日子飞行员想要发射导弹时，耳机里传来一阵破口大骂：蠢货，不要发射导弹！我刚刚和爸爸确认过了，他挂的是1枚核弹，你就算把它击落，那枚核弹也会在我们的城市上空爆炸。我听我80岁的爷爷说过，70多年前就是和这枚炸弹一模一样的小日子快乐弹，直接就毁灭了短岛整个城市。此时，小日子的爸爸霸国总统奥普登打来视频电话：一群废物，那枚核弹还有1分钟爆炸，赶紧疏散你们城市里面的平民吧，我已经尽力了。爸爸，救救我呀！那可是核弹，还有1分钟，疏散还有用吗？赶紧跑吧，能跑多快跑多快，能跑多远跑多远吧，我都自身难保了。这可恶的赵小龙，下一步就会来黑宫大楼活捉我，我要赶紧进入地下堡垒。另一边，黑豹战机已经找到最佳的投弹位置，樱花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西京上空，也是那座罪恶的鬼庙上空。距离核弹爆炸还剩15秒，请立刻下令投弹，否则黑豹的逃离时间不够，飞行员会遭受严重的核辐射。而龙国指挥部内，刘部长看着眼前的一幕，也是焦急万分。赵小龙，再不投弹，你会吸的，赶紧投弹离开樱花国领空。我要在最佳时刻投下核弹，这样才能炸死更多的小日子，以我一个人的命换几百万小日子的命，值了。说完，赵小龙命令黑豹投下核弹。小日子，今天这枚核弹只是个开始，你们欠龙国的那些血债，再扔100枚也无法安慰我龙国逝去的那些英雄。话音刚落，樱花城市上空发生剧烈的爆炸，一阵猛烈的强光
光扑面而来。而赵小龙的黑豹战机虽然已经开启高速巡航，由于离中心爆炸点距离太近，整个机身开始剧烈摇晃。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黑豹，我不想洗在樱花国境内，把我带回龙国。已启动超高速巡航，速度70马赫。赵小龙，你挺住，5秒内到达龙国空域。龙国作战指挥室内，所有人看着奄奄一息的赵小龙，深吸了一口气，立刻调集国内顶尖的核辐射治疗医生和教授，立刻前往机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赵小龙的命。而此时，黑豹刚刚进入龙国领空，驾驶舱内的赵小龙呼吸完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口龙国空气后，彻底停止了呼吸。报告刘部长，赵小龙他到底怎么样了？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要保住他的命。赵小龙的黑豹战机不见了，刚进入我国领空就从雷达上消失了。赵小龙，你到底是喜是火？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男人为了给龙国先烈血恨，居然将一颗核弹投向了樱花国城市上空，随后又开着6代机直奔霸国领空。不料由于投弹时间太晚，导致战机无法逃离。深受高强度核辐射的他危在旦夕，就连龙国军方高层也被吓得瑟瑟发抖，拼命寻找他的踪迹，死要见人，活要见尸。报告刘部长，赵小龙和他的6代机信号彻底中断了。完了！毁灭樱花城市的英雄少年，他到底在哪？王大强，立刻打开我们部署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微波量子雷达，动用轨道上的所有侦察卫星，全力搜寻赵小龙和他的黑豹战机的下落。刘部长，我们正在努力，请给我一点时间。正当龙国军方还在焦急的搜寻之时，赵小龙和他的黑豹战机正以27马赫的速度高速飞行。检测到宿主危在旦夕，系统再次对宿主身体进行强化，但是由于宿主遭受的核辐射剂量太大，全身多细胞产生癌变，只能延长宿主生命7天。7天？你个狗系统！别人家的系统都是无所不能，直接给宿主无限生命值，你就给我7天？你是真的狗？本系统是无限暴兵系统，只能为宿主无限召唤士兵和装备，强化身体都是我去别家系统那偷学来的，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剩下的7天寿命，赶紧起来霍吧。说完，无限暴兵系统消失在赵小龙眼前。尼玛，7天就7天！黑豹，立刻进入霸国领空。我说过，处理完他们向龙国投送的核弹，我第一时间就是去活捉他霸国的总统奥普登，继续折磨他。收到，已经开启中速巡航，速度20马赫，预计20分钟内到达。与此同时，由于赵小龙的黑豹拥有目前最先进的全息隐身和雷达隐身，龙国军方动用了米波雷达和量子雷达以及全部侦察卫星，终于搜寻到了赵小龙黑豹战机的踪迹。报告刘部长，我们发现赵小龙了。怎么样？他的飞机有没有坠毁？从目前来看，飞行状态很稳定，正以20马赫的速度往霸国领空方向飞去。又去了霸国，这刚炸完樱花，他又去霸国作甚？立刻与他建立星链通信链接。检测到龙国军方请求链接通信，请问是否链接？接通吧，给他们报个平安。赵小龙，你遭受了超大剂量的核辐射，我命令你立刻返航接受治疗，否则你真的会死的。谢谢刘部长的关心，我已经没啥事了，我还年轻，还扛得住。可恶的西方霸国居然敢向龙国扔核弹，要不是我及时处理，将核弹转送给了他的儿子樱花，此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龙国同胞被炸死。立刻停下！我知道你想干嘛。上次你绑架霸国总统奥普登，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所以他才会报复。刘部长，不用再说了，这次我要让他彻底屈服，我让他们霸国再也不敢对龙国再进行任何报复。说完，赵小龙立刻切断了通信，加速驶向霸国领空。黑豹，进入霸国领空后，立刻关闭所有隐身技能，我要让奥普登总统眼睁睁地看着我大摇大摆地进入他的领空，并活捉他。霸国黑洞大楼防空指挥室内，几个雷达兵呆呆地望着电子屏幕，老半天后结结巴巴地蹦出几个字来：报告！混蛋，不用你报告了，我已经看见了。不就是一架飞机吗？有什么好怕的？立刻发射导弹拦截它！总统先生，我们早就发射拦截弹了，但是它的飞行速度高达20马赫，我们最先进的导弹速度也只有15马赫，追都追不上，这立马怎么拦截？真是一群废物！在它要经过的正前方，立刻起飞我们所有能起飞的战机，组成一道防护墙，撞也要把它给我撞下来！奥普登总统不愧是当今董王，我太佩服你了！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立刻执行。随后，法国空军立刻起飞了近100架战机前去拦截。检测到前方有上100架霸国战机，激光炮已启动。提示音刚完，只见黑豹机鼻下方一束刺眼的激光光束，只用了不到半秒时间，所有霸国飞机全部灰飞烟灭。而看到这一幕的奥普登，气得差点就当场去世。一群废物！霸国的军费是全蓝星最高的，每年9000多个小目标的英超给到你们，现在连一架飞机都拦不住，还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我们领空游荡，我拿你们有何用？废物！
总统先生，我们还是赶紧进壳子里躲着吧。我们的地下堡垒深达600米，就算他赵小龙的6代机再先进，他也总不能会钻地吧？丁已经到达黑洞大楼上空，通过监听霸国防空指挥部得知，奥普登目前躲在600深的地下堡垒中。知道我要来，他这是怂了呀！黑豹有什么办法能在不将堡垒毁灭的情况下进入地下堡垒？我要活捉奥普登。只有一个办法，用小功率激光炮轰击，预计3分钟左右到达600米的地下。随后，黑豹击敌下方的激光炮，开始轰击地下堡垒上方的防护装甲，而地堡内的奥普登和他的手下早已吓得瑟瑟发抖。完了，这家伙的战机好像真的可以钻地，我们该怎么办，总统先生？胡说八道的废物！飞机怎么可能会钻地？而且是深达600米的地下，他就算能钻，一时半会他进不来。慌什么？立刻给我联系龙国高层，让他们立刻命令赵小龙的6代机滚出我霸国的领空，否则我将启动核密码箱。正当奥普登想要打开他的核密码箱时，赵小龙已经来到地堡门外。狗系统，你给我出来！奥普登身边肯定有很多保安，我需要武装保护。丁已为宿主召唤2名3级钛合金士兵，足够保护宿主安全。随后，2名钛合金士兵直接一脚踢开堡垒的装甲大门，一瞬间就解决掉了奥普登身边的保安。奥普登还想向龙国发射核弹是吧？就算你发射了，我也有1万种办法把你发射的核弹全部引导到你儿子樱花国去。你是真想彻底将他从地图上抹去对吧？赵小龙，我可是霸国总统，你别这么嚣张！你今天就算是把我嘎了，整个西方霸国都会跟你和你的龙国没完。我为什么要嘎了你？我就是想折磨你，折磨完你，我会让你继续做你的霸国总统。说完，赵小龙掏出一个奇怪的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吗？今天我就要用它，让你彻底征服，让你以后再也不敢在龙国面前耀武扬威。各位衣服，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衣服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西方霸国向龙国投送核弹，不成想一不小心被龙国战神将核弹转送到了樱花国上空引爆。最后躲在地下堡垒的霸国总统奥普登也被他活捉，并开始对他进行疯狂折磨，要求他必须签下与龙国的永不侵犯条约，还要赔偿龙国2万亿。赵小龙，我劝你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已经命令海狗突击队来营救我。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明明没有看见这小子出手，怎么总统的耳朵就不见了？混蛋，在你面前的可是霸国总统，你简直是在找死！你们都快死到临头了，还不给我老实点？霸国总统又能怎样？我今天要折磨的就是霸国总统。你可别忘了，我们西方霸国说的可不只是一个国家，你今天的行为是在和整个西方霸国为敌。哎呦，小蝼蚁，给我一杯凉快去！奥普登，今天给你2条路：第一，你签了这份合约，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与龙国对抗，赔偿龙国战争损失2万亿，撤回你在棒子、樱花还有猴子家的所有军事基地；第二，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把你怎么折磨到只剩最后一口气。你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如此无理的要求，我绝不会答应。是吗？说完，赵小龙掏出一件神秘的物品，放到了奥普登的眼前。混蛋，你个恶魔，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主人，你的电话已挂掉了。等我忙完正事，再来慢慢收拾你。您好，刚没接到电话，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您粉丝在咱们左下角领的这批手机准备发货了，发货名单已经发给你了，辛苦核对下，没问题，我们就安排发货了。没问题，发货吧。主人，我也想领，还来得及吗？上次活动太火爆了，不过我已经给左下角厂商沟通好了，新增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全放左下角的新链接了。先到先得，我们群里这么多人都领到了。还真是，上线就看到领取界面了。可是我也不会玩游戏，你教教我怎么玩呗。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而且我左下角可是官方加速链接，再用上这几个专属礼包码，升级还能更快，只要15天内达到325级，苹果、华为任你选，快去吧。那我现在就去领一个。这么想知道这是什么吗？那我马上成全你。太狠了，想不到这小子会用这么残忍的工具折磨霸国总统。总统先生，我发现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再给你加点速度。怎么办？我好像看到贝三儿子了。随着赵小龙手中的工具在奥普登全身不停的狂扎，很快惨叫声响彻云霄。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服了吗？赵小龙，我服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签合约，从今天开始，我霸国再也不和龙国作对，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吗？但我不接受你们在龙国家门口肆意妄为的时候，你就注定会得到恶果，所以我必须让你体会一下被折磨的滋味。正当赵小龙还在疯狂折磨奥普登时，
突然，检测到宿主生命垂危，体内大量细胞开始进一步癌变恶化，系统已经无法对宿主身体进行强化，请宿主不要太激动。尼玛，你个狗系统，你不是说过我还有7天的寿命吗？才过了1天，怎么会如此虚弱？由于宿主向樱花投弹时距离中心爆炸点太近，宿主遭受的核辐射剂量巨大，能保住7天寿命已经是个实奇迹，系统已经无能为力。与此同时，得知霸国总统再次被赵小龙绑架的龙国军方打来电话。赵小龙，我命令你立刻回国接受治疗，否则你真的会死的。好的，刘部长，我听你的，我马上就回去。奥普登，我希望你说话算话，你要再敢和龙国作对，我绝不会放过你。在奥普登签完永不侵犯条约，并答应赔偿龙国战争损失2万亿后，赵小龙开着飞豹离开了霸国。赵小龙，我们的英雄，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已经为你安排了最好的治疗方案，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要保住你的命。随后，刘部长把赵小龙带到了一处疗养院。这是我们龙国保密级别最高的军区医院，拥有目前蓝星尚未公布的很多先进治疗设备。不用那么麻烦，刘部长，我知道我自己的状况，我只有7天时间了。先不说这么多，我们会想办法。主人，这左下角真靠谱，我的华为都发货了。你再接着挂机，后面还有更多福利呢。与此同时，听说爸爸被龙国欺负，樱花哥还被核弹攻击，西方霸国的那几个儿子愤怒不已。爸爸，和龙国开战吧，我全力支持。我们西方霸国最近脸都丢尽了。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轻易算了，立刻召集全部国家，立刻开启新一次的全球会议。对，龙国敢用核弹炸我的城市，我要让他付出代价。现在联合理事会会长都是我们的人，这次会议绝对能给华夏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在会议开始前，霸国总统奥普登早就已经想好了对策。在会议上，我会提出，由于龙国太过强大，破坏了世界平衡，勒令龙国将最新科技的军事武器全部无偿共享。你们几个必须投下赞成票。对，趁着现在联合理事会依旧还掌控在我们霸国手中，一定要让龙国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几小时后，全球联合会议在霸国的控制下火急火燎地开始了。由于会议太过紧急，所以采取的是线上会议。可当他看向龙国代表的画面时，奥普登却是愣住了。龙国那边屏幕怎么还是黑的？不光是他，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这次会议的2大主角之一的龙国此刻竟然还没有到场。此时，理事会长拉库库装作出非常严肃的样子问道：怎么回事？难道没有通知到龙国吗？还有10分钟，如果龙国再不出现，就判他们放弃这次解释的机会，届时无理由赔偿我们霸国以及其他受害国家的合理要求。龙国的代表不敢来了，绝对是心虚了。武器装备再先进又能怎样？我看他龙国就是一只纸老虎。听到这里，有几个与龙国交好的代表顿时有点绷不住了。你们说什么呢？几10年以来，明明是你们西方霸国整天跑到人家家门口耀武扬威，核弹也是你们霸国投下的，龙国迫于无奈才把核弹送到樱花。龙国现在如此强大，这一切都是被你们强迫出来的。由于西方霸国横行霸道了几10年，面带节奏的自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安排的，而大部分国家都是敢怒不敢言。看着会议上各国的表现，奥普登脸上逐渐露出得意的微笑。对，就这样继续吵下去吧。我希望龙国永远不要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样他们的科技成果就全都是我们霸国的了。此时，理事会会长拉库库严肃地说道：最后再给龙国1分钟时间，1分钟后龙国再不出现，我就宣布立刻对他们进行制裁，并要求龙国交出所有高科技技术的资料，否则我会同意全部霸国联合起来讨伐龙国。太好了，如果龙国不执行联合理事会的决议，那我们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龙国进行强烈谴责，再然后就是舆论施压，等到最后，甚至不用正面对抗。华夏最近研发的各项科技成果都是我们霸国。男人闲着没事干，居然向樱花国送了一颗核弹，不料卑鄙无耻的西方霸国立刻就全面围攻龙国，这可把龙国军方高层吓得瑟瑟发抖。完了，连续2次绑架霸国总统，现在又用核弹把樱花给炸了，这回肯定要出大事了。现在霸国正联合他那几个儿子召开联合理事会议，要我们交出所有高科技装备和赵小龙、王大强，你认为这事该如何处理？刘部长，核弹本来就是他霸国发射的，我们迫于无奈，只能把它送给樱花，现在却把锅甩给我们，简直就是厚颜无耻。我认为我们不用理会他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以我龙国目前的实力，倘若真和霸国开战，最后没啥好果子吃。王大强，你立刻去参加联合理事会议，看看那群贼子到底想要做什么。随后，联合理事会议中，
中，龙国的屏幕终于亮了起来。与此同时，大屏幕上一段由霸国提供的视频开始播放。画面中，一架6代战斗机先是炸了霸国航母，然后空袭霸国的空军基地，2次进入霸国领空，随后又向樱花投了一颗核弹。最后，这架6代机降落在了龙国的机场。请问龙国代表，视频中的那架6代机是不是来自你们龙国？面对联合理事会会长的质问，王司令脸色不变，直接点头表示肯定的。是又怎样？既然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请龙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在没有告知任何国家、没有告知联合理事会的情况下，就贸然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你们究竟是想要做什么？面对这群厚颜无耻的西方霸国，王司令真想立刻从大屏幕中跳出来，挨个给他们一巴掌。我们龙国做事情向来是出师有名，如不是迫不得已，绝不会这样做。至于你们西方霸国想给我们扣什么样的帽子，你们随意。如今的龙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龙国了，你们爱咋咋地。说完，王司令直接下线了。龙国的强硬态度，直接让在场的西方霸国代表全部蒙圈了。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龙国他是想造反了，立刻对外宣布，西方36个霸国和龙国开战。霸国要开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龙国国防部内。王大强，我叫你去开会了解情况，你倒好，直接整开战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可是36个西方霸国，这战该怎么打？就在龙国军方束手无策之际，用核弹炸樱花的赵小龙实在坐不住了。刘部长，这些卑鄙无耻的西方好战分子，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了。别看他们人多，但是我有办法，不费一兵一卒，能让他们知难而退。你又有什么好办法？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打仗靠的都是信息数据链传输，而要传输信息，就要用到通信设备。听到这里，刘部长立刻就明白了赵小龙的意思。赵小龙，你的意思是我们先搞掉八国的卫星通信系统，尤其是他们的星链系统，这样的话，他们就成了瞎子和聋子，他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刘部长不愧是龙国国防部长，我一点就透。赵小龙，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只管吩咐，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先发制人，不给霸国出手的机会。霸国的星链系统有1万多颗卫星，我一个人很难全部摧毁。我需要几名身体素质极强的飞行员和我一起驾驶6代机进入太空，用激光炮摧毁霸国卫星。此时，霸国拉西航天指挥中心内，一群霸国士兵正操控着太空中的卫星，收集全蓝星的各种地面信息。报告总统先生，目前龙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军事目标分布图正在制作中，预计还有几小时可以制作完成。加快速度，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一旦位置标记完成，先给他来一波饱和攻击，每个目标发射50枚导弹，我看他龙国的防空系统怎么拦截。一旦开战，首先要攻击的就是军事目标。阴险狡诈的西方霸国，原来早就已经开始对龙国的军事目标进行标记。如果不是赵小龙提前想到了打击他们的卫星，或许几个小时后，龙国就会变成一片废墟。而此时，大屏幕上传来一阵警报音：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还没有发射导弹，哪来的警告音？报告总统先生，是我们的卫星似乎出了点状况，不用担心，没啥大事。该不会是龙国发现了我们的卫星在监视他们吧？立刻给我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总统先生请放心，就算他们发现了，也拿我们的卫星没有任何办法。我们的卫星都是高轨道卫星，目前蓝星没有任何导弹有那么高射程，应该是受到太阳风暴的影响，几分钟后就会恢复正常。对，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的星链系统一共有16000多颗卫星，一颗卫星出现问题不足挂齿，就算这颗卫星完全不能工作，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还没等一旁的霸国将军说完，大屏幕上突然一连串的警报音骤然响起，1颗、2颗、10颗，然后一大片的卫星都出现了信号中断的问题。一群废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星链系统到底出什么问题了？这明显不像是意外，这是人为，立刻搞清楚是不是龙国人发现了我们的卫星。他们卫星上的机械臂相当的讨厌。总统先生不必惊慌，我们正在调集附近的高清摄像卫星前去查看，而且我们的卫星上安装了最先进的激光武器，摧毁他龙国的机械臂完全不在话下。此时，黑豹战机通过反向监听，得知霸国卫星也有激光炮，立刻发出了警报。丁，检测到霸国卫星同样拥有进攻性武器，请通知其他飞行员立刻开启等离子防护盾。另一边，霸国士兵努力调整着太空中卫星的姿态，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始终无法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总统先生，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星链卫星系统中，有几个不明飞行物来回穿梭，直接撞毁了我们上百颗卫星。但是我们有上万颗卫星，目前来看影响不大。影响不大是吧？有上万颗卫星是吧？我的战机可是核聚变动力，只要有动力输出，激光炮弹、管保、管够，兄弟们加把劲，加快发射速度，把霸国整个星链系统给它彻底毁灭了。
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西方霸国屡次用间谍卫星监视我国军事目标，男人直接用激光炮直接摧毁了霸国1万多颗间谍卫星。奥普的，等我全部摧毁你们的卫星后，我看你还拿什么和龙国开战？赵小龙，你完全是在找喜！你敢摧毁我们的星链卫星定位系统，你就不怕我们报复吗？你向我们投放核弹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我们龙国也会报复。那是因为龙国向来软弱，我们西方霸国想干嘛就干嘛。那现在在我面前，你们霸国同样软弱。随着激光炮一次又一次的开火，霸国无数颗卫星被击毁。而此时，龙国军方高层看到这一幕，也是瑟瑟发抖。我早就说过，这个赵小龙实在是太疯狂了，他这样做会遭到联合理事会的制裁的，而且还会牵连我们龙国。是呀，西方霸国技术非常先进，就算是现在摧毁了他们的卫星，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会重新发射新的卫星，到时候就会疯狂的报复龙国。我看你们真是跪得太久，膝盖都成豆腐了。几十年以来，你们一直跪着，一忍再忍。他们西方霸国有过一点退让吗？他们只会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奥普登立刻请求与龙国国防部连线。龙国刘部长，因为你方人员故意摧毁我们的卫星，我们西方霸国会全部联合起来，对你们进行疯狂报复，末日马上就会到来。这下完了，我的大房子，我的小汽车，我都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要面对死亡了。我建议立刻让赵小龙回来接受审判，是他给龙国人带来了灾难。赵小龙说的一点没错，你就是跪得太久了。要不是赵小龙，我们早就被霸国用核弹从地图上抹去了。王大强，把这几个废物给我弄出去。正当刘部长还在考虑该如何应对时，报告刘部长，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天塌下来由我顶着。我们的蛟龙号核潜艇在德马海沟突然遭到鱼雷攻击，目前正在下沉，信号和通信都已中断。这次战争结束，刘部长，你要以最快的速度给每名战士配备这个，这样就不会出现通信中断的问题了。这可是能打卫星电话的华为 P70 Ultra， 好用是好用，但是给全员配备那得多少钱啊？不花钱，让战士们去我左下角一人领一台就行了。我左下角云上大陆厂商最近在搞活动，准备了18000台华为 P70 Ultra 送给新用户。送手机不会是骗人的吧？左下角云上大陆是报备过资质的，我也验证过真实性，群里不少粉丝都领到了，升级完成任务，24小时包邮到家。那升级难吗？不难，我左下角是极速链接，升级要比别的游戏快10倍。如果还嫌慢，领上礼包码，培养手中送的神级坐骑，搭配私人女仆助理，全程自动挂机，3天就能飙升500级。那我先去领一台，你教我怎么领。你直接点击我这条视频的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完成任务，客服全程指导，选择手机型号发货。行，我去下载试试。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这些战士。德马海沟那里可是深达2万米，我们的核潜艇最多能承受15000米的深度，要是沉到2万米，会造成严重的核事故，这会对整个海洋造成巨大破坏。到时候西方霸国就又有借口找我们的麻烦。快，立刻派其他潜艇进行营救。来不及了，刘部长，离蛟龙号最近的潜艇赶过去也需要几小时，况且就算赶到，面对2万多吨的大型核潜艇，也不知道该怎么救援。面对这样突发情况，刘部长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刘部长，或许我可以对蛟龙号进行营救。我立刻赶到事发海域。你说什么？那可是2万米的海沟，你有能承受那么大压力的潜艇吗？我也不太确定，不过我愿意去试一试。听到这里，刘部长明白赵小龙这次又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赵小龙也只能这样了，你千万要注意安全。随后，赵小龙立刻赶到事发海域。开什么玩笑？他该不会是想开着飞机进入海底吧？当然不是。黑豹，明白。黑豹正在改变结构，5秒后改变为潜艇形态。赵小龙，我不是要质疑你，但是你这飞机改潜艇能承受得住2万米的深度吗？试一试就知道了。此时，越来越多的龙国将军聚集到指挥室内，看着大屏幕上的黑豹潜艇。黑豹正在下潜，目前深度6000米、9000米。当下潜深度到达15000米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黑豹开启雷达扫描，蛟龙号应该就在下面不远处。10几秒后，黑豹的雷达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物体，发现蛟龙号正下方15米处。经过检测，蛟龙号船体密封性完好，但动力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用机械臂把蛟龙号拖到水面。拖行过程中，2艘潜艇建立了通信。询问蛟龙号内军官得知，原来是霸国的3艘潜艇在赵小龙攻击霸国卫星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围攻。目前霸国的3艘潜艇已经逃离事发海域。
又是霸国，没想到他们的报复会来得这么快，居然故意让一艘核潜艇发生事故，从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就在离水面还有几百米深的地方，突然几枚鱼雷迎面而来。可恶，我们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意外，绝不能让你把这艘核潜艇弄出水面。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还正想着该到哪里去找你们报仇，没想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了。随后黑豹立刻发射了2枚鱼雷，霸国3艘潜艇，2艘被击中，1艘吓得一溜烟的跑了。而另一边，龙国国防部内，刘部长再次接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赵小龙，拜托你尽快将蛟龙号拖回红岛军港。现在有件更棘手的事情，需要我立刻去处理。什么事情比蛟龙号还要紧急？刚刚得到骆驼传来的消息，可恶的西方霸国把在东中地区所有的龙国公司给轰炸了，已经造成了300多龙国同胞死亡。我要立刻前往东中处理。听到这里，赵小龙心中的怒火瞬间强烈了数倍。这可恶的西方霸国真是把卑鄙无耻演绎到了极致。既然他们要这样，那也别怪我用损招了。随后，赵小龙加快航速，将蛟龙号拖回红岛军港。另一边，东中地区，小椅子国总统外提叶胡的办公室内，几名军官正向他汇报着战况。外提叶胡先生，爸爸交代的事情我们已经办成了，目前龙国那边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我早就说过，龙国那群人除了抗议，他们啥也不敢做。这次炸了他们300多人，连一声抗议都没有。西方霸国的儿子外提叶胡总统不但下令轰炸龙国使馆，造成300多名龙国同胞死亡，还疯狂屠杀东中平民。我势必要这群贼子付出惨痛代价。报告总统先生，几分钟前，我们的导弹一不小心击中一家龙国公司，并造成了300多龙国人死亡。洗了就洗了吧，打仗就会洗人，不就是几个龙国人吗？放心，龙国绝对不会为了几个平民敢跟我们小椅子国开战的。我爸爸可是强大的西方霸国，继续进攻，无论是谁胆敢阻拦我们的进攻，格杀勿论。不好，导弹，有1枚导弹朝我们飞过来了。话音刚落，只见雷达屏幕上1枚疾驰而来的导弹，瞬间就将外提叶胡总统旁边的一座大楼给炸得粉碎，吓得外提叶胡一股暖流顺腿而下。搞什么？是谁发射的导弹？我们的木穹系统为什么没有拦截？万米高空中，几名龙国飞行员正驾驶着歼20在小椅子上空盘旋。报告队长，导弹并未击中目标，请问是否继续开火？我是故意不击中的，就算炸死了外提叶胡，他们也会立刻选一个新的总统。对于这样的人，就要让他活着，让他受尽人间疾苦，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在痛苦中慢慢的死去。随后，几架歼20疯狂地发射着导弹，但都是在提叶胡办公大楼的旁边爆炸。而看着眼前这一幕的外提叶胡，双腿一软，直接瘫软在地。这尼玛比直接炸我的办公室还吓人！到底是谁在发射导弹？就在此时，手下手中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报告总统先生，龙国那边终于有反应了，他们的国防部长请求通话。什么？立刻接通看看他们说什么。提叶胡先生，关于我龙国300多同胞被炸的事情，请你给个合理的解释。解释？要啥解释？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既然是战争，就会死人。谁叫你们的龙国公司的建筑阻挡了我们部队的前进？一切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物，我们都要清除。听到这里，刘部长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怒火。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顺便告诉你，刚刚那些导弹只是一个开始。说完，刘部长中断了通信，随后他向几名飞行员下达了命令：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把你们弹仓内所有的导弹全部发射，除了提叶胡的办公室，攻击他们所有军事指挥目标。我要让提叶胡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国家毁灭。我会继续派歼20过去支援。根据快乐定律，如果有人伤心，那么一定就会有人高兴。霸国黑洞大楼内，奥普登听说龙国已经对小椅子下手了，待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你在说什么？麻烦你大声一点，耳朵有点不好使了。报告总统先生，小椅子总统刚刚来电，龙国军方派了几架歼20，在他们的领空疯狂地发射导弹，已经造成了大量小椅子人伤亡。听到这话的奥普登兴奋得差点没能原地起跳，仰头大笑起来。好，简直是太好了！我只是小使了点手段，他龙国就上当了。快，把龙国轰炸小椅子的画面发到网上，然后添油加醋，配上文字：强大的东方神秘大国居然欺负弱小，就连一个弹丸小国他也欺负，无缘无故开着战机去人家领空进行疯狂轰炸，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我西方霸国绝不会坐视不管。总统先生真是太机智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打着正义的旗帜，对龙国进行疯狂的打击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仰头大笑起来。立刻命令起飞50架 F-22前去增援小椅子，另外把我们的宙斯防御系统也拉过去。刘部长，小椅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需要我帮忙吗？赵小龙，你现在的任务是安全把蛟龙号拖回军港，以免造成核泄漏。小椅子那边我们可以解决，
你不用插手。半小时后，霸国的50+22赶到小椅子领空。到达以后，他们动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成功发现了龙国战机的位置，随后立刻对3架龙国战机进行包围，但并没有要开火击落的意思。这几架战机只是普通的5代机，先不要把它们击落，让我再跟他们的部长聊一聊。随后，奥普登再次请求与龙国连线，连线刚接通，奥普登就大笑起来。怎么样，刘部长？你们的歼2实在先进，还是被我们发现了？目前你们的3架飞机全都被我们包围，是否击落只是我一句话的事情。我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王，你还是一国总统，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厚颜无耻又一点都不脸红的？你们3名飞行员的命现在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劝你说话注意语气。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保住3名飞行员的命，只要你满足我几个愿望，我就放他们回去。第一，交出你们的6代机技术和那个叫赵小龙的小子。第二，关于我儿子小椅子炸死你们300多人的事情，你们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第三，你们肆意轰炸我儿子的领土，造成的巨大损失需要你们龙国进行赔偿。停，把你的这些个狗屁废话给我憋回去。我们龙国向来不惹事，但绝不怕事，开战吧，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吆喝，是榜掌印了是吧？你知道你说出开战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吗？喂，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刘部长早已中断了通信，气急败坏的奥普登气得直跺脚，命令空军立刻开火，击落3架龙国飞机。另外，他们的飞行员要是敢弹射跳伞，不要客气，直接用导弹把它打下来。随着奥普登的命令传到，50几架 F2疯狂地发射的导弹，龙国的飞行员毫不畏惧。兄弟们，遗书都发送回去了吗？拼死一搏了，我们就算是牺牲了，也要带几个霸国飞行员下去。敌机太多，我的导弹和干扰弹全都用完了，兄弟们，我先走一步了。说完，他们开着飞机直接撞向霸国机群，和几架霸国飞机一起灰飞烟灭了。就在此时，赵小龙的黑豹6代战机突然出现在小椅子的领空。我特么来了，小椅子，你的末日到了。各位姨父，视频左下角的小程序可以提前看下一集哦。看不到左下角的姨父们，可以去看主页的置顶视频。卑鄙无耻的鱿鱼国总统外提夜壶，不但炸我龙国使馆，还疯狂的击落龙国战机，甚至还厚颜无耻的要求龙国给他们进行赔偿。作为龙国男人，绝不能让这群贼子得逞。报告提夜壶总统，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出一架龙国战机，我已经被他锁定了。虚张声势罢了，你驾驶的可是霸国提供的 F22，立刻加速到10马赫，甩掉它。哦，我怎么把这给忘了？随后，霸国战机一个加速，逃离了控制。这龙国战机也不过如此，我才加速到9马赫，他就追不上了。话音刚落，只见一道黑影从霸国战机头上一闪而过，随后霸国战机正前方，赵小龙和他的6代机正以霸国战机同样的速度飞行。混蛋，他这是在挑衅你，立刻发射导弹击落他。还没等霸国飞行员打开火控雷达，赵小龙的战机一瞬间就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李马，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他怎么突然就不见了？这速度也太快了！总统先生，那架龙国战机太恐怖了，我们的雷达显示，刚刚它的速度达到了23马赫。气急败坏、束手无策的外提夜壶，气得没能差点原地爆炸。又是这个赵小龙，实在可恶！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立刻启动木琼防空系统，把他给我打下来。随后，小椅子国的防空阵地中发射出无数枚对空导弹，直奔赵小龙的6代机而去。警告：黑豹已被敌方导弹锁定，需要立刻开启全息隐身和雷达隐身规避导弹，同时打开激光拦截系统。随着黑豹的播报音停止，黑豹机鼻下的激光炮瞬间就将来袭的导弹全部拦截。李马，战机追不上我，居然发射导弹打我！我看是你的导弹多，还是我战机的能量多？我的6代机用到可是核聚变动力。检测到敌方防空阵地正在准备第2波导弹攻击。很好，看来小椅子还是有点实力的。打开雷达隐身，让他们能锁定到我，否则他们无法发射导弹。与此同时，小椅子防空指挥部内几名雷达兵正手忙脚乱地搜寻着赵小龙的战机。报告总统，第1波导弹全被拦截了，正在准备继续发射。废物，一群废物，居然连一架飞机都拦截不了。总统先生，这小子居然还在玩游戏。这时候你还有心情玩游戏？我背包满了，回收一下。充了不少吧？我左下角这可是大厂商的福利补贴服，1分都不花。那福利怎么领？上线就有泼天的富贵，直接领取4个8值购币，可以1比1抵扣充值。领取后直接解锁首充和满级赞助，开启自动拾取、自动回收、自动续航。商城里的切割神技、炫酷时装也能全部拉满。最好玩的是，战士可以转职斗战胜佛，法师转职卷帘大将，道士转职金坛使者。我推荐你选战士转职斗战胜佛。进图后开启猴子后
后孙，自动打怪，自动推图，轻轻松松当榜一。我也去玩一个。正当外提夜狐还在训斥手下时，另一名手下着急忙慌地说道：“不好了，出大事了！”哼，你也是个废物，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如此慌张？刚进来的手下咽了口水，继续说道：“我们的机场和港口，还有10几个军事基地，全部都被摧毁了，而且还有30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全都被炸得连渣都找不到了。”话音刚落，外提耶狐先是原地一惊，随后立刻反问道：“你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我们小椅子国可是有权蓝星拦截防御能力最强的木穹系统，怎么可能所有的军事基地都被摧毁？”他说的都是真的，总统先生。几分钟前刚刚得到的消息，我已经联系爸爸，让他们动用卫星侦察，进一步证实。与此同时，外提夜狐的电脑屏幕上传来了卫星图像，图像显示整个小椅子国到处火光冲天，所有有军事设施的地方全都被夷为平地，到处都躺着小椅子国军人的尸体。这里马到底是谁干的？我们的木穹系统在干嘛？我可是东中小霸王，在这片土地横行霸道了几十年，到底是谁如此大胆？总统先生，你注意看右上角那张照片，那是我们的基地被炸之前卫星拍到的。在我国西北方向有一架若隐若现的战斗机发射了无数枚导弹。随后外提夜狐两眼一瞪，立刻反应了过来，原来是赵小龙在进入小椅子领空后就立刻发射了无数枚导弹，将他们的所有军事目标全都给消灭了。又是他，赵小龙，龙国，看来爸爸几十年来对他们的打压还是不够，欺负完爸爸又来欺负我。一瞬间，怒火中烧的外提夜狐立刻命令手下接通龙国的卫星电话，他要让龙国给个解释。随后电话被接通，龙国国防部刘部长是吧？我是小椅子总统外提夜狐，你们胆子不小吗？居然敢派飞机袭击我们的基地，你知不知道我身后可是有强大的霸国支持？提夜狐先生，在你轰炸我龙国同胞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你身后有霸国又能怎样？你难道不知道前几天我们才刚刚收拾了他吗？他之所以怂恿你炸我们的同胞，就是因为他霸国已经不敢再和我们龙国正面硬刚了。通完电话，火药味更浓了。随后刘部长命令空军司令立刻联系赵小龙，炸了小椅子所有的军事基地，炸死几千名小椅子军人，这事可以就此罢手了。命令他立刻返航，他身上的核辐射还没有彻底消散，经不起这么大强度的折腾。刘部长，小椅子损失惨重，他肯定会报复，我们要不要进入一级战备？没那个必要，经过这次打击，几乎已经彻底把他的军事力量给打没了，相当于废了他的武功，他翻不起多大浪来。与此同时，气急败坏的外提夜狐立刻让手下联系他的爸爸西方霸国，立刻给爸爸打电话，就说龙国要和我们开战，让爸爸先给龙国种几颗蘑菇。总统先生，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我刚刚已经联系过爸爸了，他们说我们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他都自身难保了。外提夜狐听了两个手下的一番话后，欲哭无泪。苍天啊，大地啊，想我横行霸道的东中小霸王也会有今天。另一边，赵小龙已经回到龙国，刚回国，刘部长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赵小龙，你现在可是我们的英雄，所以决定给你颁发一份证书。另外，你目前已经具备了加入龙国军队的所有条件。看着眼前的一幕，赵小龙有点没缓过神来。干嘛呢？你是不愿意入伍吗？当赵小龙光看着上面的2颗星后，顿时愣在原地。中将，我何德何能？一眨眼，我怎么就成中将了？这是专业技术类中将，也就是信息支援部队内的科技信息部，专门负责我国的高科技技术装备研发。赵小龙，哦不，你现在可比我还高一级，应该叫你首长了。你现在虽然挂着军衔，但你依然是一名科技人员，龙国的高科技装备就全靠你了。庆功大会结束后，刘部长单独找到了赵小龙。赵小龙，鉴于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决定先治好你的核辐射后遗症再说，可能需要几次大型手术，会有一定风险。但你放心，你现在可是我们龙国最宝贵的人才，我们一定会确保你的安全。你看，在治疗开始前，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男人本是中将军衔，村长却说他是个卖国贼，不但要将他乡下的父母赶出村庄，甚至还要强行拆他老家的房子。原来男人用核弹炸完樱花国后，深受大剂量核辐射的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准备回老家休养，刚到村口就遇上多年未见的女同学。看着病殃殃的男人，女同学开始冷嘲热讽。一气之下，男人说了几句，不料这个女同学城里有人，叫来一群帽子叔叔将男人带走。女同学回村后就开始造谣，说男人要被判刑坐牢。很快，村口情报站的大妈们你一句我一句，男人就成了卖国贼。拆，必须得拆！我们塔寨村绝不能容纳赵小龙这样的卖国贼，连同赵小龙在内的3代直系亲属全都给我滚出村庄！我儿子绝不可能卖国。柳如烟那个女人从小就爱撒谎，她的话10句有12句都是捏造的。你作为村长，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怎么能轻易听信谣言？赵叔，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村委会刚开过会了，一致认为你家赵小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家了，他这次突然回来肯定有问题。
胡说八道！他在部队当兵，国家需要他，所以没时间回家探亲。这次回来，他有通知过我们。作为军人世家，赵父也参过军，他非常清楚卖国贼这顶帽子一旦扣在他家头上，可能几代都翻不了身了。赵建熙，看着多年同住一村的份上，我最后再给你3天时间，自己离开我们塔寨村，3天后强行拆除你家的老宅。朴医生，你别在我面前大呼小叫！老子当村长的时候，你还在粪坑里玩泥巴，当年就是你家的那条老狗也不敢在我面前这样狂吠。赵建熙，你他妈再骂一句试试，信不信老子马上就叫拆迁队动手？老子今天就站在这不动了，你有本事动挖机试试！实话告诉你，我儿子赵小龙现在是中将军衔，等他回来，你们这群狗都得乖乖的摇尾巴。真是天大的笑话！虽然我没见过什么将军，但是你见过哪个将军回老家是自己一个人病殃殃的回来的？你儿子要真是中将，我特么倒立吃席给你看！朴医生，我今天不想和理论，这是我家，请你立刻离开。破烂穷酸的地方，你以为我想待在这里吗？我最后再说一次，3天就3天。村长朴医生走后，赵家2位老人在家里哭了3天3夜没合眼，直到村长限期3天的最后一天早上，2位老人实在太困才停止哭泣，随后就睡着了。此时，村口情报站的大爷大妈们正在闲聊，突然赵小龙又走了过来。李二叔、刘大妈、王大爷，这么早吃了吗？哦，不急，聊会再吃。说完，小龙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这不是赵家那个卖国贼吗？他怎么回来了？不对呀，你眼花了吧？不是说那小子被判了死刑吗？我听说都已经执行了，他怎么可能回来？刘大妈，我早就说过，你那白内障得治，人都杵你面前了，你还没认出来？这下有好戏看了！快，带好瓜子、花生、小板凳去赵家看看。此时的赵小龙刚进屋，就看见父母居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平时这个点爹妈早就起床干活了，这咋还在沙发上睡着了呢？听到动静的2位老人突然醒了过来，看见儿子站在自己面前，二老心中的委屈再次爆发，又哭了起来。爸妈，这是怎么了？儿子回家看望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啊，这怎么还哭上了？小龙父亲用颤抖的手拉住儿子的手，激动地说道：“儿子，你可算回来了！你要是再晚回来1天，可能就只能给我们收尸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爸妈，你们给我仔细说清楚。我上周不是给你们发过消息说我这周会回来吗？随后二老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给赵小龙详细说了一遍。最后赵父还不忘告诫儿子：小龙，既然你都回来了，村里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要为难村长，他也是受他人蛊惑，听信了谣言而已。这个朴医生从小就欺负我，长大了还死性不改，现在都欺负到你们头上了，居然还敢拆我家老宅，谁给他的胆子？散了，小龙，都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要搞那么僵。对了，上次你打电话回来说你已经晋升为中将，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这次回来怎么也没个随从啥的？你小子该不是为了哄我们开心，故意骗我们的吧？是呀，儿子，村里的大爷大妈嘴里可都是你的闲话，我们都不往心里去，但是你可不能骗我们这2个老骨头呀。这群势利眼，我就知道我要是敲锣打鼓的回来，村里人肯定会说3到4，没想到我低调的回家，依然逃不脱他们这张嘴。随后赵小龙回到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赵小龙穿着军装走了出来。这2颗星，中将，我儿子真的是中将？不对呀，儿子，你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是中将？你这身行头该不是你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吧？完蛋了，这是闹大了。爸，你想啥呢？冒充军人可是重罪，你儿子还没那个胆。那你把你的军官证给我看看。虽然赵小龙早就告诉过父母自己是中将，但是突然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反而觉得不真实。随后赵小龙掏出了自己的军官证，赵父当过兵，所以这些证件他还是能分辨真假的。当他仔细的查看后，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这正是真的，我儿子真是中将。你个窝囊废，连自己儿子说的话都不信了，你自己养大的儿子什么品性你还不知道吗？你，我。赵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这回该信了吧？正当一家人正欢快的聊着时，突然门外一阵挖掘机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刺耳。儿子，村长带着拆迁队又来了。爸，别怕，他们之前怎么欺负你的？今天我要他们加倍奉。穷困潦倒的小村庄居然被龙国重装合成旅团团包围，甚至还有几十架坦克开路，就连旅长也亲自来到现场参与作战。只因这个小村庄出了一个中将，就在他回家探亲第1天，村长却说他是间谍卖国贼，还叫来了当地武警。穿警服的我管不了，穿军装的立刻给我列队集合。10几名武警立刻站列成队。周大军，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敢带人往中将家里冲，谁给你的胆子？旅长，这是闹的，我不知啊。
这个村的村长说，村里来了个冒充军人的骗子，然后我才来的。你少给我废话，你有没有点脑子？你不会向上级汇报请示吗？还有村长朴医生，他是你什么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他叫你吃席你也去吃吗？我闭上你的嘴！要不是小荣将军身边有人暗中保护，今天这篓子不知道要被你捅多大，你差点把我也装进去了。不是啊，我来之前我查过了，部队里根本没有这小子的任何资料。哼，你以为你谁呀？你什么级别？就你也想查人家的资料？我看你保密条例是白学了。别说是你，就连我也是刚刚接到上级的通知才知道的。人家是高科技装备开发者人才，保密程度特级机密。你要是这么容易就查到了，那还有什么秘密可保？给我一边待着去，回去再慢慢收拾你。一顿训斥后，周大军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让将军受惊了，是我办事不力。回去后我一定严肃处理这个周大军。武装部其实也没啥错，我的职业保密级别太高，他想查也查不到。他们也是听信了他人的谣言，而且也是担心村里人上当受骗。至于那个散播谣言的人，我觉得必须严肃处理。对，难怪这么年轻就成了中将，这度量我自愧不如啊。关于村里那几个传谣的人，他们只是普通村民，不归我管。但是我等下会去找到村长，让他们严肃处理。一阵寒暄过后，旅长又对周围5公里进行了严密的侦查，确认安全后才带着装备和人离开。第二天一大早，镇里就来人了，来的是镇里的孙镇长。小龙将军，实在不好意思，村里人不懂事，给你和你家人添麻烦了。他们的谣言让我爹妈在家整整哭了3天，你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事了。不，我还没说完。村长朴医生立刻记大过处分，其余几人都是临时合同工，我会立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就这么简单吗？一个小小的村长带着人在村里煽风点火，肆意造谣，还带着拆迁队强行要拆我家老宅。得亏我这几天回来了，要是我不在家，我爹妈估计要被他们活活弄死。你居然给我说记过处分就完事了，他身后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孙镇长听着赵小龙的话，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被吓得瑟瑟发抖。李马，这朴医生他身后什么能量？今天你不是看到了吗？你是中将可以不怕他，我一小小的镇长，我招谁惹谁了？那啥，将军，我回去后立刻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挖细查，一旦发现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和人员，一定严肃处理，不管他是谁。孙镇长，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你们要查的不单单是他们造谣污蔑我这一件事情。你去村里看看，村里人大多都还穿着朴素，住的也最多是2层的小楼，全村只有几户村民有小汽车。你再去看看村长朴医生家，你看他那大别墅，你看他院子里的5辆小汽车，这些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朴医生呀，朴医生，其实我早就知道这家伙在村里横行霸道，谁他都不放在眼里，这回他算是彻底完了，踢到铁板了。看着眼前早已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孙镇长，赵小龙继续说道：如果你们办不了这事，你明说，我给市长打个电话，或者直接去省里也不是不可以。赵小龙的意思非常明确，作为一个横行霸道的地头蛇村长，必须要把他彻底铲除了，否则村里人没好日子过。而听完这些的孙镇长脸色煞白。小龙将军，你不用去市里那么麻烦，我们能处理，我这就回去开会，马上研究出方案，3天内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我还要在家里待几天，我等你好消息。孙镇长刚走没多久，赵小龙就接到了国防部刘部长打来的电话。小荣，你老家是不是在塔寨村？是的，刘部长，我就在塔寨，往北1公里就是边境，那边是白象国3哥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出大事了，就在你们村边境线上的6号界碑丢了，边防战士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原来就在赵小龙回村的第2天，白象国的达曼村有几个村民放羊时突发奇想，干了一件200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都想干的事情。咖喱王，快，咱把这界碑搬回我们村里。搬这个干嘛？一块石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还贼重，搬回村里做甚？我叫你搬你就搬，我们村在这个边境线上流浪200多年了，两边都不管我们，既不通电也没自来水，村里的路一到下雨天狗都走不动。这要是把它搬回村里，那我们就属于龙国了，很快就会通水通电，全村铺上柏油路，家家给你装太阳能那种。哦，我明白了。别笑了，赶紧动手吧。走1米，跑1米，不知不觉往外移了3公里。今天移动3公里，明天再移3公里，后天就到德心里。咖喱王，等下到了村里，立刻给龙国那边的工程队打电话，叫他们过来铺马路、拉电线，家家户户都通电。对，还要让他们给咱发2代身份证。很快，赵小龙带着几个边防兵来到界碑原来摆放的位置。界碑原来就是放在这里的，昨天下午突然就不见了。李马，这界碑只是块石头，又不值钱，这荒郊野外的，谁把它给搬走了？中将回家探亲，村长居然说他假冒军人，
不但要强行拆他家老宅，甚至还要叫来当地武警，想要将他抓捕归案。还真是赵小龙，这小子还真回来了。不对呀，刚刚在村口穿的还是西服，这回家怎么就穿上军装了？此时，旁边一名曾经当过兵的大爷看见赵小龙的肩章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妈呀，2颗星没横杠，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中将军衔。老王，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但是我还是明白，能到中将这么高级别的，至少也是40、50岁了。赵小龙才20出头，毛都还没长齐，他怎么可能是将军？老王说的没错，我也当过2年义务兵，肩章我也认识，倒是这么年轻的中将，确实不多见。正当众人还在议论时，小龙和他的父亲走到村长朴义胜跟前。哟呵，赵建新！哎呀，没大没小的家伙，我爹就算不高你的辈分，他也比你大几十岁，好歹也该叫句叔吧，直呼其名。家里父母没教过你怎么喊人吗？你什么你？我叫赵小龙，就是你嘴里那个卖国贼。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怎么现在你当个小小的村长就不认识我了？哟呵，我还以为谁呢？不要以为随便搞套军装穿上就能吓唬人，我不吃你这一套。朴哥2颗星，中将是中将，他肩膀上的肩章是中将军衔，你悠着点。啊！尼玛，看他的架势，这底气不像是装的。难道这小子真的是将军？先不管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服个软，以后再慢慢收拾他。随后，风吹两边倒的朴义胜立刻改了态。小龙，我就说嘛，柳如烟那女人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还有村里这帮大爷大妈，没事就回家带孙子去，别老蹲在村口造谣。谁要敢再说我的好哥们是卖国贼，我朴义胜第一个给他2个大嘴巴子。哟呵，不愧是能当村长的人，这能屈能伸，被你表演的淋漓尽致啊！对了，听说有人要拆我家老宅，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说的？到底谁说的要拆将军家的老宅？我看他是活到头了。小龙，听说你衣锦还乡，我今天特意带着工程队来，要把你家房子改造成800平的大别墅，按照塔寨村最高标准建造。哦，原来是这样呀！那我还听说谁要倒立吃席来着？朴义胜恶狠狠地指着几个手下说道：“你们几个是谁说了要倒立吃血？给我站出来！”此时几个混混手下愁眉苦脸地站了出来，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吃给将军看！随后几人连忙去了卫生间，端着一碗血倒立吃了起来。真香！哎呀！龙哥，你看这样做你可还满意？为了让你出气，你让他们做什么我都答应。此时眼神不太好的刘大妈说了一句：“不对呀，3天前也是在这里，我亲眼看到是村长蒲义胜说的，说要是赵小龙是将军，他就倒立吃席给老赵看。”刘大妈，你眼睛都白内障，得治，你看错了，不是我说的，请你不要胡说八道。朴哥，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我想你心里很清楚。今天要是不能把我老父亲的气给消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家老宅给拆了？早已吓得瑟瑟发抖的朴义胜，此时满脸惊慌。龙哥，我知道错了，我该洗，我这就去拿碗。不用，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说完，赵小龙从身后掏出一个洗脸盆，装满它，不吃完不准回家。小龙，算了，事情都过去了，都一个村的，意思下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走，咱回家。随后父子2人回到屋里，村长几人吃完喜后回到办公室。赵小龙，这事没完，中将又能怎样？我越想越觉得他是个冒牌货。是呀，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当年我在部队里也见过不少将军，就算是能力再强，基本也要40岁以上才能晋升到中将。对，这小子前年才去当兵的，一直就没回来过，这次突然回来就成了中将，短短2年时间，不可能升这么快。最让人怀疑的是，就算他这个中将是真的，回家探亲至少得配个警卫员，配辆车啥的吧？可这小子啥也没有，而且还是病殃殃的回来的，十分可疑。几人越说越觉得赵小龙这个身份是假的，他就是个冒牌货。二大，你立刻带上赵小龙的照片，去趟县城找我二舅，武装部的张部长。与此同时，听说赵家出了个大将军，远在800里外的7大姑8大姨、大表哥、小表弟全都连夜赶来了。小龙，听说你当中将了，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啥职位当？我实在不想钓鱼了，太伤身体了。哦哟，小龙哥看样子就很串哦。这是博强刚刚用最新钓法母牛喂驴第一次钓起来的80万斤紫金海马鱼，宰了它给你庆祝下。哪里？就在此时，门外一群荷装实弹的武警冲进了院子。赵小龙、赵建新，自己给我站出来！你们谁呀？为什么私闯民宅？这里可是将军府，谁给你们的胆子？
哼，我们抓的就是这个冒充将军的祸害，都给我让开，否则别怪我们动用武力。哦哟，你们比我龙哥还串哦！信不信我龙哥一声吼，千军万马来相助？就在一群人想要继续往院子里冲时，将军，雪狼重装合成旅正在赶来的路上，这群小喽啰不足为惧。让他们回去吧，这里我一个人能摆平。另外，不要伤到地方上的人，他们应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李马，这肯定是朴医生那货叫来的，领头那个我认识，是他二舅，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哼，赵小龙，不要以为你随便弄套军装，找几个混混就可以冒充军人，你这把戏偏偏乡下人还可以，想骗我们业内人不可能。我查过了，部队里根本没有你的任何信息。来人，动手！全院子所有人全给我押回。边境的界碑被三哥家达曼村的村民搬回了村里，还自称自古以来界碑就在村里，不但要求要给他们全村通水通电，甚至还要给他们办理2代身份证。老乡，这界碑是我们龙国的，你们怎么私自搬了回来？我是强盛建筑集团的，今天一大早，这村里的村民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们村里的路损坏严重，要我们过来修一修。我是电力局的，从昨天下午开始，他们村就不停地给我们打电话，说是电线杆被风吹断了。我过来一看才知道，哪是什么电线杆被吹断了，他们村根本就还没通电。这不，电工都忙开了，立刻给他们解决问题。我们的界碑昨天才丢的，这就开始给村里通电修路了，这效率也太高了吧？啥？你说啥？界碑丢了？你的意思是他们村里这界碑原本不是在这里的？我说几位兵哥哥，这玩笑可开不得，我电线杆都立好了，线也已经架设完成，就差入户了。现在你却说这个村不是我们龙国的。这个小哥，话可以乱吃，饭可不能乱讲。自古以来，这界碑就在我们村里，村里人祖祖辈辈都看着呢，绝对不可能是其他地方移过来的。对，打我记事以来，这界碑就在这里了。咱龙国其他村都通水通电，就我们村啥也没有。你们这些当官的，是不是把我们村忘了？李马，满身咖喱味，你居然还在狡辩，私自移动他国界碑是违法的。眼看对方死缠烂打，没有一点要归还的意思，赵小龙掏出手机，准备呼叫支援。姐，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啊！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指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停，你别说了，我们全村人都能证明，界碑本来就是在这里的。你们的界碑丢了，赶紧去别处找去。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这界碑就是你们丢的那块，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们移到这里的？老乡，你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移回去吧，我们就当啥也没发生过。同志，你有点不厚道呀！你这明显是在给我下套呀！你刚才说了，私自移动他国界碑是违法的，你还叫我移，你这叫钓鱼执法，也是违法的，不移绝对不能移。这是我管不了了，这比造6代战斗机还难搞。小哥，你上哪去？下次回来记得多带些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村800多人都等着82代身份证呢。我看我们也回去吧，等事情搞清楚了再来。不行，你们不能走，想跑门都没有，隔壁村早就通水通电通水泥路了。今天你们几个要不把村里路和电的问题解决了，你们一个也走不了，赶紧给我干活。对，出村的路我已经叫咖喱网堵住了，你们谁也别想跑。刚刚那位小哥，我们放他走，是想让他回去带户籍部门的人来。不是哥几个，这工程也挺大的，要是你们真不属于我们龙国，我们要是给你铺了路通了电，这工程费我找谁要去呀？这个你们放心，界碑就在这里摆着，这里肯定是龙国的地盘，放心大胆的开工吧。哥们，这要耗着也不是事，我有办法证明他们到底是不是龙国人。你俩在那嘀咕什么呢？快开工，我们是1分钟也不愿意等了，干完我们就请你吃咖喱鸡肉饭。对，你们说吧，要怎样你们才相信我们？简单回答我几个问题就行。那好，你赶紧问，问完马上开工干活。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大锤80，小锤40，宫廷玉液酒加大小锤，一共630。居然都会抢答了，没错，他们就是龙国人。干吧，早点干完好收工回家。就在达曼村这边干得热火朝天的同时，三哥家的另外一个村也格外眼红。老村长，听说了没？隔壁的达曼村已经通水通电了，还铺上的水泥路。是呀，我听说他们前几天把龙国的界碑给搬回村里了，然后第2天龙国的工程队就来了，1天时间，自来水、水泥路、高压电全都给安排上了。这是什么牛马操作呀？要不我们也派几个人去达曼村把界碑抢过来。
对，就这么干。龙国的待遇可好了，跟着龙国混，以后天天有肉吃，想想都觉得激动，再也不用吃咖喱饭了。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行动。先别笑了，村里现在除了七老八十的大爷大妈，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了。龙国那界碑可重了，我们这些老骨头搬不动呀。这事好办，立刻给村里的青年壮汉打电话，让他们立刻回村，有大事要办。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绝不能丢掉。另一边，赵小龙给刘部长打去了电话，商量达曼村的事情。刘部长，界碑我们找到了。找到了，那简直太好了，快把它搬回来。龙国的领土1寸都不能少。这次丢界碑，不但龙国的领土1寸没少，还多出来200多平方公里。啥？你说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6号界碑在三哥家的达曼村找到了，他们还说自古以来界碑就在那里，都好几百年了。这群咖喱货，他们还讹上我们了，是吧？他们到底什么目的？他们说，既然界碑在他们村里，那么他们就是龙国的子民，村里必须给铺上水泥路，还要给他们家家户户都通水通电，装太阳能，还要我下次去的时候带上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发2代身份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千万不要答应他们。据我所知，达曼村附近还有几个村都是三哥家的，都非常的贫困，穷的连每天的饮用水都要从20多公里外背回去。你立刻带一个连过去，说什么也要把界碑夺回来。刘部长，兵再多也没用呀，他们村全村人男女老少都围在界碑前，不准我们搬走，我们又不敢真的动武，过去再多的兵也只能干瞪眼呀。那就好好跟他们谈，虽然没费一兵一卒，我龙国地盘就多出200多平方公里，但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的。跟他们谈过了，他们的诉求就是铺路通水通电，然后办身份证，现在估计水电和路都完工了，再就剩下办身份了。这群咖喱货真不是省油的灯呀！你先别急，我马上赶过去看看怎么个事。另一边，达曼村隔壁村的瓦卡村，几个青年壮汉从新德赶了回来。村长，村里到底出什么事了？火急火燎的把我们叫回来。龙国的界碑居然被三哥家的2个村庄搬来搬去，这可把龙国的边防战士急得团团转，甚至吓坏了三哥家的士兵，连忙从裤裆里掏出了步枪，一枪打中了界碑。龙国领土1寸也不能少，几十年以来，从来没有一颗别国的子弹敢飞越这块界碑，今天居然有人敢直接对着界碑开枪，这些咖喱货，几十年前的事，他们难道忘了吗？简直就是找死！将军，可能是他们的步枪走火了吧？不可能，哪有走火打这么准的？立刻向上级汇报，然后命令部队立即站北，我去看看怎么个事。正当赵小龙这边还在汇报时，另一边阿三家的几名士兵正畏手畏脚地端着步枪躲在草丛中。尼玛，不知道上面咋想的，居然叫我们朝着对面方向，对面可是龙国的地盘，我们这些小喽啰怎么吃得消？哼，一群废物，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出了事由我顶着，这可是西方霸国下的指令。被上级训斥一顿后，几名咖喱士兵只能继续开火。随后，界碑上又多出了几道伤痕。此时，赵小龙再也忍不住了，不得不带着几名手下自卫反击，冲了过去。注意警戒，小心周围，这群咖喱兵，他们只会玩阴的。眼看龙国那边带人冲了过来，几名咖喱兵立刻从草丛中钻了出来，并且说道：“站住，别动！你们越界了，再往前一步，我们只能开火了。”越你个头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越界了？好一个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你们正在挑衅我们，请你们认清形势，立刻停止这样的危险行为，否则你们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此时的赵小龙强压心中的怒火，若不是为了边境的安宁，少一分战乱，赵小龙恨不得立刻举枪将这群咖喱货全部击倒在地。不是，我们这边早就告知过你们了。最近几天我们要进行演习，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不靠谱的子弹会乱飞，这点我们也控制不了。毕竟就连我们的导弹也是发射了就不管，至于发射后会击中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乱开枪还有理了是吧？那么我现在也朝着你们这边放枪，至于打到谁，我也控制不了。我的龙国朋友，不要搞得这么紧张。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咱们都是邻居。我朝着你那边放几枪，怎么了？将军，别跟他废话，干就完了。这群货，揍他们一顿就老实了。说啥呢？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次演习我们可是得到了西方八国的支持，他们还派了指挥官过来。你们看，就在我身后，你们要敢轻举妄动，后果自负。说完，几个咖喱兵一溜烟的就跑了，躲在背后的八国指挥官也得意的笑了起来。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只管打，有我们霸国给你撑腰，他们龙国除了谴责，啥也不会做，更不要说开火反击了。哦，还是霸国有魄力。我刚刚说完，我们得到了霸国的支持，他们那边的人立刻就怂了。去把我们的 K1坦克开过来，朝着龙国没人的方向再开一炮，只要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啥也不会做。
这恐怕不行吧？开1坦克的大炮威力巨大，我担心对面扛不住呀。我叫你去你就去，我心里有数，出不了什么大事。今天我要让龙国知道谁才是这蓝星的霸主。随后，霸国一辆 K1 坦克抬起炮塔，直接就把界碑给炸死。开心的西方霸国越来越嚣张了。要不是想着我还没谈过女朋友，我立刻就冲过去灭了他们。黑豹提醒宿主，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和对象一起看，找对象就来真的。上千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找对象就用牵手。黑豹立刻锁定他们的阵地，发射2枚导弹，把对面给我炸平了。收到，目标已锁定，导弹已发射。几秒过后，1枚烈火导弹直接把对面的 K1 坦克和几十名咖喱兵送走，地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好，赵小龙干得好，真是解气呀！这群厚颜无耻的家伙，居然敢这样挑衅我们，早就想教训他们一下了。此时，一旁的陆军司令似乎心中有些不安。刘部长，这气我们倒是出了，但是我们这次好像上他霸国的当了。他们西方霸国之所以一直怂恿他那些干儿子和我们作对，目的就是要激怒我们。要是他们由此为借口对我们进行报复，那可就不好办了。如今的龙国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受人欺负的弱小龙国了。他霸国要是再敢继续挑事，那我们也有理由把我们的军舰开到他家门口去搞实弹演习嘛。这些年，可恶的西方霸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挑衅，每次都是怂恿他的干儿子动手，他却躲在背后看着。只要他找准机会，肯定会跳出来的。来呀，只要他们敢来，我们的东风快递一定会准时准点的送到他家里。刘部长，我认为这事还是先不要对外发布任何消息。自从赵小龙研发出了6代战机后，他西方霸国就没消停过，想尽各种办法要得到我们的技术。老王说的很有道理，你立刻联系赵小龙，告诉他边境界碑的事让他别管了，立刻回到部里，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他。不但要召回赵小龙，还要让我们的战湖局重出江湖了。最近我们电磁弹射航母都能弹射预警机了，下一步核聚变动力的航母也即将下水，出来的先进武器装备太多，这势必会引起西方霸国的神经高度紧张。没错，到时候西方霸国肯定会再次渲染威胁和平，他们肯定又会联合他那几10个干儿子，对我们进行各种制裁，严重影响我们的发展。经过一番商讨后，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龙国依然还是要低调行事，否则寸步难行。正当几位将军想要离开时，一名士兵跑了进来，报告刘部长，根据我们刚刚获得的情报显示，3天后，小日子会在我们家门口进行一次秘密的岛屿登陆演习任务，会出动3000余人。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们周围这几个邻居真是一点也不消停。刚收拾完3哥，这可恶的小日子又跳出来了。不用说，这背后又是霸国在使坏，知不知道他们要登陆的是哪个？厚颜无耻的小日子，在西方霸国的怂恿下，不但开着军舰闯入我龙国海域，甚至还想偷摸摸的登陆附近的海岛。我势必要让这群贼子有来无回。赵小龙，你可算回来了。边境界碑的事，我已经让其他人去处理了。目前有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们的邻居又跳出来挑事是吧？这次又是谁？是飞猴还是小日子？比你猜的还要严重，飞猴和小日子都跳出来了，而且他们的背后都有西方霸国的影子。来的正是时候，2个一起收拾了，一次性解决问题。飞猴那边已经被控制住了，现在最麻烦的是小日子，他们声称有几个渔民在我们附近海域遇上了台风，为了活命，他们上附近一座岛避难，现在小日子要上岛营救。太不要脸了！没猜错的话，他们是开着军舰来营救的吧？没错，他们出动了6艘军舰，3000多人，说是救人，这明摆着就是要占领这座岛屿。目前我们正在交涉，尽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此事，但是我必须要有2手准备。了解完情况后，赵小龙一声冷笑。这小日子打着人道主义救人的旗帜，强行登岛占领，居然敢和我们龙国玩这一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为了配合小日子的登岛行动，西方霸国和他那10几个儿子组成联合舰队，在我们北面集结，还时不时的发射几枚导弹。他们声称是在进行实弹演练。一群厚颜无耻的家伙，既然要打，那就打吧。虽然核聚变航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下水，但我们的6代机已经完成量产，目前装备了200多架，在近海2000公里内，他们只有死路一条。随后，赵小龙和刘部长来到指挥部门口，准备前往空军基地。不好了，刘部长，我们的卫星发现小日子的军舰已经进入我方海域了。小张，最近是发财了吗？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
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另一名卫星侦察兵也焦急地说道：“我们7号卫星发现，北面的霸国舰队也在密集地发射导弹，每一枚导弹都在我们的海域边境线上爆炸。”挑衅，这是在疯狂的挑衅，想要对我们进行南北夹击，这群贼子真是太不要脸了。此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报告刘部长，西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通信中断，需要我们的部队救援。此时的刘部长早已面色铁青。内忧外患，赵小龙，小日子和西方霸国，我就交给你了。我要立刻赶到西部地区救援。刘部长，请放心，有我赵小龙在，小日子和西方霸国休想占到任何便宜。半小时后，赵小龙驾驶黑豹6代机飞往霸国舰队上空。此时，霸国舰队指挥官卡瓦斯正得意地训斥着手下。这次围攻龙国，一切由我来指挥。命令小日子先试探性的登岛，看看龙国那边什么反应。命令 F-32战机中队立刻从航母上起飞。从今天开始，龙国只会存在于历史书上了。随后，数十架 F-32对龙国地面进行狂轰滥炸。就在此时，赵小龙和他的黑豹出现。赵小龙，又是你！我们已经把 F-22升级成了 F-32，这次我们一定要消灭你！还没等卡瓦斯说完，黑豹直接发射激光炮，一瞬间就击落了几架霸国战机。闭上你的臭嘴巴！在我龙国空域还这么嚣张，谁给你们的勇气？卡瓦斯气得直跺脚。一群废物，谁也不准后退！出动所有战机，给我压上去！撞也要把龙国的飞机给我放下去！ 10几秒过后，一片黑压压的战斗机群把赵小龙的黑豹战机团团围住。赵小龙，你屡次和我们西方霸国作对，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但是，如果你现在开着你的6代机，乖乖的降落到我们的航母上，然后交出6代机的生产技术，并下跪投降，或许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是吧？黑豹，锁定卡瓦斯所在的航母，给他点甜头尝尝。收到，目标已锁定，导弹已发射。几秒过后，一枚导弹直接击中了卡瓦斯的航母。报告将军，不好了，我们的航母被击中了。一群废物被一枚导弹击中，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可是霸国的航母，坚不可摧，就是再来10枚都没事。话音刚落，指挥室的地板上开始冒出海水。不好了，船舱开始漏水了，航母正在下沉。这怎么可能？立刻命令舰队所有军舰发射导弹，把龙国战机给我打下来。随后，霸国航母发射出无数枚导弹，直奔赵小龙而去。警告：来袭导弹太多，无法全部拦截。黑豹正加速爬升高度，摆脱导弹。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一阵战机的轰鸣声。将军，我们来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李马，哪来的这么多6代机？难道是龙国的6代机量产了吗？我们的6代机早就量产了，为了不刺激你们西方霸国，所以才一直没有公布。随后，几十架战机全部发射了导弹，霸国的6个航母战斗群，30多艘军舰全部被击沉。赵小龙，西方霸国的联合舰队已经被摧毁，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赶往小日子登岛海域，已经有1000多小日子开始登。可恶的小日子樱花国，不但要强行登陆龙国附近岛屿，还要厚颜无耻的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作为龙国军人，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大佐先生，大事不好了！掩护我们登岛计划的霸国联合舰队突然通信中断，目前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怎么可能？难道他们全军覆没了吗？几10年以来一直被欺负的龙国海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悍了？此时，另一名鬼子侦察兵又跑了过来，报告大佐先生，刚刚得到的消息，龙国出动了20几架第6代隐形战斗机，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把霸国的30多艘军舰击沉了。八嘎，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哪有什么第6代隐形战斗机？龙国的将军都说了，他们根本造不出什么6代机。你所说的6代机，只不过是他们用歼十改造的而已。与此同时，赵小龙消灭完霸国的联合舰队后，直奔小日子而来。小日子们，你爷爷我来了，敢强行登岛，你们简直就是厕所里打手电，找喜！小龙将军，我看我们直接开火，把他们全部灭了算了。各军该洗的小日子，没一个好东西。将军下令开火吧，我等不及了，我要为先辈报仇。不急，就这样把他们弄洗，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先折磨下他们再说。黑豹，向小日子登岛的区域发射导弹，但是不要击中他们，把他们全部赶到岛中心去。这群小日子，我要留活口。一枚导弹呼啸而去，直奔小日子的登陆点。小日子的临时指挥室内，警报声震耳欲聋。王大强，立刻打电话联系小龙，尽快消灭所有小日子。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000多，靠谱吗？
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报告大总，龙国战机向我们发射导弹了。八嘎，我眼用不下，雷达上就1枚导弹，慌什么？不用拦截，命令部队加快登岛速度，20分钟内要在岛上建立好防御阵地。紧接着，黑豹发射的导弹在距离小日子几百米远的一处丛林中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随后，小日子3000多名士兵成功搭建好了完整的防御阵地。立刻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该岛自古以来就属于我们樱花国，今天我们彻底把它拿回来了，并进行了实际的控制和驻军。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要死守阵地，这座岛绝不能再被龙国夺回去。消息很快传到了龙国国防部。刘部长，我们的岛丢了，被小日子给占领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小日子和我们可是世仇，他们居然胆敢如此挑衅，可算是找到收拾他们的机会了。立刻出动军舰和航母，先把这座岛给夷为平地，然后再把他们的本土所有陆地地毯式的轰炸一遍。这小日子身后还有西方霸国，虽然霸国的联合舰队已经被我们灭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真灭了小日子，我担心西方霸国会狗急跳墙，要是他们动用蘑菇弹，受伤害的依然是我们龙国百姓。刘部长，这事交给我来办，给我半小时，我一定夺回这座岛，并且我还要活捉这群小日子，然后向全世界直播，用当初他们在折磨我们100万同胞的手段，疯狂折磨他们。这办法不错，不但能夺回岛屿，还能对小日子起到威慑作用。话音刚落，1枚导弹从黑豹弹舱中发射，这是一枚电磁脉冲炸弹，它不会对人员造成任何伤害，而它爆炸后产生的高强度电磁脉冲能摧毁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一切电子设备，而小日子占领的岛屿大小不足15平方公里。可恶的小日子，现代战争没了电子设备的加持，我看你们拿什么和蓝星最强的陆军对抗？区区3000人，分分钟就能把你们全点俘虏了。好，赵小龙这招势在视觉，王大强立刻命令你的海军陆战队对小日子占领的岛屿进行登陆作战，1小时内必须拿下。还不到1小时，只有手搓步枪的小日子很快就被龙国海军陆战队俘虏。让赵小龙意想不到的是，这群小日子中居然还有女兵。这回可算逮到报仇的机会了。我说这位女士，你不好好在家伺候你家老公和孩子，你跑到战场上来干嘛？你们这群可恶的龙国人，不要欺负女人，有本事冲我来！这座岛本来就是我们的，你们凭什么要和我们抢？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投降，是俘虏，请你们尊重俘虏。尼玛，都成俘虏了，你还这么嚣张？到底谁给你的底气？随后，赵小龙叫手下拿来了小日子天皇的照相和旗子，扔在了地上。你们这群俘虏，只要从这照相和旗帜上踩踏过去，我立刻放你们回家挖土豆。我们就算是死在这岛上，我们也绝对不可能践踏伟大的大日子旗帜和天皇照相。哟呵，不错，骨头还挺硬的。既然你们敬酒不吃，那就别怪我要给你们吃罚酒了。早就知道你们不会踩踏旗帜和照相，我特意给你们准备的其他的玩法。话音刚落，几名小日子俘虏被拖到几个大树跟前，然后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大树上。八嘎，你到底想做什么？赵小龙，我再提醒你一次，虽然我们现在是你的俘虏，但是我们受国际法的保护，请你尊重我们。是吗？一群卑鄙无耻的家伙，跟我谈国际法？70多年前，你们残忍对待我们同胞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提国际法？哼！我抗议，你不能这样对我们。抗议无效，这是我为了庆祝你们成为俘虏精心准备的节目，希望你们能喜欢。下一秒，赵小龙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带钩的小刀，径直来到一头小日子跟前。哼！家里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偏要举着枪跑到别人家的岛上来。来人，给我把他的裤子拔了，再来几个人把他给我按住了。卑鄙无耻的樱花国小日子，居然强行在龙国附近的岛屿上建立军事基地。不料，龙国男人只用不到半天时间，就成功夺回岛屿，将这群小日子俘虏，并开始疯狂地折磨他们。来人，把这小日子给我绑到树上，绑紧一点，我会轻点下手，但是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痛。八嘎，你个混蛋！你把他们绑在树上，到底想做什么？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伟大的大日子战士。你别太激动，为了庆祝你们成为俘虏，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欢迎仪式，而且我还要开启直播，让全龙国人都看到这一幕。下一秒，赵小龙举起手中的小刀。家里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非要举着枪跑到别人土地上来耀武扬威。来人，把他的裤子给我拔了。直播刚打开，几十万吃瓜群众涌进直播间。哦哟，赵小龙又开播了哦！你别害怕，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除了有点痛，我保证不会有其他的感觉。
八嘎，你个混蛋玩意，居然敢对我的金针菇下手！原来是金针菇。赵将军，求求你给条活路吧！你只要不折磨我，我立刻去给你们死去的先辈下跪道歉。哼，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不接受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小日子道歉。嘿，你就是下一个。别，千万别砍掉我的金针菇，我还要用它培育更多的金针菇。只要你放过我，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在你做牛马之前，必须上交金针菇。主播，你怎么这么残忍？没了金针菇，你让人家余生怎么活？但是这些可是小日子，我突然又觉得主播很善良。嘿嘿。对，这么善良的主播，我还是头一次见。听着这几头俘虏优美的叫声，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主播能不能让我也上手？随着一声声的惨叫声传遍整个小岛，试想一下，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直接被小刀割了下来。看到这一幕，3000多被俘虏的小日子全都被吓得目瞪口呆，瑟瑟发抖。尼玛，这是人干的事吗？居然活生生的割掉金针菇，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恶魔吗？太可怕了！我想妈妈了，我要回家。小年纪下手这么狠，这个赵小龙太吓人了。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小日子估计也叫累了，不再发出痛苦的叫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瓜，看样子是已经晕过去了。王五，快去给我拿些孜然辣椒面还有食用盐过来。要那玩意干嘛？主人，你难道是饿了吗？饿你个头呀！没看见这几头小日子都睡着了吗？这荒郊野外的，睡着了容易感冒的。拿孜然辣椒面和盐给他们醒瞌睡。还好我是他这边的人，这他特么太吓人了。几分钟过后，王五拎着一袋盐和一些孜然辣椒面走了过来。主人，都准备好了，怎么用？还能怎么用？直接给我倒在他们几个的伤口上，一层辣椒，一层盐，最后撒上孜然就可以了。还没等赵小龙说完，王五立刻就行动了起来。下一秒，刚刚还昏昏欲睡的小日子立刻就精神了。这声音简直太美妙了。混蛋，你还是人吗？那可是我们坚不可摧的大日子战士，你居然下如此毒手！我抗议！根据国际法，俘虏受伤，你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治疗。你难道没发现吗？我刚刚已经为他们治疗了。你看他们刚刚一个还垂头丧气的，你看他们现在多精神，一个个的解开绳子后，估计奔跑的速度都要破世界纪录了。主人，这头小日子是忽悠晕过去了，别让他晕呀，立刻救活他。嗨，我又来了！哦哟，这是我看过的最爽的画面哦，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哦。赵小龙，你真的很串哦。我80多岁的二叔躺病床上快20年没动过了，刚刚给他看了这画面，一溜烟的就蹦到房顶上去了，现在都还没回家。几头被切了金针菇又被伤口撒盐的小日子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这次估计他们是彻底没救了。这可不能怪我，我们已经尽力了，还是救不活。王五把他们拖到后面去，然后剁碎，给其他小日子品尝一下。要是他们不吃，就拿去喂狗吧。话音刚落，还活着的小日子早已被吓得汗流浃背，瑟瑟发抖，一个个眼里都充满了恐惧，完全无法想象站在他们面前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恶魔，将他们同伴折磨得不成人样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喂狗。剩下的人都给我听好了，迎接仪式完毕，接下来开始其他的节目。这个混蛋居然还有节目！我的天呀，我要回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了。你们不用惊慌，我是一个善良的龙国人，只要你们听话，我绝不会亏待你们。现在立刻给我踩着你们的天皇、造像和旗帜，进到战俘营内休息。谁要是敢绕着走，刚刚那几个喂狗的，就是他的下场。到底该如何是好？我可要保住我的金针菇啊！不能再犹豫了，这小子太可怕了，慢一步估计都要被折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樱花国大日子肯定会派兵过来救我们，我们只要活着，给他来个里应外合，我们一定能逃出这座岛。经过一番挣扎，在他们指挥官佐藤不疼的带领下，一个个小日子耷拉着头走了过去。然而队伍里的一名女小日子却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哟呵，这小妮子挺有骨气的嘛，我喜欢。嘿，姑娘，怎么个事？你是不是认为你没有金针菇，我就拿你没办法了？你给我想清楚了，我们这边可有的是金针菇哦。没穿裤子这头小日子，一天不折磨他就难受，只因他不但不听男人的安排，还要疯狂的挑衅。哼，你这小妮子，老子叫你踩着天皇照相和旗帜进去休息，你特么的居然敢反抗是吗？兄弟们，饿了没？交给你们了。
你个混蛋，知道我是谁吗？哟呵，还在嘴硬是吧？我管你是谁，兄弟们还愣着干嘛？同时上。你个蛋！尼玛还要骂是吧？没穿裤子，你搞清楚状况。你特么现在是我的俘虏，不就踩踏一下你们的旗帜吗？有那么难吗？将军，我认错，我悔过，我不是人，求求你放过我吧！我让你嘴硬，我空你希望，让你嘴硬，让你嘴硬。怎么样，服了吗？还嘴硬吗？我知道错了，对不起，求你别打了，再打我就没了。兄弟们一起上，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将军，刚刚刘部长打电话过来，让我们把所有的俘虏都带回去接受审判。动走之前，我必须要狠狠地折磨他们。主人，不好了，佐藤不疼，那家伙在战俘营里带头闹事，把我们10几个守卫都给打伤了，还把我们的所有运输车辆都给砸了。运输车没了，我怎么把他们运回去？王五立刻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调集车辆过来。主人，一时半会你让我在哪去弄那么多车呀？买新车太贵了。你怎么就不知道想办法？你去瓜子二手车，上面的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质量又好，还能限时开3天，用的好放心买就行，车好又省心，关键是划算又省钱，赶紧去。好的，主人，我马上就去。集合所有小日子，我要继续折磨他们，给他们长长记性，顺便给他们立立规矩。几分钟过后，所有小日子战俘都被集中在院子里，站在最前面的就是佐藤不疼。几个小日子正嘀咕着什么。佐藤大佐，好好说话，你可别连累我们。这个赵小龙手段非常毒辣，我们惹不起的。混蛋！你们几个怕死的，都给我滚一边去！待会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他折磨我们，还是我折磨他。在说什么呢？我刚刚没听清，能再说一次吗？佐藤大佐他说他要折磨你。你个窝囊废，敢出卖我，你找死！佐藤大佐，你个贱骨头，你居然敢反抗，是不是战俘营的伙食开得太好了？你吃饱了没事干是吧？好个锤子，3天2-9顿，第4天还只给半只死耗子，狗见了都摇头。还敢顶嘴是吧？卑鄙无耻的樱花国小日子强行登上龙国国境，不要半小时后，3000多小日子就全部被龙国特种部队俘虏，并开始疯狂的追打。你居然敢打我！你给我等着，很快我们的天皇就会派大量的战士过来，把龙国变成地狱。哼，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一个小毛孩估计还在碗里吧。我让你嘴硬，让你嘴硬。像你哇，你小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吧，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打在我身上就跟挠痒痒差不多。真是皮厚，我看你有多扛走。尼玛，佐藤大佐这都能扛得住，不得不服啊！这要是打在我身上，估计我早就没了。这个恶魔太可怕了！天皇呀，你什么时候派兵来救我们呀？虽然佐藤不疼非常扛揍，但是赵小龙手里拿的可是10几公斤重的流年锤，不多时，佐藤不疼还是扛不住了，几口老血一吐，直接晕了过去。将军，不要再打了，这家伙已经不成人样了。对，也对，差点把这事给忘了。王五，把他拖下去，简单治疗一下，吊着他的命就行。这种罪恶滔天的小日子，可不能就这样让他打了。赵小龙要留着他，慢慢折磨他。嘿，怎么样？对我的表演，你们还满意吗？有没有想来过来配合一下的？满意个屁！连我爷见了你都得绕道。是吗？既然这样，那就一起来吧。话音刚落，一边的小日子俘虏双腿一软，全都瘫软在地，一个个的开始疯狂的求饶。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们了。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是啊，只要你不折磨我，我愿意一直跪在这里。现在知道后悔已经晚了，不把你们彻底打服，你们是不会真的认错的。王五，过来帮忙，把他给衣服给我罢了。不要啊，我认错，我悔过。叶老师，求放过。不用担心，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我会很温柔的对待你。下一秒，赵小龙举起小刀，直接在小日子的大腿上刮下一块肉来。好痛，好痛啊！你个混蛋玩意！很痛是吗？王五，给他消消毒。紧接着，王五拿着孜然辣椒面和盐，对着小日子的伤口均匀的撒了起来。随后，惨叫声响彻云霄。别叫了，越叫越痛，忍一忍就好了。还没等小日子缓过劲来，赵小龙再次举起小刀，1刀、2刀、3刀。怎么样？这滋味酸爽吧？好好享受吧，你很快就要失去知觉了。就这样，赵小龙一边割，王五一边撒盐。多时，几个小日子就晕了过去，而其他旁边看着的小日子早已被吓得瑟瑟发抖。你个混蛋，毫无人性，简直就不是人！天皇一定会报复的。
是吗？来，我现在就给你电话，立刻联系你的天皇，让他派兵过来救你。中东大户听说龙哥的东风快递打了12000公里，还精准命中目标。第二天，大户就火急火燎的推着几车黄砖来到了龙国。龙哥，咱都是老朋友了，我听说咱家的东风51都服役了，我说的没错吧？大户，你到底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都还没有正式宣布，你就知道了。那你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51到底有多牛吗？东风51是洲际导弹，射程18000公里，高精度北斗导航，速度30马赫，可装载10枚蘑菇弹头，威慑力强大，打击精度厘米级。停，你不要再讲了，这东风51你肯定不会给我，那你的41你开个价吧。大户，你能出多少？今天出门走得急，只带了这几车砖头，龙哥你看着办吧，能换多少你就给我多少。贼鹰一直想霸占大户的油田，大户现在跑来要我们的先进武器，这肯定是想彻底摆脱贼鹰，和贼鹰对着干。这几车砖头给他几枚东风41，我们也不亏，但是必须还得让大户和我们合作。龙哥还有啥考虑的？你直接说够不够吧？不够家里还有，要不我再回家给你拉几车来。大户，这可不是钱的问题，我要是把41给了你，毛熊和贼鹰可不愿意啊，毕竟这不是普通的炮弹，你让我们再研究研究。龙哥，你看这样行不行？除了这3车砖头，以后我们每天生产的石头，你说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龙哥要完以后，不要的我们再给贼鹰。成交，就这么定了。王大强，给大户打包10枚东风41。对了，大户，我们还有很多民用车辆，你也一起带走吧。都是些什么车？瓜子二手车上的宝马3系，6万多就可以带走，比新车便宜了好几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正当大户拉着41要回家时，贼鹰和小日子却突然出现了。大户，你怎么这么傻？你买他龙国的垃圾武器做事，你来咱父亲家买，遥遥领先他们龙国20年。想当初我们本来是要买你家老父亲的武器，但是你家老父亲不但要我们出10倍的价格购买，还开出一大堆附加条件，既要限制我们这样，还要限制我们那样。最气人的是，小椅子说要什么，你父亲就给他什么，还不要钱，给他送到家门口。从此以后，我们只认龙哥家的东西，龙哥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因为龙哥从来不坑人。大户，你最好少说话多做事，马上回家给我生产石油去，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老表，立刻打电话回去通知全国的油田负责人，从现在开始放假1个星期，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们一滴石油也不挖。大户，你是不是皮痒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老表，再打电话回去，再放1个星期的假。贼鹰，我警告你，你要敢在我家闹事，信不信我给你送几颗东风41，给你家放烟花。大户特使回家以后，大户国王可高兴坏。大户拖着龙哥家的东风快递回家以后，西方霸国扬言要收拾大户，不料大户又看上了龙哥家的万吨大举。第二天一早，骆驼王带着几个手下，着急忙慌的再次来到龙国。大户，你怎么又来了？前几天给你的东风41用着还顺手吧？别提那玩意了，拿回去就随便发射了2枚，都不知道飞哪去了。大户啊，这玩意可不能乱发射啊！1枚出去1个小城市就没了。先不提那事了，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你家的052D 驱逐舰。这狗大户，他哪只是想看看呀，他明显就是想拖几艘回去呀。我说大户啊，下次你来，你能不能拿块布把你这些个金光灿灿的砖头挡一下，都亮瞎我的眼睛了。几块破砖头而已，龙哥见多识广，不要大惊小怪。大户，今天来肯定又是看上我们的装备了，说吧，要哪一款？龙哥，听说你家的052D 不错，开个价吧，我要12艘。我操！大户家里穷的就只剩下钱了，开价50亿，他肯定会接受。大户都是老客户了，50亿1艘，便宜给你了。我给你700亿，给我来12艘，多的100亿，就算是快递费了，你给我送货上门。大户啊，你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豪横吧？你拿1亩3分地能放得下这12艘万吨大驱吗？哼，这你先别管了，咱家地盘虽然小了点，但是咱家附近的邻居一个个的都对我家里的石油虎视眈眈，局势非常复杂。要是手里没点东西，那群狗崽子说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沙老弟，你这是闹哪呀？12艘052，800多个导弹垂直发射井，约翰牛和高卢基家的所有加一起还不到你的零头。父亲说的没错，我和泡菜家一共才只有10几艘盾舰，
是啊，一艘052的火力就猛得可怕，这12艘都放中东，这狗大户恐怕以后走路都要横着走，弄不好那一片都得姓沙。别说是你们，这狗大户要是同时发射800多枚，我这西方霸国的总爹估计都扛不住。这笔买卖要是成了，我那小蚂蚁干爹中东霸主的地位恐怕不保，而且其他的中东小弟全都会到龙哥家买装备，我必须把这买卖给他搅黄了。贼鹰老登，你又在嘀咕什么呢？赶紧回家换尿布试去，别耽误我和龙哥谈买卖。大户，我劝你仔细考虑清楚再说。你要敢继续再用龙哥家的装备，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是呀，大户，我父亲的驱逐舰可比龙哥家的好上几十倍，技术也是遥遥领先。你为什么还得买龙哥的？你还有脸提你父亲的装备？你父亲家的滨海级战列舰说是改进升级款，经过比较，我们发现技术比龙哥的052D 落后了快30年，还要200亿一艘，还不能包邮到家，必须上门自提。而你看看龙哥家的712艘，包邮到家，还包安装包调试，技术遥遥领先，吊打滨海级。几天过后，霸国为了挽回面子，开着福特级航母战斗群来到龙国家门口，准备开始挑衅。报告舰长，我们的航母战斗群被龙国的一艘055驱逐舰压制了快20天了。一群废物，这回我这西方霸国的脸算是彻底丢尽了。我该如何面对我那些个干儿子？不就是一艘驱逐舰吗？他怎么就那么……东风快递成功打出12000公里后，西方霸国为了找回面子，又开着航母战斗群过来挑衅。不成想，龙哥一艘万吨大驱吓得霸国航母战斗群瑟瑟发抖，而沙漠大户却有了想法。舰长，我看我们还是赶紧跑吧。根据八角大楼的那些专家推演分析，假如龙国的005一旦开火，我们整个航母战斗群都要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而龙国的055却毫发无损。是啊，我们的航母作战半径只有800公里，而055的作战半径是1000公里，搭载的鹰击21反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更恐怖的是，速度高达15马赫，根本无法拦截。说的没错，我们要是再不跑，整的全军覆没了，那可不是简单的丢脸了，对我们霸国的影响无法估量。气急败坏，毫无办法的霸国航母只能灰溜溜的跑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户耳朵里。老表，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好消息。难道是石油价格又翻倍上涨了吗？不，是贼鹰老登又被龙哥收拾了。为什么要说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贼鹰的福特级航母战斗群被龙哥家的一艘055万吨大驱给揍了。我操！你说什么？一艘驱逐舰居然单挑一个航母战斗群？你是不是搞错了？网上都炸开锅了，贼鹰被龙哥揍了20多天，最后贼鹰开着航母灰溜溜的回家了。这不就是妥妥的单刀赴会吗？我怎么突然感觉家里的052D 一点都不香了？那可不咋的，要知道052D 只有8000吨左右，勉强可以说是万吨大驱，而055那家伙可是有13000吨，妥妥的超级万吨大驱，有110多个垂发单元，而且是一坑4弹，什么鹰击21反舰导弹、防空和鱼雷啥的全部都有。停，老表，赶紧准备几车黄砖头，我要马上去龙哥家看。怎么又来了？今天又看上我们家什么装备了？龙哥，我听说你家的055可发射防空反潜反舰导弹，还可以发射陆空巡空导弹，还有各种远程弹道导弹。有这么回事？我还听说055的主炮是一枚130毫米的高速火炮，比一个重炮营的火力还要猛，还有11管30毫米近防炮，该炮是蓝星最先进的近防炮，射速更是达到了每分钟11000发，这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呀！大户，你这些消息都在哪打听到的？我还听说贼鹰老登最近也在搞和055差不多的驱逐舰。你别听他们胡说，贼鹰老登他那就是山寨版的055。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以前贼鹰老登天天叫嚣，说龙哥仿造他的飞机大炮，现在他只能跟在龙哥屁股后面了。大户，你先别夸了，这次你恐怕要失望了。龙哥，给我来12艘055，你开个价吧。大户，实话告诉你，目前055的产量连我们自己家都不够用，海军那边都派人到生产线监督生产了，实在没办法给你。好的，龙哥，不卖就不卖，那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的055退役，我再来，到时候我按照新的价格给你买。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行，我们油漆都准备好了，就算退役了，也要先装备给我们海警。西海那边最近可热闹了，我们必须要用055镇场子。龙哥，如果你们的海警都装备了055，我敢说第一个瑟瑟发抖的就是大户家的防空导弹居然被西方霸国远程操控发射，并拦截了拖鞋射向小蚂蚁的导弹，这可把大户的王子吓得瑟瑟发抖。咱家自己的防空导弹，没想到贼鹰居然留了后门，可以远程操控，这事情想想都头皮发麻。是啊，害得我跟胡塞老弟解释了3天3夜。我们以前采购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在贼鹰家里买的，原来的敌人是拖鞋和石子，现在我们3家的误会已经
经彻底解开了，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贼鹰在背后捣乱。现在我们3家的共同敌人是小蚂蚁。老表说的对，小蚂蚁是贼鹰的干爹。假如我们要是和小蚂蚁开战，我们的装备又全都是贼鹰家买的，他们肯定会远程控制我们的装备，想想都可怕。还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龙哥家购买装备了，但这替换速度还是不够快呀。我们的导弹、军舰、飞机、大炮全都要换成龙哥家的才好。对，老表，你看这是龙哥家的歼20。哦，这家伙看着就猛的一批，原本还想购买贼鹰的 F22，经过上次的事情，我认为选择龙哥家的不但便宜，还非常的安全。这些武器都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装备，绝不能把备用钥匙留在别人的手里。我马上去准备洗车砖头，明天一早我们再去一趟龙哥家，说什么也要搞回来几架歼20。我的个乖乖，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歼20吗？嚯，没错，这确实是歼20，其实也没啥好的，就是用2架歼10改的而已。哎呀，龙哥，你就别藏了，我们都知道你的歼20，那可是蓝星最牛的5代机。狗大户天天给龙哥送砖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西方霸国的感受？是呀，你买咱父亲的 F2，它不香吗？遥遥领先兔子的歼20。香个锤子！龙哥的歼20飞行速度 2.5 马赫，最远可以飞5600公里，作战半径2000公里。而你家父亲的 F2 速度不到2马赫，作战半径1000公里都不到。你说到底是龙哥的歼20香，还是 F22香？这狗大户想当初被我们忽悠的团团转，我们说啥他就买啥。但是自从兔子家的装备崛起以后，这狗大户是越来越难忽悠了，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大户，你是不是把我们咖喱锅给忘了？不管是兔子的歼20，还是霸国的 F22，每家都要5-6亿，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家的光辉战机，这才是性价比最高、最好的选择。我操！啥？你家也造战斗机了？三哥，你可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听说这蓝星有一种飞机，起飞靠拖拉机，降落靠殡仪馆，该不会就是你说的光辉战机吧？是的，没错。那你还是留着玩过家家吧，我可买不起你家的飞机。龙哥，考虑的咋样了？歼20我要定了，你说多少就多少，没有什么事情是几车黄砖解决不了的。大户啊，你这样的客户，我做梦都想跟你合作。但是吧，我们的歼20目前产量也跟不上，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地盘比较大，我们的目标是每1000平方公里必须要装备1架歼20。按照这样计算，我们自己就需要上万架歼20才够。兔子，你要装备上万架歼20，你到底想干嘛？你别告诉我这不针对任何人。那还不是被你们吓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有个毛病，那就是火力不足恐惧症。1万架歼20刚刚好。龙哥，不卖就不卖吧。我听说你们的6代白帝战机也快出来了，到时候你可一定记得把淘汰的1万架歼20卖给我呀。患有严重火力不足恐惧症的大户，为了自保，居然想要兔子家的歼20，不成想给再多的钱，兔子也不卖。一气之下，大户将几车砖头直接送给了兔子。回家以后，大户又开始琢磨龙哥的重装和能力。我听说你们的6代白帝战机也快出来了，到时候你可一定记得把淘汰的1万架歼20卖给我呀。这个没问题，那我先回去了。对了，这几车砖头太重了，我带回去还得给他买机票。龙哥，这些都送你了，我明天再来。我操，那怎么好意思？大户你慢走，常来呀。没能搞到龙哥家的歼20，我的火力不足恐惧症也犯了呀，这可如何是好？老表，这次我们虽然没把龙哥的歼20搞回来，但是我发现龙哥家还有一样大杀器，他肯定会卖。快说快说，你又发现龙哥家啥好东西了？就是龙哥家的重装合成铝，只要有一个这样的铝，蓝星上大部分的孙子都能瞬间被踏平。哦，看到这一幕，我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差不多好一半了。根据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到底应该买几个才够用呀？1个不嫌少，2个不嫌多，3个4个刚刚好。那就一步到位，买4个，准备砖头，马上出发。哎呦，龙哥，好久不见。我说大户，你不是昨天才来过吗？你该不是回来要你昨天留下的砖头的吧？龙哥，你误会了，昨天的3车砖头，我说送你，那就肯定送你了，绝不会往回要。我今天来是有其他的事情。啥事？你说。对了，不知道大户对我们的民用车辆是否感兴趣？龙哥家的东西我们都非常感兴趣。瓜子二手车上的宝马3系6万多就可以带走，比新车便宜了好几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那好，给我来100辆宝马先说说吧，你到底又看上我们什么武器装备了？龙哥，你是知道的，目前的局势非常紧张，非常担心战火烧到我家里。
但是当我看到你家的重装合成铝视频后，我一下子就什么都不怕了。大户，你知不知道，一个重装合成旅需要编制5到7千人，由9个合成营组成，其中4个为重装合成营，另外3个负责防空、炮兵和后勤保障。装备方面，配备116辆99A 型坦克，130辆04A 型履带式步兵车，20门160毫米自行榴弹炮，14门120毫米自行迫击炮，9门125毫米模块化火箭炮。防空系统更是牛的一批，只要是天上飞的，不管是飞机还是卫星，就连 UFO 都能给它打下来。龙哥，我听说有那么一次演习，你们家2个营不到1000人，在短短3小时内就干翻了霸国4000多人，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我只能告诉你，不要迷恋你龙哥，一切都是传说。行了，你不用说了，没有什么事情是砖头解决不了的。龙哥，你开价吧，一个重装合成铝的装备要多少钱？不多不少，300亿就够了，包邮到家哦。老表，上砖头，龙哥给我来5个重装合成铝的装备。大户啊，我求你了，自从大户买了龙哥家的武器装备以后，不但没有感到安全，反而开始更加的焦虑了。这到底是怎么了？05万吨大驱我们有了，重装合成铝也在谈了，能打12000公里的东风也拉回来了，但是我总感觉还差点什么，总感觉不够安全呀。龙哥家有句古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王子，从你目前的症状来看，你是被龙哥传染了，你有严重的火力不足恐惧症。谁说不是了？咱周边的几个村子天天干架，头顶上的导弹和无人机飞来飞去，实在可怕。是啊，导弹咱还可以拦截，可是这体积小，速度快，杀伤力又大，成本还贼低的无人机，到底该用什么来对付它呀？这些个小型无人机确实让人头痛，防不胜防啊。我们在贼阴家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就跟摆设没啥两样，天上的无人机飞来飞去，它却没有任何反应。没反应还好，它要是有反应，那我们可亏大了。一架无人机成本也就1000块左右，贼阴的防空导弹一枚要20多万。都说我们大户人傻钱多，但是也经不住这样挥霍呀，早晚打的连裤衩子都没了。小王子，给你看个新玩意，它叫寂静狩猎者激光拦截系统。这玩意有效拦截距离5000公里、600米范围内，能直接将3毫米的加厚钢板击穿。这玩意真牛！这是谁家的装备？龙哥家的。怎么又是龙哥的？龙哥家真是啥都有呀！是呀，我这手机也很不错，是在转转上买的。转转上的二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华为 Mate 40 Pro 只花了2000，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联想小新 L14，也才1700多，办公看剧都很流畅。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上次歼20都没给我们，是不是我们给的砖头太少了？最气人的是，咱家那群运动员居然2比1赢了龙哥，这让我们怎么还好意思问龙哥要武器装备？我都不好意思去了。小王子，我有个办法能让龙哥开心，只要龙哥开心了，我们要啥给啥。快说，什么办法？把我们运动员带到龙哥家去，然后当着龙哥的面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龙哥肯定就开心了。老表，这办法不错，不过还是要准备好几车砖头，明天去龙哥家看看。龙哥，好久不见，你都长胖了。大户，你又来干嘛？我正烦着呢。别烦了，龙哥，我今天来就是来给你解释的。解释啥呀？就是2比1那事啊。哎呀，体育竞技比赛胜败都很正常，不用解释。那怎么行？我必须给你解释一下子。真不用解释了，大户。龙哥，你该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了吧？你可不能有想法呀！我们沙漠骆驼离不开龙哥呀。没啥想法，真没啥想法。我们之间的友谊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受到影响的。那你就听我解释。那你说吧。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本来11个人上场的，为了确保我们赢不了，临上场前我们特意还打断了一个队员的腿。李党会，你确定你是来解释的？沙漠大户为了得到龙哥家的武器装备，不但带来了几车砖头，还把2比1赢了龙哥的那几名运动员也带了过来，当面给龙哥解释。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本来11个人上场的，为了确保我们赢不了，临上场前我们特意还打断了一个队员的腿。李党会，你确定你是来解释的吗？你不是过来激我的吧？我好像说错话了，龙哥，我不是那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今天把他们都带来了，你们几个怎么再踢，就不知道让着点咱龙哥吗？你看看人家龙哥家那球踢的，一次没赢过。大户，你别说了，我这心脏受不了。龙哥真生气了。龙哥，你别生气，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行了，你别说了，再说我真翻脸了。完了，龙哥不理咱了。我还想着买龙哥家的激光武器，这可咋整？啥？你还想买我们的激光武器？你到底咋想的？
带砖头了吗你？看来还是砖头管用，龙哥，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我们看上你家的寂静狩猎者激光拦截系统了。大户，你买这玩意干嘛？龙哥都是拿来砍树的。我有大用处，肯定不是拿来砍树，我拿来打无人机用。不是有我父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吗？你还买兔子的装备做事？他那激光系统只能拿来砍树，根本没有在真正的战场上使用过，一点都不靠谱。绞盆机，你知道你父亲的爱国者发射一次要多少钱吗？你又知道一架无人机的成本是多少吗？用几十万一枚的爱国者去拦截几千块的无人机，小盆机，你脑袋瓜是不是被驴踢了？谁说不是呢？贵也就算了，关键是他还根本拦截不了。大户，我们这款机关系统发射一次只要几10块，妥妥的白菜价。它不但能拦截无人机，还能拦截低空飞行的导弹。老表还在想啥呢？没听见龙哥都发话了吗？还不快去把砖头推过来！等一等，大户，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家的窜天猴，性能也非常不错。还是算了吧，三哥，你那窜天猴还是留着过年的时候你自己放着玩吧。龙哥，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等一等，大户，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难道是你家的歼20可以对外出售了吗？那简直太好了，我要1000架。不是的，大户，我宣布我们的空间站正式对全蓝星开放，想上去看一看的过来填一下表格。兔子，我要申请上空间站看一看。好的，没问题，你先过来，我给你做个体检。嚯，贼鹰，我看你面色发黄，印堂漆黑，恐怕命不久也，你还是别去了。我来！龙哥，带我去，我也想上去看看太空的美景。大户，你家附近最近都快乱成一锅粥了，你还是在家好好看住你家的油田和金矿吧。没事，咱不是买了龙哥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吗？不怕邻居跑来捣乱。话虽如此，但是我们的空间站最近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龙哥，这是我们小王子的一点心意，我们家小王子也是很懂技术的。这一堆砖头可值好几百亿，这狗大户可真是肥得流油呀！赶紧答应他，带他去我们空间站看看就回。龙哥还在想啥呢？要是这几车砖头依然解决不了技术问题的话，我马上叫老表再空运一飞机过来。我操！够了，绰绰有余了。龙哥带我也想去。听说绞盆机你都答应让他去了。我说泡菜呀，你的身体素质也不行，而且你也不懂技术，你还是等你干爹的空间站建好以后再去吧。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和你们有着世仇的绞盆机都能去，我和我干爹为啥就不让去？兔子，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中东沙漠中出现惊人的一幕，沙子里不仅埋着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地面上还长出了蘑菇头，甚至连整个高超声速导弹的图纸和制造过程也有，这可把索马老弟高兴坏了。幽默大众，胡兄，贼鹰又来了，我们这2踢脚射程不够，打不到他们，怎么办？要是我们也有高超音速2踢脚就好了，贼鹰还不能拦截，这种2踢脚一打一个准。你们难道没听说吗？前几天巴巴羊在沙漠捡到大量的野生蘑菇头，而且还带着说明书，狮子也捡到过。你们怎么不去沙漠里碰碰运气？你怎么不早说？表弟把3蹦子开过来，我们马上去沙漠。这不是三哥吗？你来我们的沙漠干嘛？你拿着放大镜在找什么？没啥，我啥都没找，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我锻炼。尼玛，真是怕啥来啥，这两货可不好惹，我还是赶紧跑吧。索马老弟，咱们分头找，尤其注意沙子下面，找仔细一只。表哥，我找到了，这好像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注意你脚下，那好像是图纸。果然沙漠里啥都有，有了图纸，我们就可以量产了。胡塞大哥，要不要给其他表弟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帮忙？没那必要，你负责抠字，索马老弟你负责喷气，我负责打包和运输。我们简直太牛了，一下午就造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把它运出去呀？把它藏在我的宝马车里就行，贼鹰的卫星发现不了。你哪来的宝马车？你不都是骑摩托吗？瓜子2手车上的宝马3系6万多就可以带走，比新车便宜了好几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2手车上瓜子就对。走，拉几个去海边测试一下。太好了，成功了！我们也有高超音速2踢脚了，这玩意贼鹰见了都要瑟瑟发抖。对，表弟，我要在这里建个收费站，收过路费。
这不是熊大哥吗？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路过，我就是路过而已。听说你们在沙漠里捡到一些高超音速2踢脚，有这回事吗？是的，没错，连说明书都有，不知道谁扔的。那就好，这玩意可不能乱用啊，要用也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别把自己人伤到了。另外，最近沙漠阴雨绵绵，经常会长蘑菇啥的，有空多去沙漠里转一转。好，我会多去看的。该死的贼鹰，你天天给乌鸦送装备，我没事就丢点蘑菇在沙漠里，让这几个货多捡点。把2踢脚都讲好，贼鹰和小蚂蚁的船马上就要来了。自从蛤蟆西在沙漠捡到武器装备之后，胡塞老弟也捡到了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编号44301、05、07，查下这3艘船是谁家的。报告是小蚂蚁装土特产的船。再查一下，他申报的是什么土特产？申报的是信息传输类电子工具。该死的小蚂蚁还真会伪装，这不就是 BB 机吗？赶紧轰了他，不然珍珠家的兄弟又要遭殃。这是小蚂蚁的阴谋。打中了，后面2艘被吓得停下来了，好像是在准备掉头逃跑。索马老弟，拖船是你的强项，赶紧去把他们都拖过来检查。前面的船给我停好了，我们是索马海军，请你们立刻停船接受检查。哎呀，你快走，快走！我们拉的都是民用产品，你们无权检查。你说不能查就不能查吗？这片海域我说了算。索马老弟，这是2000万刀，你们放心吧，拉的都是些水果、衣服啥的，全是土特产。还在给我狡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拉的是会爆炸的民用产品。这2000万我们先收了，但是船照样要扣，你们的人可以哪来的回哪去。2000万你都收了，你居然还要扣船，简直就是耍无赖。好家伙，谁家民用商船还带着2踢脚的？表弟开足马力，给我追上去！索马老弟，赶紧回来，龙哥叫开会了。人都到齐了吧？开始开会。贼鹰，你不是有话要说吗？你说吧。我就想问一下，索马和胡晒的高超音速导弹到底是谁给他们的？我家今天3艘装着土特产的货船都被他搞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你放屁！就你那技术，你能造得出来吗？你连风洞都没有，你老实交代，到底偷了谁家的技术？谁说没风洞就造不出高超音速2踢脚了？我就造出来了。你就造不出来，你来咬我呀！关键是这玩意你还拦截不了。这是你该有的玩意吗？昨天还用的是煤气罐打我，今天就换上高超音速2踢脚了，到底谁给你的？快说！我听说最近沙漠里老是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前不久巴巴羊和狮子都捡到好多蘑菇头，说不定胡塞老弟也是在沙漠里捡的。这怎么可能？我天天都在他们沙漠里溜达，我怎么就捡不到？我认为肯定是某个东方神秘大国给他的。没大没小的家伙，大人说话，你个干儿子插什么嘴？有你说话的份吗？滚出去！都别吵了，胡塞，你看好你家表弟，打狗也要看主人呐。我听说前几天三哥发射了1枚蘑菇，到现在都没找到，该不会是他家的吧？没错，我就是那个神秘的东方大国。我过几天还准备发射1枚，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所有人，把你们的防空雷达都打开，帮我看着点，不然我又不知道射到哪里去了。一片混乱的中东，珍珠奶茶被小蚂蚁按在地上摩擦，索马海盗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正规军，不但给了他大量武器装备，还给了1艘3000吨的驱逐舰。这破摩托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龙哥的高级研讨班马上开课了，迟到了可要罚站的。老表，快，下车推一下。这不是索马老弟吗？你这大玩具哪来的？当然是我毛熊大哥给的。哦，老表，加把劲，用力推，要迟到了。看见吗？我这是羡慕我的大区了，手里有东西就是不一样。你谁呀？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但就是想不起你是谁。你拦我干嘛？你听好了，以前都叫我索马海盗，从今天开始我是索马海军。瞧见吗？3000吨的驱逐舰，我毛熊大哥给的。才3000吨就嘚瑟，龙国给我的都是万吨大驱，一次就12艘。我说大户，你在嘀咕啥呢？没啥，我先走了，我着急去龙哥家上课。
这龙哥到底是谁？大呼哈马西狮子都去听他讲课去了。索马老弟，这大船不错嘛。我大哥给的，足足有3000吨。这辆宝马车也是大哥给的。这么好的宝马值不少钱吧？瓜子二手车上的宝马3系6万多就可以带走，比新车便宜了好几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胡塞大哥，我问你，你该不会也是要去上课吧？没错，龙哥那边来人了。主要是教我们如何打包中药，包教包会，对症下药，跟着病根。龙哥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带我去长长见识？没问题，上车吧，我带你们去。抓好扶稳了，我要起飞了。等下，我这大船丢这里，该不会被偷吧？应该不会吧？这可是你索马老弟的地盘，谁那么大的胆子，敢在这里偷东西？也对，赶紧走吧，要迟到了。各位同学，拿出你们的小本本，记好笔记。关于如何包中药的问题，我只讲一遍，先这样，再那样，然后……都听懂了吗？只有一点时间，不懂的同学可以举手提问。索马老弟，你有什么问题？我想马上知道贼因装土特产的集装箱船现在在什么位置？问题提得不错，老师刚好做了个梦，梦到一串数字。你们就按照这个数字去地图上找吧。谢谢老师。我操！我的大船哪去了？赶紧走吧，要迟到了。我操！我的大船哪去了？这可是刚从大哥家开回来的，一箱油都还没烧完，这就被偷了。谁这么大的胆子？索马老弟，别上火，要不再问你大哥要一艘？不行，我必须把偷我船的人揪出来。胡塞大哥，你知道是谁偷的吗？这一片除了你会偷，剩下的可能就只有3哥了。他经常开着拖拉机在这片海域转悠。是他，肯定是他。以前被你击中的大船就是被他拖走的，天天跟我抢生意。胡塞大哥，借你的摩托车用一下，3哥的拖拉机跑不远。哎呀，快走，快走！还真是3哥干的，老表别客气，给我狠狠的揍他。真是个废物，这么大的目标你都打不中，还是让我来吧。阿三真会躲，胡塞大哥加大马力追上去。那你们可要抓紧坐稳了，我要起飞了。3哥，你胆子不小啊！我的船你都敢偷，玩了一辈子的瘾，今天居然被鸟挠了。这个老六天天就跟着我，只要我一开火，他立马就上来拖走被我击中的船。我的个乖乖！我说我最近怎么快1年没见到过集装箱船了？原来是你个老六在抢我生意。是啊，还敢抢索马老弟的饭吃？你看把索马老弟都饿成啥样了！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再出现在这片海域。你要再敢来，见一次打一次，来一次揍一次。索马大哥，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你放我回去吧，家里一家老小，还得等我回家做咖喱饭。要我放了你也简单，只要你答应给我10个装满土特产的集装箱，我就让你回去。好的，没问题。那你滚吧。胡塞老弟，有一艘小蚂蚁的集装箱货船，装的全是土特产，进入你的地盘了，给我拦住他，别让他过去。哦，收到，马上让索马老弟过去拖船。这么快就有买卖了，位置发给我，我马上过去拖船。先别急，我先给放个2踢脚，把他打残了再说。对，胡塞大哥，你放2踢脚的时候，尽量瞄准他的驾驶舱打，别把集装箱打坏了，里面可全是土特产，打坏了怪可惜。大户买了龙哥家的武器装备后，不但没有感觉到安全，反而是火力不足恐惧症越来越严重了，把他急的是团团转。小王子呀，你说我们都买了龙哥那么多装备了，我这心里怎么还是不踏实呀？他们怎么还不派人来保护我们呀？谁说不是呢？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他派人过来保护我。可是龙哥说啥也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难道是我们的砖头给少了吗？
要是砖头能解决，那就好办了。龙哥说他是有原则的，不干涉别人的家事。龙哥真是太讲原则了。是呀，老表，快想想办法，不来驻军，常来我家看看，来做客也行啊。龙哥是不会轻易改原则的，要好好想想办法。龙哥还说，君子可弃之以方，南王已非其道。君子可弃之以方，君子。我有办法了，我们就给他来个弃之以方。什么意思？我没明白。龙哥不是说了吗？不干涉别人的家事。对呀，所以龙哥不愿意来我们家保护我们呀。假如我是说，假如我们家要是变成了龙哥家呢？那龙哥派人来保护他自己家，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了？我们家变龙哥家，老表，你细说下怎么操作？很简单，你办公室旁边那块4平方公里的地，不是空很久了吗？邀请龙哥来开发，主要用途就是方便我们的贸易往来。这样一来，龙哥不就得派技术人员过来吗？然后不就水到渠成了吗？哦，这办法不错，老表马上订机票去龙哥家，我亲自和他谈。大虎，你怎么又来了？今天怎么没带砖头？哥，我们的贸易总量现在虽然很大，但是吧，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满足咱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热情。是呀，大虎，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你们合作。我有个想法，能提高我们贸易往来的效率，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什么想法？你直接说。国家有块空地，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拿去开发了呗，搞个经济特区啥的，再把你家的工厂和物流啥的都搬一些过来，再建个生活园区，这样肯定会大大提高贸易往来的效率。哦，很不错的想法，共同发展，可行可行。你这意思就是答应了，是吗，龙哥？我回去就把地给你清理出来，足足有4平方公里，就在我办公室的旁边。龙哥，你可不能反悔哦。不会的，大户，我们说过的话肯定算数，绝不反悔。好，那就这样定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啥问题，大户？龙哥，你是知道的，国家周围到处都在干仗，这特区建好以后，那就是你的地盘了。你家的安全我可不负责，安保问题你自己派人来解决，我可没那实力。这狗大户原来在这等着。小王子，好消息，我们申办冬奥会成功了。哦，干得漂亮，这回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让全蓝新人都知道我们头顶上这块布到底有多厉害。小王子，可别高兴得太早，目前有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有啥问题是几车砖头解决不了的？你说来听听。冬奥会好多项目都要用大量的雪合冰，可咱家这地盘自古以来它就没下过雪，而且还全是沙漠，咱们根本没有雪合冰呀。是呀，这是有些难搞呀。别说雪合冰了，我们家一年到头雨都下不了几回，这可如何是好？我们去找龙哥吧，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给我们造一座雪山。但是小王子别抱太大的希望，这工程难度很大，需要很强的技术。技术方面我是最懂的，走，现在就去，他肯定有办法。大户，今天来准备买点啥呀？今天心情郁闷，啥也不买。这是咋了？天下我最富的大户居然也有烦恼，快说出来，我开心开心。问你个事呗。啥事你说。假如一个人遇到了困难，你说是应该勇往直前呢，还是选择逃避困难？那当然要迎难而上，战胜困难，坚信心中有一把剑，可排山倒海，降妖除魔。哦，龙哥，整个蓝星都说你是基建狂魔，我现在有个工程，遇到点困难，你借手帮我搞定下呗。啥工程？高铁还是高速？都不是。那是挖运河还是修高桥？这都不是难事。也不是，我想在我家里建一座大雪山，一眼望不到顶那种。你想造雪山？是呀，这不是冬奥会申办下来了吗？但是我家又不怎么下雪，所以只能自己造了。可是刚开工1分钟就停工了，不知该从何下手。大户爷，你家一年4季最低温度都在20度以上，最高30-40度，这雪山估计上午造出来，下午就没了，这太难了，我可没这技术。龙哥，你没技术，我有呀，我出1000吨。1000吨什么？1000吨自来水可建不了你要的大雪山。我说的是1000吨黄砖头。龙哥，你肯定有办法把这1000吨黄砖头给我变成大雪山的，要不你试试？大户啊，你是真的懂技术呀，我先试试吧。那好，我先给你1000吨定金，等雪山建好了再给你另外一半。啥？建好后还有1000吨？你没开玩笑吧？是不是不够呀，龙哥？不够还有。够了，我的工程队2小时内到达你家，马上。大户拉着龙哥的东快递回家以后，火力不足恐惧症算是得到了缓解，但是新的症状又出现了。龙哥，我也想挖一条大运河。你个狗大户，你是不是傻了？你家那地盘全是沙漠，你挖运河做甚？狗贼鹰，你给我哪凉快哪带着去，我想挖就挖，与你何干？是呀，全是沙漠又怎样？只要我们龙哥肯接手，就算是喜马拉雅山也能挖开。
大户啊，你咋想的？怎么也想挖运河了？龙哥，我看你给小简家挖的那运河，才2个星期不到，就挖了10几公里，不愧是蓝星最强基建狂魔呀！那场面，那气势，我也想见识一下。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也挖一条？问题不大。不知道大户想挖一条多长的运河？这个我早就想好了，从我家东边开挖，一直挖到最西边。我要把波斯湾和红海直接链接起来，方便我们运输土特产。狗大户，你开什么玩笑？波斯湾和红海整个打通，这距离可是有足足的2000公里。这要是挖好了，那就是蓝星第9大奇迹了。我说你个老秃鹫，我和龙哥说话，你能不能不要插嘴？你难道不知道我昨天刚从龙哥家拉了10几枚东方快递回来吗？你信不信我去你家放烟花？大户啊，2000公里的大运河，这可是世纪大工程，技术难度非常大呀，我恐怕搞不定呀。我出3000吨。狗大户，你不但傻了，你还白日做梦。3000吨混凝土就想挖2000公里的大运河，你咋想的？我说的是3000吨黄砖头。不但如此，凡是来我家挖运河的龙国兄弟，我每人配1台宝马。啥？还配宝马？大户，你哪来的那么多宝马？就在你家买的呀。瓜子二手车上的宝马3系，6万多就可以带走，比新车便宜了好几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大户，你该不会是说着玩的吧？你可别忽悠你龙哥。怎么会啊，龙哥？这是2000吨黄砖，拿上这些臭钱，立刻开工挖运河。今年春节我要下河去抓王八补补身体。你说啥？按照现在的黄砖价格计算，3000吨黄砖那可是差不多2万亿。大户，你确定你没搞错吗？我砖头都给龙哥了，还会有错吗？而且这2000吨只是定金，要是不够，随时增加预算。大户啊，这么大的工程，兔子他搞不定的，干脆你直接给我，我来给你挖。我家连银河都能挖，你信我？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你给我一边凉快去！要是让你来挖，我家的土特产全都得被你偷完。从实力的角度来看，除了被称为基建狂魔的我龙哥，蓝心没有任何一家能挖2000公里的运河。大户，工程给我吧，我可是神秘的东方大国，我挖运河的技术比兔子好100倍。三哥，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要是让你给我家挖了运河，那我家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为啥？你问问屏幕前的网友，你再看看你家里的那条大河都被你家里人弄成啥样了？这是咋回事？对面怎么这么多难民？前几天才几个人，今天怎么就黑压压一片了？对面几个老表干起来了，好几个村子都被炸了。这些人为了躲避战火，都想跑到我们家来。都给我看好了，加强巡逻，绝不能放过来一个人。走，去前面看看。兔子，你们不是天天都说爱好和平、诚信友善、爱好帮助他人吗？没错，这是我们华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你这话我怎么就不信呢？你看看这铁丝网后面，看看那些受到战火残害的难民，你们为啥不拆了这铁丝网，让他们全都过来避难呢？贼鹰，我看你现在不但是头昏眼瞎，而且还是有眼无珠。这些人也叫难民，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你好好看看，一个个全都挤在这铁丝网边上，黑压压一片。这不是难民，这是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些人基本上全部都是赏金猎人。我们打击电诈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家被骗的人跑出来，他们立刻就向诈骗分子举报，然后他们就会得到丰厚的马内。无数的家庭就是因为他们的举报，弄得家破人亡，再也回不来了。你们不是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吗？这点小事你怎么也记心上？你们太小气了。要是我们霸国，这样的事情我会选择原谅。贼阴，你居然说原谅他们？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串数字。兔子，我在跟你谈难民，你给我看什么数字？你这串数字有什么意思？贼鹰，这是兔子家唯一一个重启过4次的警号，现在已经永久封存，这可是代表着满门忠烈。贼鹰，你可知道我们有多少个卧底缉毒警因为对面这些个平民的举报而牺牲，一个个死的都是惨不忍睹。你居然说原谅，我们不能替这些牺牲的忠烈原谅他们。还有更过分的，当年我们派出的远征军牺牲后只能就地安葬，当我们想把他们的遗骸接回家时，却发现这群货居然把猪圈建在我们远征军英雄的遗骸上面。贼鹰，你说说，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70多年前，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兔子的大家庭，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的拒绝了，原因竟是嫌弃我们当时太穷太落后。是呀，没想到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龙哥给他们机会，他们不珍惜呀。现在想起我们龙哥了，是我也不愿意。报告，
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在冲击我们的边境线。兔子，你这是见死不救！我劝你立刻打开铁丝网。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们要是真把他们放进来，一对不起我们云南孩子从小接受的3声教育，二对不起每一位牺牲的缉毒忠烈和边防战士。是呀，贼鹰，既然你觉得他们可怜，你们完全可以派你们的大飞机过来，把他们都接回你家去啊！你们这是干嘛？一个个手里抱着米和面的。这些都是土特产，我们想捐出来，把这铁丝网再加高2米。咱这边境线可有4000多公里长，我们村里人商量决定，有力出力，有米出米，我们要团结起来，把边防工作做好。对，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给这铁丝网接上1万伏的高压电。飞猴子中了5万吨榴莲，8毛1斤都没人要，只能厚着脸皮来找龙哥。龙哥一点没客气，直接给他上一个。龙哥，你要榴莲不要？我家老多了，贼便宜，还包邮到家。我们家的人太爱吃榴莲了，每年要消耗好几万吨，还经常断货，不够吃呀。那太好了，我今年翻倍种植，等成熟以后，我立刻打包给你送过来，可以先货后款，你看怎样？那你先回去种吧，快去吧。龙哥，这小飞猴子贼精的，你确定你要收他家的榴莲吗？嚯，大户，我没说要他家的榴莲呀，你刚刚都叫他回去种了呀。这小子，我必须给他上一课。就上个月，整艘老破船往我家一放，然后就开始撒泼打滚，跟我耍无赖，给我上眼药。现在居然还让我收他榴莲，他真是不知道啥叫白日做梦。我可只说了让他回去种。我明白了，你只是叫他回去种，可没说要先货后款，也是他说的。等他运过来后，再慢慢收拾他。这小子就是欠抽，必须好好教训一下。谁说不是呢？我可啥都没答应他，跟我玩滚刀肉，他可不知道我可不用刀，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喂，龙哥，我家的榴莲都成熟了，你看你哪个港口方便卸货呀？我立马给你运过去。喂，谁呀？听不见啊，你大点声。龙哥，我是小飞呀。不，小飞呀，啥事呀？我家榴莲熟了，你看你方便收货不？我好给你送过去呀。啊，你说啥？听不清啊。龙哥，是我是小飞，飞猴子。这回听清了，啥事你说呗。龙哥，你之前不是说让我回家种榴莲吗？我回家就全国动员了，所有的地都种上了榴莲。现在我家榴莲大丰收了，有5万多吨。这下你家的人再也不愁榴莲不够吃了。哦，原来是榴莲啊！你先别急，最近咱家榴莲还够吃，先缓一缓。这可不行啊，龙哥，我家这榴莲可都熟了，我都打包好装好船了，我立马给你运过去再说吧。别，你可别运过来，那玩意可臭了，影响我家空气。你先放一放吧，啥时候不臭了再说。这玩意它本来就是臭的呀，你要是不要，我可就卖给别人了。你先等会，你上一句说的啥？这玩意它本来就是臭的呀。不是这句的下一句。你要是不要，我可就卖给别人了。行，好的，那你卖给别人吧，我不要了。龙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说的你家榴莲不够吃，让我回家种的吗？我家榴莲之前是不够吃呀，但是今年不知咋了，全兰星到处都种上了榴莲，然后他们全都拉到我家来了，那味道把我给熏的，放屁都榴莲味。龙哥呀，不能开这玩笑啊，我可有5万吨，这玩意除了你家人爱吃，我也没促销啊。那我可管不了，我家现在几乎每个港口都放着榴莲，你可千万别运过来呀，没得放，还贼臭。大户听说龙哥遇上大麻烦了，急得在家团团转，想尽办法想要帮助龙哥。第2天就推着几车黄砖去了龙哥家。大哥，听说了没？最近龙哥遇上大困难了。啥？龙哥出什么事了？遇到什么困难了？上个月龙哥不是把大飞机 C919 给造出来了吗？几次试飞都成功了，非常完美。但是西方霸国那群货居然不给龙哥发射航证，还说什么龙哥的飞机只适合在自己家里飞，不适合飞国际航线。一群完蛋玩意，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咱龙哥吗？你去问下西方霸国那群玩意，知不知道龙哥的榜一大哥是谁？问下他们还想不想从我家买石油土特产了？谁说不是呢？人家龙哥呕心沥血好多年，顶着被他们技术封锁的压力，硬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把大飞机给造了出来。眼看封锁技术是不管用了，现在开始直接打压了。这都不是事，不就是航证吗？那群货不给发，我沙漠大户给龙哥发一个，让龙哥开着他家的大飞机常来我们家里飞，想怎么飞怎么飞。我就不信了，这群卑鄙无耻的家伙还治不了他了。还有一件事，咱家的大飞机太旧了，好多都已经飞了10好几年了，该换换了。这不就是瞌睡遇上枕头了吗？我去和龙哥谈，实在不行我们出黄砖，让龙哥直接到我们这来建厂，等生产完直接从生产线上下来就进咱家机库，多方便呀。大户来了，
龙哥，这是咋了？怎么垂头丧气的？哎，不就是世行政那事吗？西方八国又给我们使坏了，愁死我了都。哼，龙哥，支棱起来，龙哥，不是我说你，有困难你也不打个电话，你是不是没把我当兄弟？大户，我不是那意思，有困难咱自己努力克服，不能老找你帮忙呀。见外了，龙哥，要不是当年你卖给我那些个装备，我这沙漠大户估计坟头草都几米高了。哦，好的，大户，我知道了。那你今天来到底干嘛来了？我就是为使行政这事来的。龙哥，他们不给你，我给。明天开始，你那大飞机只管往我家里飞，想咋飞你就咋飞，飞到你满意为止。大户啊，太感谢了，你可帮了我大忙呀！先别急着感谢，我是有条件的。啥条件呀，大户？我家那些个破飞机以前都是西方霸国那买的，这群货没一个好银，我想把我家飞机都给换了，明白我意思了吗，龙哥？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我要买你家那个大飞机，要300架。300架，大户，我们也才刚造出来，咱自己家里的这些飞机也得换，我这产能跟不上呀。那没事，我出3车黄砖，你去我家建个分厂，然后就开始造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完直接就进我家机库，快递费都省了。大户要求龙哥带着上万架无人机去他家表演，不料表演刚结束，无人机就被大户给扣了下来，不还了。大户，我们家的人带着无人机去你家表演，怎么就只有人回来了？我的那些个无人机哪去了？龙哥，你家那些无人机有问题，我扣下来研究一下。啥？我们家的无人机不可能有问题？那你自己看吧。我说大户，这是按照你的要求表演的呀，非常精彩，他哪里有问题？龙哥，你这无人机问题可大了，你知道吗？打我出生那天起，我就没见过这么震撼的表演节目，而且还是用几千架无人机表演的，这场面谁受得了？哦，你给我吓得一激灵，原来是喜欢这样的表演呀。没事，我叫我家的技术人员再去你家表演几天，还是按照之前说好的50公斤黄砖1天。龙哥，你瞧不起谁呢？黄砖我家里有的是，你就给我安排几天，你瞧不起谁呢？那你说吧，你扣了我的无人机到底几个意思？要不我给你开个包年服务，你看怎样？谁要你给我表演了？我想自己演，我想什么时候演就什么时候演。大户，这怎么行？无人机可都是我的，这些无人机只卖艺不卖声啊！而且我们的无人机还要去其他家表演，你这样给我扣着，我们损失很大呀。龙哥，咱家有句古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几车黄砖解决不了的。你家的这些无人机我要定了。大户，既然这样，我拿你也没啥办法。你能出多少？我出10吨黄砖，可行呀，龙哥。大户，你知道为了完成你要求的表演，我们用了多少架无人机吗？10吨黄砖成本都不够呀。10吨不够，那我再加个0， 100吨总该够了吧？狗大户说你人傻钱多，你还不信？有你这样出价的吗？人家都是一点一点往上加，你倒好，直接加个0，加了10倍啊！贼鹰，你哪凉快哪待着去？你看看你家里现在都乱成啥样了，快回家收拾残局吧！黄砖我有的是，你少管。龙哥，100吨到底够了没？不够我再加个0。大户别加了，再加他们真要说我欺负你了。不过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大户做生意。100吨黄砖对我来说那就是毛毛雨，不值一提。等会龙哥，无人机我是有了，但是我们家那些个技术人员研究了好几天，也没研究出来你们是怎么表演出那么震撼的画面来的，这可咋整？这个嘛，你别装糊涂了，你家的无人机只有你家里人才懂，我再加50吨黄砖，把你家的技术人员全都派过来算了。大户，你干嘛买兔子呢？我家也有无人机，而且买无人机送技术，你买我家的，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比兔子的更便宜。你个老秃鹫，怎么还没走？你还有脸提你家的无人机？除了能表演愤怒的小鸟和动不动就往下掉，你告诉我，你家的无人机还能干嘛？龙哥把大户的东风快递升级以后，整个地区都安静了，可大户却越来越焦虑了。不是想着把东风拉出去放烟花，就是想着拉出去种蘑菇。干爹，不好了，出大事了！瞧你那点出息，啥事啊？让你如此慌张？兔子又往外卖装备了，他卖他的呗，又不是第一次了，有啥大惊小怪的？兔子把东风快递卖给大户了，直接打包了35枚。我操！完犊子了！早就跟你们说过，不能让兔子太穷，他要是穷疯了，啥都敢往外卖。别人都说大户人傻钱多，但是我现在咋觉得大户简直就是聪明绝顶呀？可不是嘛！现在中东一片混乱，在这之前，大户的战斗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以前天天被拖鞋按在地上摩擦，最关
关键的是，大户家那土地肥得滋滋冒油，早就对他垂涎三尺，巴不得生吞了他。这下好了，大户把35枚东风快递放在他家里以后，整个中东没有任何人再敢惹他了，就连干爹都不敢轻举妄动。小王子，你发现没？自从我们把龙哥的东风快递拉回来以后，以前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西方霸国那群货彻底安静了，连看我们的眼神都变清澈了。谁说不是呢？还是咱龙哥家的快递好使啊！这玩意我们可以不用，但是必须要有。龙哥的东风，整个地区没人拦得住，一旦发射他们，就只能用他的土地和生命来拦截。想当年老萨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老式的东风3拉出来那一刻，老萨就吓得尿了裤子，吓得他连夜召回了100万大军。我们要好好的感谢龙哥，把我们的东风3升级了。小王子，我听说龙哥家还有很多好装备，要不我们再去一趟，给龙哥送几车黄砖过去？好主意，把飞机油加满，马上就去。这不是大户吗？我不是刚把你家的东风升级了吗？怎么样，好用吗？好用是好用，可那玩意只能当镇国之宝用，我不可能天天拉出来放烟花玩吧。所以我想再来点常规的装备。大户言之有理，那你看上我家啥装备了？就你身后那个写着叫炮的玩意，能打多远？290公里。这么大一坨，怎么才打290公里？龙哥，你可别忽悠我。你听我说完呀，大户，这是我们着急忙荒造出来的，技术也不是很成熟，所以它只能打290公里，而且误差还很大。还有一点，这一地的零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装，你拿回去自己研究吧。这误差能有多大呀，龙哥？1500到2000公里。哦，1500加290，这玩意不就能到2000公里了吗？这样一来，我周围那些找事的邻居全都在打击范围内。兔子，你胡说啥呢？你这玩意都能打2000公里了，你还说它是炮，忽悠谁呢？我都说了，这装备技术不成熟，误差很大，你不懂就少插嘴，人家大户自己能判断。兔子，跟我干爹说话，请你注意态度。你瞎嚷嚷什么？龙哥的2踢脚都能打2000公里，你离龙哥就700-800公里。龙哥家有句古话，穷者火力覆盖，富者精准打击。龙哥的这款2踢脚不但能火力覆盖，还能精准打击，我就问你怕不怕？大户听说龙哥又要开航展了，立马准备了几千吨黄砖，连夜开着他那黄金拖拉机，火急火燎的来到了龙哥家，见啥买啥。小王子，听说了，龙哥家的航展马上就要开幕了，听说这次还有以前从来没有公开过6代机，立刻通知商务部全员进入1级战备状态，飞机油加满，我们马上出发去龙哥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又盼到龙哥开航展了。上次买了3个重装合成铝以后，咱家现在随便横着走，也没人敢说半句不是。这次我们又去买点啥？这还不简单吗？只要龙哥要卖的，咱们通通拿下，他卖啥咱买啥，闭眼路就行，一路到底。甚至那些龙哥不想卖的，咱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卖，没什么事情是几千吨黄砖解决不了的。可不是嘛！几十年前的东风3，后来的寂静着激光炮和去年买的重装合成铝，龙哥家的装备绝对物超所值。我听说龙哥今年可能要对外展示水分子轰20，这玩意要是真的亮相了，整个蓝星又要安静好久了。小王子呀，轰20你就别想了，龙哥是不会卖的。你是不是傻？如果龙哥真的把轰20给拿出来了，那他那些比轰20落后的全都得淘汰。我们只要能拿到这些龙哥淘汰下来的，那可都是镇国之宝。龙哥，这是2000吨黄砖，你看我给你卸在哪里？大户无缘无故，你给我2000吨黄砖干嘛？这不是前不久我说了吗？要给你家帮我挖运河的兄弟每人配1辆好车，这些黄砖你拿去给他们每人配1辆。大户买车去瓜子眼，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只要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行吧，龙哥，车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吧。其实我这次来是冲着你家航展来的。这种大户一下子就给2000吨，他该不会是看上轰20的吧？不管他给多少，绝对不能给他。大户，你又看上我家啥装备了？听说你家轰20都快要服役了，那么你那些个淘汰下来的装备，你看看有多少，我全都要了。哦，原来是这样呀！我等下给你开个单子，你选一项，用得上的你就拿走吧，用不上的你留下。就这么说定了，龙哥，你可别反悔。对了，龙哥，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我觉得有必要给你提一提。大户有啥建议呀？就是你家这个航展呀，我认为没有开的必要。大户，你这话啥意思？
思，我可拿你当朋友。你要这么说，我家的那些个装备，你可一件都拿不走。2000吨黄砖你自己带回去吧。龙哥怎么就急了呀？你听我说完呀！你看这个航展，耗时耗力的，耗费大量的黄砖，搞得那么麻烦，不就是想卖点装备吗？要真是这样，你还不如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全要，直接就打包带走了，多省事呀！自从大户买了龙哥家的重装合成铝后，不但没有感觉到安全，反而是火力不足恐惧症越来越严重了，整天就想着怎么让龙哥派人去保护他，拉了一车黄砖找龙哥去了。这不是小球吗？你这是要去哪？这不双11到了吗？我准备去龙哥家进点货。这家伙，龙哥都同意带他上太空了，现在还要买龙哥家的装备，这可咋整？不行，不能让他去。小球呀，你回去吧，龙哥今天不在家。龙哥不在家，你咋知道的？他啥时候在家？我着急进货呀。这不，我刚从龙哥家回来，门都上锁了，家里没人。小球，你到底想找龙哥进啥货呀？我家那些个飞机都用了几10年了，太破了。昨天有一架还没起飞，发动机就都掉了。我想找龙哥买几架大飞机，但是听说订单都要排队，我要的急。我想找龙哥看能不能给我加个急。另外，我还想在龙哥进一批新能源汽车。好家伙，果然是在跟我抢飞机！我在龙哥家订的200架飞机都还没给交货呢，你还想加急？不行，不能让他去找龙哥。我好像想到一个让龙哥派人保护我的办法了。大户呀，你一个人在那嘀咕啥呢？没啥，飞机的事我帮你解决。至于新能源车嘛，也交给我吧。小球，你也换上龙哥家的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那好吧，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去找龙哥给你办事。那好吧，大飞机的事我可就拜托你了，我先回去了。放心吧，我和龙哥关系最好了，这就去给你办。大户咋又来了？咦，今天咋没带黄砖？龙哥，听说你家的大飞机最近订单有点多呀，是不是生产不过来呀？嚯，大户，这你也知道，我们这大飞机太受欢迎了，刚开始量产就接了1000多架的订单，确实产能有点跟不上。龙哥，你咋就不开窍呢？多开几条生产线，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大户，停，你别说话，是不是怕生产线没地方？你拉到我家去呀，我给你画快递，我出黄砖，你出技术和人，你想放几条生产线就放几条，这样合适吗？大户，有啥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以后我的那些邻居要是谁想买你家飞机，直接在我家就生产了，快递费都省了。好是好，但是我咋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呀？有啥不对的？是有点不对，龙哥，我丑话说在前头，你拉过来的生产线和派过来的技术人员，那是你家的财产，我可不负责保护，你自己派人过来保护他们。这大户原来不傻呀。兔子，你藏得够深呀，这次差点又被你忽悠瘸了。老秃鹫，你又在说我龙哥啥坏话呢？我龙哥藏什么了？什么时候又忽悠你了？你个狗大户，该不会你也不知道吧？你龙哥的最新款5代隐形战机歼 35A 都已经批量装备服役了。你说啥？龙哥的歼 35A 都出来了？龙哥你等我一下，我去屙个尿，马上回来。狗大户，你又想拿黄砖砸我是不是？来来来，使劲砸，朝我脸上砸！贼鹰，做你的白日梦去吧，我这黄砖可不是给你的。龙哥，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懂点技术了？兔子，我问你，你家已经有蓝星最强大的5代机歼20了，你现在又搞出个歼35，是不是针对我？小鹰，你别闹，你家不是也有2款隐形战机吗？我家有2款很正常呀。龙哥说的对，你个老秃鹫，赶紧一边凉快去，我和龙哥有笔大买卖要谈。龙哥，你这歼35性能如何？咱家的歼35用的国产乌善19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35.6吨，最大飞行速度2.2马赫，作战半径1352公里，可挂载8到10枚中远程空对地超音速导弹，载弹量8吨，雷达反射面积只有 0.01平方米，隐身性能超强。龙哥出品必是精品，不愧是我龙哥，这性能简直就是把老秃鹫的 F35按在地上摩擦。龙哥啥也不说了，把你的破司机拿出来，我要刷卡。这狗大户，这是想打我家歼35的主意了，得转移下话题。大户，你这新手机不错呀，啥时候买的？旧的呢？这不是也在你家买的吗？旧的我换新当天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2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龙哥，你不要转移话题，赶紧拿上这些黄
砖，离开我的歼35。大户，我这歼35可才刚刚亮相，他怎么就成你的了？我这歼35可是非卖品。龙哥，你怎么这么小气？难道是我黄砖给的不够多吗？我家里有的是，你再等我一下。龙哥，你看，我又拉了一飞机的黄砖来，这回够了吧？大户，这不是钱的事。龙哥，你就别废话了。这航展上的装备，除了护栏和地板以外，其余的全部给我打包。另外，再给我20架运20，我要用它把这些装备拉回去。狗大户，你到底咋想的？你当我不存在是吧？你买这么先进的装备，你想干嘛？你难道想跟我对着干嘛？是呀，大户，你就别为难我了。我要真把这些都卖给了你，这老秃鹫非得气疯了不可。要不咱再研究研究，要保持平衡，你得顾及一下老秃鹫的感受呀，别把他惹急了。那好吧，龙哥，你先拿上这些小钱，帮我看好我的歼35。你啥时候想卖了，你通知我一声，马上来拉走。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的大户。得知龙哥家又有人成功上太空之后，他是一点都不淡定了。羡慕死我了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空间站呀？要是我们也能上太空溜达一圈就好了。主要是咱家的技术人员不争气啊。小王子，咱虽然不懂技术，但是咱懂有技术的人呀。该不会是说的贼鹰吧？他的技术早就落后了，他们家的2个宇航员现在还在天上挂着回不来。这老秃鹫只管往上送，想下来还得等1年。我们可以去找龙哥呀，他家的技术非常的安全可靠。老表，把我的飞机油加满了，马上去龙哥家。大户，咋又来了？龙哥，我想上太空玩下。大户啊，上太空可不是闹着玩的，上去一趟老费钱了。你怎么这么小气？我不就是想去趟太空吗？咱家上太空那个火箭排量有点大。支付宝到账300亿。大户，你给我300亿干嘛？你不是说火箭排量大吗？我给把油给你加满了，我还要给你们100辆比亚迪，还给100辆比亚迪？你哪来的那么多比亚迪？前几天刚买的呀。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比新车便宜了10多万呢。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特划算。11月瓜子有砸价节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怎么样，龙哥，考虑一下？我们上太空的火箭一根造价才80亿，他直接给我300亿，这大户能出？有事真给。大户啊，你回去挑选2名宇航员吧，我们训练一下就可以上去了。好的，龙哥，我还担心龙哥不同意，准备了600亿，没想到给他300就答应了，赶紧走，要不他反悔了。兔子，你不是说最近没有带外国人上太空的计划吗？你怎么就答应大户了？你给我闭嘴！他是外国人吗？他可是我们的榜一大哥，双11马上到，我还指望他在我们的航展上多下单呢。那他到底给了多少？你答应了？想当初我们可是说给你1万吨河水，你都不答应。人家给了300亿，还是兜了。兔子，你那火箭一根造价最多不超过80亿，他居然给了300亿，你又上大户的当了。他想要你的是你家的技术和火箭。人家说了，只是去太空溜达一圈就行，没有任何其他条件，更不会要我们的技术和火箭。三哥，你别用斗鸡眼看人，你就等着吧，你带了大户都不带我，你肯定会后悔的。三哥，别老说大户的坏话，人家是懂技术的。大户懂不懂技术，我是不知道，但是吧，我知道他是蓝星最懂你兔子的人。人傻钱多的大户，听说龙哥的51号快递成功了，他那火力不足恐惧症又犯了，拉着2000吨黄砖就来了。大户呀，下来吧，你都摸了我家41号快递3天3夜了。我就要摸。少侠，去给我弄点吃的来，有点饿了。大户，这个型号的快递不适合你，我怕你拉回家没事干就给贼鹰放烟花。谁说的不适合我？到底是谁造的谣？我这气质和龙哥家的41号快递是绝配。我说大户，你这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能不能改这毛病？我这是被你传染了，火力不足恐惧症犯了。大户，你先下来，我家还有其他型号的快递，更符合你的气质。龙哥，你难道说的是51号快递吗？给你2000吨黄砖，拿上这些小钱，离开我的大烟花。大户呀，51号更不可能买的，你就别想了。你家里不是有20号快递吗？是用的不顺手吗？龙哥，20号快递好用是好用，但是它只能投递到我家周围的邻居家里。我想拓展一下业务，实现全球投递。大户，不是我不想给你，但是咱有底线的。41号是我们最先进的，不可能给你。嚯，龙哥，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知道你家的51号快递早就出来了，这41迟早要淘汰，我就买点你淘汰的，都这么难吗？大户，你
你别胡说，我家根本没有什么50亿，那都是网友们的自嗨。龙哥，你咋这么小气？你看我多支持你家的产品，我都用上你家的新手机了。大户，你这新手机不错呀，啥时候买的？旧的呢？这不是也在你家买的吗？旧的我换新当天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 vivo X100 Pro 还卖了2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下来吧，大户，41太先进了，不便出手。51号快递，16000公里以内都可以精准投递。更可怕的是，一枚可带15个装满蘑菇的包裹，打击精度厘米级，可以实现先囊死再爆炸，飞行速度30马赫以上，整个蓝星没人拦得住。大户，你这些数据都哪里看到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呀？龙哥，你就别装了，没什么事情，是几千吨黄砖解决不了的。你往我身后看。低调低调啊，大户。龙哥，低调，这词啥意思？你每次来都给我拉几车黄砖，你就不能拿坏布置一下吗？这要是让贼鹰看见了，又要眼红了。我为什么要遮挡？那老秃鹫他要敢乱来，我第一个去他家放烟花，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又来龙哥家进货了。我看他还敢不敢惹我？大户，你可别老想着去别人家里放烟花呀，这烟花可不好办，小心把你自己也炸了。龙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给我几个41号快递，我拉回家，然后遥控器你帮我保管，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担心我随便放烟花了。大户啊，真给不了，你死心吧。那好吧，这几车黄砖我就送你了，我过几天再。属于咱沙漠大户的购物狂欢节又到了，兄弟们，行动起来！除了护栏和地板，其余的东西全部搬走，我去找龙哥刷卡。我说大户呀，你这又是干嘛呀？我这些可都是非卖品。龙哥，不是我说你，既然你不想卖，你摆出来干嘛？别废话了，赶紧把你的破司机拿出来，不会少你1分钱。大户呀，这可真不能给你呀！你别说话，我只管刷卡，他们负责搬，你就只管数钱。大户呀，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让他们慢点呀？这都到中午了，吃完饭再搬吧。我才不上你当那龙哥，我们要是去吃饭了，你肯定就把那些先进的装备给藏起来了。龙哥，破司机拿稳了，龙哥，手别抖。我能不抖吗？我这手都举了快2小时了，这啥时候刷的完呀？怎么回事？为啥提示刷卡失败？赶紧解决问题，不要耽误我刷卡。大户，你先等一等，应该是断网了，估计是我手机没话费了。我马上去抖音商城充值中新领3元话费券，充值方便，操作简单。龙哥家就是好，充个话费也能领到话费券，你是怎么做到的？非常的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者直接去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到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大户，这些可都是我们展示用的样品，你怎么都给拉走了？我家网友还得看呢。在哪看不是看？你告诉你家网友，上我家去看，我专辑接送。龙哥，你就别废话了，还有几千亿没刷完了，抓紧了。小王子，我看这个白地战机也不错，是不是都要搬走呀？我不是说过了吗？除了护栏和地板，其余的东西全部搬走，你们赶紧搬，运回去以后我还要挨个试一遍。好的，小王子。小王子，除了护栏，其他的都打包好了。你看我们啥时候走？马上就走。飞机油给我加满，油门踩到底，赶紧回家放大烟花去。小王子，这么多装备，我们就一架飞机装不下呀，这可咋整？嚯，龙哥，把你家的运20借我用下可行？大户，借你可以，但是我的运20去了你家以后，估计怕是再也回不来了。